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你还想跑？今天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个交代。阿姨，你别激动，老人不是我撞的，是我送到这里的。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在地上了。不可能，就是你。哥，你看这个小子撞了咱爹还想否认。就是你撞的我爹。这位大哥，你误会了，老人不是我撞的，我只是送他来医院。既然不是你撞的，你为啥又送到医院？爹，老二你来的正好，咱爹现在还没醒，都是因为这个人。是不是你？不是我。我刚才进来听到要治疗费，大概需要5万才能给爹看病。啥意思？这是让我出治疗的钱？大鹏随即忍不住无奈苦笑，自己刚刚毕业进入公司，每个月工资加全勤3000块，怎么能拿出来5万治疗费？眼看着病房里吵闹声越来越大，医院护士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一名身材高挑的女警官进入大厅。我是接到报警的周警官。周警官你好，就在202房。谢了。周杰点点头后走向202病房，不一会就来到病房中。警察同志终于来了，这人撞了我爹还想跑。妇女这时也擦干眼泪，用力点头。你们2位先稳定下情绪。周杰环视了下四周，我先初步了解下具体情况，希望能可以配合我进行调查。肯定配合。那就先从这位先生开始吧。你有证据能表明自己是清白的吗？我今天是骑着单车准备抄近路去公司加班，大概7点40的时候来到春熙小巷，然后就看到这位老大爷躺在地上。春熙小巷没有视频吗？没有。你如果没有证明自己的视频，这件事一般就没办法完美解决，要不就是找案发时的群众，要不就和老人家属打官司，最好还是赔点钱赶紧解决这件事。我爹在这里躺着等治疗，你能不能别一直装哑了？阿姨，我真的赔不起，我就是个刚毕业学生，哪里能拿出5万块钱？怎么办？抬头瞥了眼病床上的老人，大鹏突然感觉大脑阵阵晕眩。大鹏立刻摇摇头让自己清醒，却赫然发现病床上老人头顶出现了是否鉴定几个大字。系统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东西？大鹏下意识地回答了是。鉴定系统开始对老人进行鉴定，鉴定成功。姓名黄成才，外号黄三，年龄67，身高168，体重55千克，职业碰瓷。碰瓷详细说明。开启详细说明。他们是一支专业的碰瓷团队，还有明确的职业定位，队伍里有大量特定话术。为了能够碰瓷成功，每晚还会进行操作演练，涉案金额更是高达300多万。而病床上这个老头就是碰瓷团队的主谋。大鹏看到这里，想都没想就转身看向壮汉。是。鉴定成功。姓名张明强，外号独眼，年龄37，身高165，体重60千克，职业碰瓷。隐藏知识是否开启？开启。30岁杀害同村务工人员刘鹏远，现在为网络在逃犯。对方身上竟然还背着人命，大鹏便将视线放在了女警花周杰身上。是。姓名周杰，颜值96，年龄24，身高175，体重52千克，兴趣爱好羽毛球、瑜伽。隐藏知识烈火之伤，朋友背叛。详细资料是否开启？但当自己刚想点击隐藏知识查看时，周杰用力瞪了下自己。大鹏感觉到一阵寒冷，只好作罢。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还不是时宜的响了起来。大鹏深吸口气，拿起手机接听。大鹏，你怎么没在公司？孙经理，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倒地老人，刚刚才将人家送到医院检查。那你现在能不能过来？现在估计还不行。不行的话，以后也别来公司。我从来都不会在公司养废物。明天来我办公室递辞呈吧。电话就这样被对方直接挂了。大鹏整个人大脑都处于宕机，根本不知下一步该做啥。处理完自己的破事，那能不能当人家警察面，将撞我爹这件事也解决？大鹏当下也在强迫自己冷静，毕竟眼前这件事才是重中之重。既然鉴定术已经查明他们是碰瓷团队，那剩下的事情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前提就是那名女警官能够配合自己。你们是不是就想让我赔钱？钱不钱的并不重要，可我爹被你撞成这样，出院后花费的疗养费，你总不能说都不给出吧？如果是这样，我当然给出。你们几个人现在商量下，然后给我一个疗养费的大概数字。几人听到这里心中一喜，然后来到病房一角认真讨论。见他们都凑在了一起，大鹏拉着周杰走。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周杰被大鹏的举动整得微微发愣。有其他事想说吗？周警官，我有件事和你商量商量。大鹏压低声音，将自己的计划全部告诉给了周杰。我会按照流程进行审核登记，
但如果你说的这些事是假的，保不准他们还会继续纠缠你。我明白。你们商量的咋样了？我爹身体虚弱，需要大量补品，就让他出3万用来买营养品吃。3万块你能接受吗？可以。既然如此，你们派2名代表一起跟我回警局进行下登记，然后开个证明，这事就算解决。这些都是必要流程，他们自然清楚得很，便让中年妇女待在这里，其他2人前往警察局进行登记。2人坐上车后，大鹏就看向了大哥，再次发现了是否鉴定选项。是。姓名：曾广安、陈佑明、庞广明，年龄39，身高178，体重70千克，职业碰瓷，隐藏之事是否开启？开启。34岁伪造纵火案杀死老板一家3口，改名逃亡后从事碰瓷工作，并在过程中与一名有妇之妇有染，最近被对方老公察觉，决定带情人跑路。好家伙，大鹏看到这些信息后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2人竟然都背着人命。不久后，4人来到警局。小张、小王，你俩带他们2个去204，有点事需要处理。好嘞，周姐。然而大哥、二哥2人进入房间，发现是审讯室，顿时就一脸懵逼的被摁在了椅子上。你们是不是误会了？外面那个犯了罪，他骑车撞了我父亲。要交代的赶紧交代，一些事我已经知道了。警察同志，你误会了吧？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说是吧？说啥呀？我们没犯事。那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去将案件提供者叫过来和他们当面对质。是。审讯室的房门再次开启，大鹏跟着来到了2人面前。你这小子没安好心，撞了我爹不说，还污蔑我们犯罪。污蔑？你说下你知道的内容吧。张明强，你应该还认识刘鹏远吧？刘什么人？我不认识。你真的不认识刘鹏远？不知道他怎么死的吗？我不认识这个人，怎么知道他咋死的？你小子别埋怨好人，我可从来不做坏事。那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给你好好回忆下刘鹏远是怎么死的。不，剩下的你是准备让我说，还是好好和警察同志交代？我全招。对方根本就没有反驳的想法，便将自己犯下的事全盘托出，自然也包括了碰瓷。张明强，你他妈！曾先生这个姓是新换的吧？我记得有个姓庞的，做了件忘恩负义的事，还自以为天衣无缝。你说这种人，他每晚做梦，会不会对这件事感到后悔？大哥额头布满层层汗珠，当初的嚣张气焰瞬间荡然无存，2人内心防线已被彻底攻破。据2人交底，得知这个碰瓷团队除了医院那2人，还有其他3名成员躲藏在蓝盾公寓。抓捕工作马上展开，不到30分钟，所有碰瓷成员全被抓捕归案，一场抓捕行动完美收官。大鹏此时坐在座位上，还在思考房租的事。房东刚刚给自己发了短信，3天后倘若再不去交房租，这个房子就会出租给其他租户。抓捕工作顺利完成，多亏了你提供的线索。这是我应该做的。那2名网络逃犯已被拘留，剩下的几个人也在审讯当中。你现在配合下，将今天这事记录在案就好，按照要求写就行。还有，你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警局而言贡献很大，请记录下你的姓名和身份证，还有你的银行卡。这件事结束后会给你打一笔奖金，大概在5000块左右。5000块奖金，这是自己应得的奖励，何况5000块都能交2个月房租了。登记完这些后，大鹏才离开了警察局，回到出租房中已是凌晨。忙活了一天的大鹏终于能够躺在床上彻底放松。突然他想到要测试下这个鉴定术的功能范围有多广，当自己精神力集中到其中一物，便成功激活出了是否鉴定4个大字。大鹏感慨之余便盯着衣柜，是鉴定成功。物品名称：衣柜，物品价值40元，物品诞生年份2021年。因为就是一个普通衣柜，所以也就只有这些信息。大鹏继续鉴定其他物品，几分钟后他发现了一些门道，那就是自己的鉴定术几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作用，但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会弹出是否鉴定4个字，大多数物品需要自己集中精力才能进行鉴定。不管怎么说，有了这种能力，绝对能完成一些别人不能完成的事。大鹏越想越激动，自己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就能走上人生。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孙经理可不能忘了咱们之间的约定。你升职的事板上钉钉，大鹏已经被我赶走了，下午咱们就开会，让你做这里的小组长。孙经理说话算话，一看就是真男人。而此时大鹏也来到了公司，他走入大厅后就察觉到一丝的不太对劲。当初那几位同事看到自己一脸嫌弃的快步走过，大鹏也没有在意这些人的想法，来到前台看向前台小妹，开口问道：孙经理在办公室吗？大鹏，你不让开除了吗？大鹏想起在工作的时候还觉得对方挺不错，每次都会和自己打招呼，但现在这种变化却叫人有点受不了。我今天来这里拿未结算工资。哦，
前台小妹一脸很不情愿的表情，而后拿起电话拨通孙经理办公室。大鹏这时则集中注意力，对对方开启了鉴定术。是，鉴定成功。姓名张小丽，颜值56，年龄22，身高169，体重50千克，隐藏知识98宿醉，隐疾缠身。详细资料是否开启？56分，难不成这就是亚洲易容术的强大所在？开启。三围97、66、95，特殊经历245次，打扰了。孙经理让你去他办公室。大鹏来到公司大厦6层经理办公室，抬起手轻轻敲门。谁？大鹏。哦，没有回答让不让进门。大鹏见对方是这种态度，分明就想在离职前羞辱自己。哐当，不在门口浪费1分1秒。大鹏推开门就走进办公室。孙经理，写上你的名字就可以去人事部办理辞职了。孙经理，那我的工资？你的工资？什么工资？我辞职前的未发工资。你还有脸问我要未结工资？我工作应得的工资，离职前当然要拿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昨晚没来，咱们部门白白损失一个大项目，这个项目损失是不是该由你来承担呢？孙经理的意思就是不给了。你1分工资没有，拿上离职单滚蛋，别来打扰我工作。好。大鹏听到这里就明白对方是不打算给了，鉴定术随之启动。是。鉴定成功。姓名孙定文，年龄47，身高165，体重90千克，职业远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属部门经理，隐藏知识滥用职权出卖公司。详细说明是否开启？开启。和下属存在不正当关系，同敌对集团海洋商贸总经理有联系，高价出卖公司机密文件。怎么还不赶紧滚出去？是想让我叫人把你送走？孙经理既然执意如此，那我只好找董事长了，顺便再和他交代一些事情。你找谁都没用，我就是和董事长反映下你不给工资，然后再顺便提一句海洋商贸在上周成功竞标拿下3000万订单的具体情况。你提这个干啥？我就说你和海洋商贸董事长私底下关系不错，有本事你在上周和对方去聚贤阁吃饭，这件事董事长应该也不知道。你别在这里给我说胡话，我根本不认识对方董事长，更没有去聚贤阁吃饭。孙经理如此肯定，那也就不怕我乱说。反正聚贤阁那里有监控，到底有没有这件事一看便知。等下，孙经理还有要说的。那个，你看你激动啥？不就是要为结算工资吗？咱们同事一场，好聚好散不好吗？那你给不给工资？我现在就通知财务部给你开工资。大鹏见他已经拨通电话，潇洒的走出房间。这小子怎么会知道我的事？还有他到底知道多少内幕？大鹏很轻松就拿到了4000多未结工资，按照自己眼下可以交房租缓一缓生活，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当大鹏再次来到前台后，张小丽本来微笑的脸马上就变成了一副吃了翔的表情。张小丽，你是生病了，脸色看起来很不好。关你屁事！你听老哥一句劝，去医院检查检查，以后后悔可就晚了。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本姑娘什么毛病都没有，为啥要听你的去医院检查？你私生活过于混乱，下面已经染上了病，最好赶紧进行检查。大鹏淡淡的丢下这句话，便扬长而去。走出了公司大厦后，拿出手机编辑了条短信，发送给了一个陌生号码。等了有10来分钟，一辆警车缓缓驶来，2名警察走进大厦。没几分钟，孙定文就被2名警察压了下来。大鹏看到事情完美结束，也就转身回家。而在路上，他也思考了许多。鉴定术不仅可以鉴定万物，同样还能窥视人内心中的秘密。任何人在鉴定术前会被撕下所有伪装，可这种能力到底怎么用才能对自己真有帮助呢？难不成就利用窥视别人的秘密来的利？不行，还是要利用鉴定物品这项能力。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发现前方有几个小摊在卖一些看起来像是年代久远的玩意。在好奇心驱使下，大鹏走向了一个摊位。小伙子，看看字画。我其实就是好奇，来这里看个热闹。大鹏笑呵呵，如实回答了句，但早就启动了鉴定术，看了个遍。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现代仿制奔马图。物品稀有度4。物品诞生年份：1999年。大鹏看了一会，发现面前的一切就没有一件算得上真货。大鹏将注意力转到了隔壁摊位。就在这时，一名大叔拿起1枚古钱币，仔细钻研。大鹏看到后，稍微集中了下精神。对方手中的钱币便出现是否鉴定字样。是。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现代仿制古钱币。物品稀有度3。物品诞生年份：2014年。好家伙，比我年纪都小，能将这些假货摆出来光明正大的买，
那也就只有古玩街能干出这种事了吧。就在大鹏准备起身回家时，他赫然发现那堆钱币中有一枚钱币主动亮出了是否鉴定4个大字。大鹏下意识就感觉到了这枚古钱币的不一般，但就在这时，一名老头刚好就将这枚钱币拿了起来，并且还拿出了放大镜认真观察，俨然是一副老江湖的手段。是，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吉祥重宝。物品稀有度54，物品完美率98%，物品诞生年份1861年。物品详细信息是否查阅？54的稀有度。大鹏看了这么多，还是头次见到数值如此高的物品。那名研究了许久的老头却收回放大镜，然后撇撇嘴说道：“就是一枚磨损严重的钱币，即使有价值，那也没有收藏意义。”说罢就将它放了回去。大鹏没有吭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而后再次看向那枚奇祥重宝，开启详细信息资料。本物品因存放导致表面出现其他金属覆盖物，用科学手段即可对本物品进行彻底清除，成功后即可显示出它的原本光彩面貌。原来如此，大鹏看到解释后心头一动，很显然这是一枚真正的古钱币。想到这里，他便也假装好奇，从古钱币堆里随意拿出2枚，一脸认真地钻研了起来。小伙子，你也喜欢这个？我就是觉得挺有意思，古代钱币模样千奇百怪。大鹏话虽如此，但注意力其实都放在了那枚奇祥重宝上面。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的年轻人不多，但这里大多数东西都属假。你要是真想了解它们，还是去点正规的地方吧。对方说完就起身扬长而去。摊主见他走远，不屑地撇了撇嘴：“装什么懂王？看到真东西，你比谁要的都欢。”老板，这枚钱币多少出？200。我说大爷，你看我年轻也用不着这样坑吧。大鹏无奈地笑笑，而后又捡起几枚，其中就有那枚奇祥重宝。你拿的可是真东西，要你200并不多。我就要这些，25出不出？你拿的都是真东西，一个就价值200块，别说现在这些，怎么说也要给我450。大鹏当场就将手中的古币放了回去。对方慌了，年轻人不讲武德，说不买就不买了。大鹏也没真走，而是去了隔壁摊看了起来。小伙子，咋了？你如果真有心要，这些一共50，咱们就当交个朋友咋样？这些25，我也不啰嗦，成交。老板见自己摆了几小时都没开张，也就只能咬咬牙点头答应。大鹏付完款后，拿着古币立刻飞奔回家。半小时后，大鹏回到出租屋，锁上房门，来到床边，然后拿起那枚奇祥重宝，再次认认真真的观摩了起来。古币周身都覆盖着金属和泥土，大鹏找来牙刷，轻轻刷动几下，便成功让他露出来了一部分字迹。这样一来，也就更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大鹏当下也不敢再继续刷了，生怕将这枚古币的完美率破坏。找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出手。要说宁远市最神秘的地方，那当属蓝山古玩一条。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来到古玩街，在一处名为聚宝楼的铺面外停了下来。就这里吧。而当大鹏进到聚宝楼大厅后，更是被四周的布局给彻底震撼。瓷器、壁画、雕塑，看到如此众多的物品，大鹏自然开启了鉴定术。物品名称：仿原青花。物品稀有度17。物品诞生年份2000年。物品名称：高仿颜真青字帖。物品稀有度5。物品诞生年份1993年。物品名称：孔雀铜镜。物品稀有度32。物品诞生年份唐中期。这样一看，这里的东西也是假的多，真的少。大鹏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古币，也不知道这里的老板会不会喜欢。这位先生有需要吗？你们这里主事的是谁？我有样东西想要交易。您稍等。服务员带大鹏进聚宝楼内堂休息。一名身穿蓝色旗袍的女子面带微笑走入了进来。这位小哥看起来很年轻呀。你好。大鹏看向对方，开启了鉴定。鉴定成功。姓名：郭亚宁，颜值96，年龄28，身高177，体重60千克，兴趣爱好：鉴宝、游泳。大鹏本想继续向下阅读资料，但奈何对方已经坐在面前，自己也就完全没办法将注意力集中。小哥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放在这块红布上，我也好现场鉴定观摩。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古币，似乎是清代古币，但看起来面相不太好。他说出了非常官方的话术，先确定了东西为真品，但又没有透露出想要的意愿。大鹏见状，也就决定和对方好好交流交流。郭老板可以拿起来仔细过目。郭亚宁拿起古币，认真仔细研究起来，最终深深叹了口气，放在了红布上。你这个东西是真，但损耗过于严重，并且年份没多长，我要拿的话只能出500。不可。大鹏先生，我和你明说，
这枚钱币年份再轻，也就200多年不到，按年份都算不上古物。确实算不上老古物，但任何物品以稀为贵，何况它还是吉祥重宝。大鹏先生知道这是什么？当然，吉祥重宝铸于清穆宗初登基时，前径大约在3.5厘米，重量则是12.5克左右，总铸币时长也就60余天。市面上看到的多数为样币，流通币的话几乎被全部回收处理。郭老板不会没有认出来吧？大鹏先生果真厉害，本想捡个漏的，却没想到居然识货。毕竟它非常稀有。这枚古币身上杂质太多，我需要用设备好好看看。倘若真是一枚奇祥重宝，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我这枚岂止是不可多的，你若能再仔细看下去，会发现这枚古币还是个错版币。郭亚宁用手指在钱币两面轻轻抚摸，竟真的察觉到古币两面字迹全部相同，这可能是整个古币圈的独一份。大鹏先生还真是见多识广，聚宝楼一年经手古物100件，可今天这枚古币还是头次看到。郭亚宁说到这里也就没有啰嗦，轻轻将古币再次放在红布上，沉思片刻，看向大鹏淡然开口道：30万卖给我聚宝楼可否？郭老板，你又给我开这种玩笑。09年一场拍卖会上，吉祥重宝拍出了150万，面相还不足我的1/2吧。18年又出现了一枚，最后竞拍达到200万，轰动了整个古币圈。你也应该清楚这件事吧？大鹏先生心中已有估价。有多少呢？700万。大鹏给出的这个价格可不是口说无凭，毕竟吉祥重宝这枚古币本身非常稀少，虽然表面上附着了其他金属，但错版币极有可能只有它独一份，再无其他。大鹏先生，你要价太高，东西虽然是个好东西，700万却真的给不起。郭老板给个价。你这枚币虽然稀有，但面相上仍有损耗，正是大打折扣的地方。我给你出价230万，30万就当是咱们俩人交个朋友。太低了吧？聚宝楼给你的绝对是市场最高价。大鹏先生，如果真认为价格没达到预期，我郭亚宁也就只好笑脸送客了。郭老板这里若是有能够清洗的设备，你就明白我为何会开口700万的价格。郭亚宁听闻，马上命令手下将高频率清洗设备拿过来，然后在一番操作下，成功让这枚古币亮出真身。吉祥重宝在灯光的照射下栩栩生辉，能看出来古代工人的能工巧匠，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精对完美的追求。太漂亮了！大鹏也没想到它会如此完美，看来鉴定术的说明是真的，毕竟有98%的完美率。300万，300万的话我不可能出，680万，320万，650万，350万，630万我就出，再低就没有谈的必要。我可以给你550万，500万是这枚古币的价格，另外50万是送你的，让我能够拥有这么一枚完美古币。成交。大鹏心中的价位也就是500万，550万自然是马上点头答应。小陈给大鹏先生转账。郭亚宁嘴角微微上扬，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大鹏，以后可以来姐姐这里喝茶，有其他东西也可以来聚宝楼。一定。大鹏拿上名片后认真放好，而后给服务员报上了姓名卡号。3分钟后，大鹏的手机就收到了550万的到账提醒。走出这条古玩街后，大鹏都感觉如入梦境，也就没有1个多小时的功夫，自己竟然就如此轻松的成了百万富翁，和别人说都不会。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走出古玩街后，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房东，喂，大鹏，你现在有空吧？姐和你通知一件事，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房，明天开始就要从月租变成季租了。季租？你如果没钱的话，不如就看看其他房，姐姐也是要生活的啦。我考虑一下。大鹏想都没想就挂断了这通电话，心中涌起一股怒火，脑海里也浮现出一个想法：买房。我现在有500多万，为啥要继续住你那里的房子？小爷待会就买一套房，然后搬家。大鹏立刻拦下一辆出租车，去了最近的售楼中心。几分钟后来到了翡翠城楼盘销售中心。如果我刚才没看错，他是打车来的吧？打车来这里的人怎么能买得起房子？再看看他身上穿的这几件衣服，全部加起来估计都不到200吧。但是人来了，不能不招待啊。小小在呢，林姐，你叫我。你来了这么久，还没有开一张单子吧？对呀，一个单也没有，我现在还在背房源呢。你看到那个人没有？他就是过来买房的。别说姐姐没有照顾你，今天这件好事就交给你了。谢谢林姐。这位先生。大鹏正想找人，当听到有人说话后，便循声望去，从他穿着的职业制服上就能确定，对方应该就是翡翠城的一名销售。开始鉴定。姓名苏小小，颜值91，年龄22，身高164，体重42千克，兴趣爱好自拍、健身。
隐藏知识，废物哥哥，详细信息是否开启？开启。三围88、62、89，特殊经历0。这位先生，你是来看房的吗？我要买一套房，你有推荐的吗？有的有的，请随我来。苏小小带大鹏找了个位置坐下。我叫苏小小，是这里的销售。先生怎么称呼？大鹏。大鹏先生你好，你看你有啥需求，都可以和我进行沟通。我想买一个环境好一些，面积的话也要大一些，最好是装修好的，可以直接入住。那你可以承受的价格是？大概300多万吧。我们翡翠城的楼盘众多，而适合大鹏先生需求的，当下刚好有2套可供选择。第一套房在翡翠城172楼高层，房间整体面积有300多平，并且还是精装修拎包入住即可。交通自然也是非常的方便，毕竟在咱们宁远市市中心，房价大概在270多万。第二套房子在咱们第14期，仍旧是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面积上也有将近380多平，并且这套房会免费送地下停车位。地理位置对比第一个略微偏远，但居住体验上绝对不比第一个次，更何况它的价格也就仅有330万。第二套首付的话需要多少？首付的话大概要70万。带我去看看第二套，如果不错的话就它了。请随我来。房子所在的地方虽然偏远了些，但也就花了不到10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来到屋里，大鹏就开启了鉴定术。屋里大部分家具家电都是上年的，比较新。两人看了将近半个小时，大鹏最后决定就买这里。大鹏先生觉得怎么样？挺不错的，就这里了，签合同吧。那咱们现在就回去签合同，咱们加下联系方式，以后有什么需要的，你可以随时联系我呢。可以。随后两人便再次回到了售楼中心。苏小小满心欢喜地跑到了林姐面前。林姐，我终于成功了，真的太谢谢你了。等合同签完，请你吃饭。啥？众人顿时脸色一变。几分钟后，大鹏便签下合同并付完款。大鹏先生，这是房门钥匙，以后你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随时都和我进行联系。好嘞。林姐看到这一幕，那张脸像吃了翔一样难看。大鹏从销售中心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处，已是下午5点。大鹏，露露姐，姐和你说寄租那件事，你现在考虑的咋样了？姐可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明天剩下的房租必须交，要不然其他租客就要过来看房，你那里也就必须赶紧空出来。我现在就准备搬家了，我今天下午刚刚买了房，翡翠城11期高层大平米，说了你应该也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里我是不打算住了。那你就赶紧搬走，别耽误我找新租客。蔡兴路说完便尴尬的离开。大鹏看到他那臭脸，心中一阵痛苦。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当晚大鹏就搬到了新家，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起床后，在楼下的早餐店边吃早餐边琢磨，没了工作也要找点啥干的啊，要不去古玩街碰碰运气。当初在回家路上，就从平常小摊中找到了一枚古币。那蓝山古玩街可是真正的古玩圣地，好东西怎么说也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吃完早餐后，大鹏便打车来到了蓝山古玩街。此时的古玩街就已经非常热闹了，南来的北往的都过来看看，绝对是正宗老料和田玉，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一个大胡子正在卖力吆喝着，地上则摆放着10多块石头，有一名顾客拿着一块正在仔细研究。大鹏集中精力看向那人手中的和田玉。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假和田玉玉石粉合成，物品稀有度5，物品诞生年份2020年。大鹏继续前往其他摊位处溜达。物品名称高仿唐三彩，物品稀有度4，物品诞生年份2004年。大鹏看完信息后，转身再看向另一处地摊，地摊老板一脸得意，紫檀在我这里都上不了面，黄花梨都必须是海南的。再看我香炉里的东西，里面放的都是沉香粉，每一个都是我亲手拿沉香木磨的。大鹏站在旁边听他吹嘘了好一阵子，继而用鉴定术认真鉴定地上的木雕。物品名称塑料制品，物品稀有度1，物品诞生年份2000年。物品名称普通檀香捣碎成块，物品稀有度1，物品诞生年份今天早上。在这条街上转悠了整整一上午，大鹏确实学习到了点知识，至少认识了各种各样造假的物品。看来今天是碰不到好东西了。大鹏想准备去吃口饭，可恍惚之中自己却注意到前面摊位某堆东西里有鉴定提示，是否鉴定？鉴定。物品名称长法鸡血石印章，物品稀有度59，物品完美率99，物品诞生年份1646年。鸡血石印章，
大鹏看完资料后，马上来到摊位前，将这枚印章拿了起来，仔细观摩。老板，这枚印章多少钱？这枚印章可有年份了，你看它身上的铜皮都已经生锈发绿，怎么说也要给我5万吧。一个铜皮印章，你要我5万也太坑了吧。印章，大爷你也看上它了？小伙子，我可以看看吗？抱歉大爷，我看上了。100出不出？100，5万就是5万，我这里都是一口价。说罢便从大鹏手中将印章拿回，心里盘算着怎么也要拿它发笔大财。5万买它是真心不值，我一向喜欢收集印章字画，给你500，将印章卖给我吧。大鹏知道来者不善，看向老头集中精力，而后便弹出了是否鉴定的标志。鉴定，鉴定成功。姓名张宝才，年龄61，身高170，体重65千克，兴趣爱好收集古物、抄写字画，职业宁远市书法协会会员，隐藏知识倒卖古物。没想到他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开启详细说明。1997年3月17日，伙同协会会员王学军用50元骗走好友邓良家传古堡羊脂玉章，2人分赃1800万。大爷你出500也低，你看看东西的成色，分明就是老东西啊。地摊老板说着就将印章递给了张宝才，对方拿到印章后从口袋摸出放大镜，认真研究起来。这个印章个头小，但确实也是个老章，我给你550，拿给我吧。我说大爷，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这印章是我先过来看到的，你从别人手里这样抢东西不太好吧？我怎么叫抢？我这叫喜欢。我以为你是老毛病犯了呢。地摊老板将这枚印章从张宝才手里拿了回来。你们2个听我一句吧，这枚印章你们既然都喜欢，那我作为卖方自然也要有条件，价高者可得此物。可以。张宝才作为古玩街上的老油条，发现了印章的不同，从他的面相上看，至少是属于民国时期，有一定的价值，但没有多高上限。1500。张宝才犹豫片刻就说出了这个数，因为在他记忆中印章多数价格就在6000左右。那我出2000吧。莫非他也看懂了这枚印章属于民国？小伙子觉得它值2000。老板不都说了价高者的，这枚印章很像我老师的章，买下来也就当做一个留念吧。大鹏随口编了个谎话。原来如此，我出3000。5000吧。我出5500。张宝才说实话已经没有想要继续买的念头，可他眼下更加想做的就是暗中坑大鹏一把。6000。小伙子挺有意思，为了怀念你的老师，舍得花6000买一枚印章。有些东西无法用钱来衡量，但我也看上了，我出价6500。我出8800，图个吉利数。8800，我甘拜下风。张宝才马上退出，脸上也夹杂着冷笑。大爷你不继续出价了？不了。张宝才听到后微微点头，背地里却早已乐开了花。最多值6000的民国印章，让他花了8800拿下，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既然如此，东西可就是我的喽。大爷你不想要这枚印章了吗？没兴趣了。张宝才深叹一口气后转身离开了摊位。东西到底卖不卖？不卖我不买了啊。卖。大鹏揣着印章在古玩街找了个餐馆吃饭，边吃边琢磨，等吃完就找地方出了印章。想到这里，他就从口袋摸出一张烫金名片。聚宝楼郭雅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进到聚宝楼大厅，郭老板在吗？郭老板他宁儿出去办事，要等上一会儿，你要不陪老夫喝杯茶聊聊天？大鹏来到对方面前坐下后，两人简单做了下自我介绍。大鹏，你花大价钱买印章，看得出你很敬佩你的老师，而且我看得出你是有点能力的，一眼就能看出印章是个古物。我只是略懂一二，和张老那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啊。张老您的大名我有所了解，宁远书法协会会员，对古玩也有独特鉴别之道。过奖了，我也是略知一二。既然如此，张老就给我说说这枚印章吧，我想知道这枚印章能卖多少钱。你要卖？不卖我买它干啥呀？亏我真以为你是为了怀念老师，现在一看就是想从地摊上捡漏呗。瞧张老说的，你不也是吗？这枚印章看年份应该属于民国时期，而那时候的印章流传下来是很多的。我再给你说下这种印章的成交价。前年拍卖会上，一枚民国印章由寿山石打造卖出了230万的高价。你这枚印章铜皮包裹，本体估计啥也不是，拍卖会是肯定上不了的，最多也就值6000块钱。不应该吧？民国时期的印章非常多，
也没几个人愿意要，是吗？张老，你再帮我看看这个吧。大鹏正准备从口袋将东西掏出来，下一秒郭雅宁走了进来。张伯伯，大鹏也来做客了呀？你们2个认识？大鹏可是我们聚宝楼的贵客呢。郭老板言重了，我算不上贵客，要算也是张老。张伯伯当然是我这里的贵客了，我爷爷和张伯伯是老相识，他们20年前就认识了呢。张伯伯，你来聚宝楼是有啥事吗？我可是从别人嘴里听说，您孙子的玉檀轩前几时收到了个好宝贝呢。一块玉罢了，我孙儿也是运气好，经营了玉檀轩5年，也是从去年才逐渐有了起色。那总比我的聚宝楼强。你努力也能达到我孙儿的成绩。在大厅又闲聊了几句，郭雅宁便邀请2人到内堂喝茶谈天。我听说你收了枚古币，能不能拿出来一睹真容？张伯伯说的是奇祥重宝对吧？郭雅宁起身让对方等一下，继而走出雅间，前往自己的办公室。今天你小子有眼福了，明儿一会儿拿来的可能是世界唯一一枚奇祥重宝，是吗？张宝才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聚宝楼眼下生意并不怎么景气，到时候自己好好忽悠忽悠，让郭雅宁将古币出给自己，凭借自己和孙儿的人际关系，反手就能卖他个1000多万。几分钟后，郭雅宁拿着木盒回到房间，他将木盒开启，一枚精致古币静静躺在其中。张宝才顿时眼冒金光，他没想到这枚奇祥重宝竟如此精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完美无缺。有生之年竟能看到如此完美的奇祥重宝错把币，宁儿，你接下来是准备怎么处理它呢？我爷爷说了，此币要永远留在聚宝楼。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吧？没什么可惜的，要不是大鹏，我也得不到它。谁？张伯伯不知道，这枚古币是大鹏出给我的。我怎么可能知道？这小子竟然是奇祥重宝的上一任拥有者，他分明就不会鉴宝。古币都卖给了郭小姐，没必要再提起我喽。那怎么行？大鹏今天来我这里，莫非是想叙叙旧聊聊天？我今天其实有个宝贝想让你看看，如果郭老板喜欢的话，不妨就收了吧。大鹏将铜皮印章放在大家面前。大鹏，你这就不对了吧？一枚民国时期的普通印章，宁儿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呢？张老，你看你一上来就给我说丧气话，郭老板没准就喜欢我手里的这枚印章，花个几百万买下来也很正常的。大鹏今天带来的东西就是这枚印章吗？你要这样问的话，还有这样一把小刀，这俩儿咋说也要比古币值钱吧？小伙子，你做梦呢！我说小伙子，你花了8800买回来一个值6000的印章，真以为能在这里将它出掉吗？大鹏，你真的就带了这2件东西吗？对呀。如果只有这枚印章和小刀，你也是花了8800买的，我可以出价9000买过来。郭雅宁是因为念及上次古币一事，多花200收个印章放几年估计也能涨，毕竟民国印章太普通，更何况小刀还是现代产品。多谢郭小姐关爱，但是我这枚印章可不简单。只见他用手中的小刀当场挑开了铜皮，本来毫无亮点的印章顷刻就通体红润了起来。现在如何？鸡血石？不可能。张宝才看到铜皮挑开后的画面，原本自信的脸色马上骤变，取而代之的也只剩下了震惊。一枚造型精美、通体鲜红的印章就这样出现在了3个人的视线之中。一切皆有可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略带磁性的声音响起，可房间里却并未再发出任何声音。大鹏看来真是喜欢幽默，头次来假装不识奇祥重宝，2回来就又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莫非就是想看看小女子出丑吗？郭老板说笑了，我其实是走运，碰到了鸡血石印章。大鹏真是越来越有趣了。郭雅宁伸出玉手，认真戴好手套，拿起鸡血石印章细细端详。至于张宝才，到现在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眼睛却一直盯着鸡血石印章。鸡血石在国内虽然常见，但大鹏这块料已经停产。鸡血石最好的产地就是昌化，在质地和颜色上都定为最上品，单纯的原料也能达到100万千万1公斤。鸡血石印章能够涨价的基本条件，除去自身产地和质量以外，最为加分的自然是它的工艺水平。若雕刻师能在这块鸡血石上巧夺天工，那价格可就是以10倍、20倍的往上翻。大鹏这枚鸡血石印章，当下可以确定是昌化顶级鸡血石。张伯伯，你瞅瞅。他说完就将这枚印章慢慢放到原位。张老也看看呗，毕竟这枚印章当初你也曾竞争了。那我就看看。张宝才此时却早就没有了这种丢人的想法，就想老实下来看看好东西。印章4个面上都有大量红色，
并且每个面的地方也都不同，在雕刻师手中则被充分利用，做出了4幅美景。这枚昌化鸡血石印章竟然出自朱泰之手。朱泰是清时期的著名雕刻师，并且由他手雕刻出来的东西，多数都会被皇室家族所摆放使用。朱大师的作品，这枚印章堪称一绝啊！此物大鹏心里有价位了吗？2000万。这枚昌化鸡血石印章，若只看材质和整体分量的话，最多也就只能达到370万左右。但就是这么小的一枚印章，4个面却能够雕刻4幅图，雕刻上的工艺自然给它重新赋值。更何况它还是由朱泰大师雕刻出来的艺术品。2000万我可以接受。朱大师的雕刻作品存世稀少，这枚鸡血石印章更是巧夺天工，我可以出2200万买下这枚印章。张伯伯也对这枚印章有兴趣吗？如此精美的印章，任凭谁都会喜欢，更何况我有这种爱好。我出2400万。我出2500万。2550万。宁儿，你别怪伯伯出手，这枚印章我是真心喜欢，念在往日和你爷爷的交情上，就给伯伯一个机会好不好？大鹏，我给你出2700万，倘若你觉得价钱上不行，我可以2888万。我郭雅宁图个吉利数，大鹏将印章出给我吧。郭雅宁给出这个价格后，脸上没有了笑容，这让大鹏看着他的双眼，下意识集中了精力。郭雅宁的身上再次浮现出了是否鉴定4个字。鉴定。鉴定成功。开启详细说明。郭雅宁的聚宝楼年年亏损，即将就要走向关门时刻，他准备将几件古玩拿去拍卖，但当下却并没有合适的古玩。大鹏这才反应过来，郭雅宁是遇到了难处，而这枚昌化鸡血石印章极有可能会是他的翻身机会。我出3000万。张伯伯既然愿意出3000万，那宁儿也就不再继续相争，就让大鹏按照最高价出手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大鹏请告诉我卡号，3000万马上给你转过去。他说完就伸出手想将印章拿走，可万万没想到大鹏却忽地将印章握在了手中。张宝才脸色突变，我刚才都说了2000万，你站出来抢是啥意思？我来聚宝楼的目的就是找郭小姐卖印章，更何况我本来开口就是要2000万，郭小姐答应的也是非常果断，咱们2个人这桩生意不又谈成了吗？拿上吧。大鹏当着张宝才的面把鸡血石印章塞到了郭雅宁手中。张老，你如果是真心想要，就从郭小姐手中买下来吧。好好好。对方从碰到大鹏就没有占到一丢丢便宜，更何况多出1000万都拿不到印章，他现在气得浑身哆嗦，只想尽快离开这里。那个宁儿，我突然想起家里有点事，等以后有空我再过来玩，今天就先到这里，我就先走了。张伯伯，我去送送你。然而对方没有吭声，眨眼间就走出了房间。大鹏，我马上给你转账，如果有空，下午不妨一起吃个饭。其实就是想感激一下大鹏，有了这枚朱泰大师雕刻的昌化鸡血石印章，想必在后面的拍卖会上定能引起不小轰动。吃饭那就不必了，我一会儿还有点事。那咱们有机会再聚，我必须请你吃顿饭，要不然也说不过去。好。大鹏和郭雅宁告别后便离开了聚宝。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来到会展中心门口，发现聚集了很多人，几辆新款的合资车就停在那里供所有人参观。大鹏看了眼后摇了摇头，想着去大厅看看其他车，毕竟自己已是千万富翁，外面的几十万合资车买回来开的话不合适，况且自己平时最钟爱的也是跑车。大鹏，刘艳是大鹏在大学期间谈的女朋友，但在毕业后没2天，刘艳就主动提了分手，理由自然也是非常的简单，你这人太穷，我不想吃苦。你该不会是想买车吧？与你何干？我和我男朋友来这里也想买车，要不咱们几个一起看看车？你们也要买车啊？大鹏看向刘艳，露出幅蛮有兴致的表情。鉴定。姓名刘艳，颜值75，年龄24，身高165，体重55千克，兴趣爱好放大款，爱吹嘘，见钱眼开。大鹏看到这里就没有兴趣再往下看了。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然后和他在一起的？我和我男朋友商量买一辆先开着，等以后结婚的话就再买辆更好的。看来你男朋友挺有钱。他现在在公司当部门经理，一年也就收入100来万吧。亲爱的，你怎么来这儿了？我遇到了大学同学，他来这里也想买车。你的大学同学，不给我介绍下？哎呀，就是大鹏了，我之前和你讲过。他就是你那个前男友大鹏。大鹏莫非是对这辆车感兴趣？还行吧，合资车在价格上会比较低，一般人努力也是能付个首付。大鹏笑笑并未理会，继续向里面走去。来到了高级轿车区，
宝马、奔驰等等新款车型一应俱全。大鹏是想买宝马？陈忠追上来问道。可大鹏眼下却有些烦了，转身就看到陈忠身上显示出了是否鉴定4个字。鉴定。鉴定成功。姓名：陈忠，身高165，体重105千克，职业楼房销售，兴趣爱好说大话、装大款。隐藏知识：网贷黑户，装大款在网络上借款数万元，现在已成为网络信贷黑户，每天都会接到几十个催收电话。他竟然就是个销售，并且借了几万元的黑网贷。原来他有钱都是装的啊！刘艳，你们不是也想买车吗？我看这辆宝马 M8 就很不错，非常适合你们。毕竟你对象1年100多万的收入，这种车才是最适合开上街的吧？这辆车多少钱呢？这辆车现在官方售价在258万。亲爱的，你不觉得这辆车很大气吗？开出去的话，那肯定非常有面子。要不咱们就买下一辆。然而陈忠却没有吭声。我说大鹏，你买得起这辆车吗？你1年工资总共有多少啊？我现在不上班了啊，让我们部门经理开除了。大鹏现在既然没工作的话，要不要让我来给你安排一个？不必了。亲爱的，你帮他这个干啥？没听他说自己被开除了吗？别到时候你好人白做，再让他得罪了上级领导。说的也是。你们不是准备买车吗？这辆车难道也看不上？这辆车我觉得在颜色上不讨喜。陈忠，你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不合适，不买了。刘艳咬着牙丢下这句话后就转身走人。陈忠见状立刻追了上去。大鹏看到这2个活宝消失后无奈笑笑，然后动身来到了最后的高级跑车展示台。布加迪、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每一辆跑车都站着一位长腿美女车模，果然可以称得上是跑车陪美女，车帅人更美。大鹏大概看了一些，就锁定了一辆兰博基尼跑车。犀利霸气的外观是兰博基尼的特色，通体橙色的外观则是格外耀眼。总得来说，这辆兰博基尼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属于自己的气息。不错，先生下午好，我是本车销售，可以叫我查理。能给我详细介绍下本车的参数吗？当然可以。查理向大鹏开始进行了整车介绍。这辆车多少钱？我们这辆车官方售价为390万元，但你眼前这辆车是官方改装版本，它的总价也达到了532万元。那我就要它了，现在能刷卡吗？对方愣了下神，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没有。2分钟不到就将这辆车的车钥匙递给了大鹏。大鹏，您如果有其他需求，可以随时和我取得联系，查理24小时为您服务。谢谢了。大鹏随即就打开车门上车，在众人的注视下将车子启动。兰博基尼特有的轰鸣声跟着就在大厅里响起，缓缓驶出。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驾驶着兰博基尼在路上飞驰，一路上都引起了路人的惊叹。不一会便回到了他的大平层，客厅灯光亮起，大鹏顿时感到一阵空旷。是不是缺了点什么？看来是时候找个保姆了。大鹏当即决定明天去人才市场看一看。第二天吃过早餐后，便驾着兰博基尼来到了宁远市人才市场，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大鹏来到了保姆专栏，一名看起来年纪并不大的妹子来到了大鹏面前。帅哥，你雇保姆吗？是的。那你都有啥要求？工资福利啥的咋样？我现在的屋子需要1名女保姆，每天的工作就是收拾屋子和做饭，其他空闲时间可以做其他事。至于工资的话，每个月2万块。帅哥，你看我行不行？我会做饭，会收拾屋子，而且还可以给你洗衣服。大鹏随即打量了他一番。鉴定：姓名张丽，颜值39或者77，年龄23，身高165，体重45千克，兴趣爱好化妆。隐藏知识：整容脸。对方曾花高价进行面部整容，每天都需要花费大量化妆时间，当下还有一笔10万整容贷款未还清。竟然是个换头怪，怪不得颜值那里会有2个数值。大鹏看到这里，面无表情的摇了摇头。张丽见状，只能叹了口气，转身离去。老板，你看看我行不？鉴定：姓名孙芳，颜值78，年龄27，身高164，体重46千克，兴趣爱好沉迷整形。隐藏知识：隆胸、苹果肌、玻尿酸。为了能够让自己身材更加完美，孙芳前往国外进行了手术，成功提升了2个泡，而后又往脸上注射玻尿酸，前后大概花费了几10万元。竟然是一位人造美女，对不起，不合适。孙芳也只能无奈离去。这2人根本就不是来做保姆的。大鹏沉思片刻，便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口提出了他对保姆的硬性指标。首先，我要找的必须是正规女保姆，年龄上不能超过28岁。其次就是要身体健康，并且没有不良嗜好，面容姣好，性格也要开朗。如果会做饭的话就更好了。
大鹏在人才市场折腾了一天，按照标准进行剔除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合格。已经是下午5点钟，当下也已经走了很多人，以后抽空再来看看吧。大鹏起身往外面走，看到门口那里站着一个姑娘，她的身上显示出了紫色的，是否鉴定？鉴定成功。姓名周一男，颜值93，年龄24，身高167，体重45千克，兴趣爱好读书、画画、烹饪。是否开启详细说明？开启。三围90、64、89，技能厨艺 LV8，特殊经历0。大鹏眼前一亮，走上前去。美女是在找工作吗？你是？我叫大鹏。我叫周一男。那个，我看你在这里坐着，应该是来这里没找到工作吧？我家缺个保姆，你有没有兴趣？工资稳定月结。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我的1日3餐，每天按时清理一下就行了。那工资是多少？每个月工资是2万元，每周可以带薪休假1天。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家看一看。大鹏说着就拿出车钥匙启动了车子。周一男看到旁边那辆兰博基尼车灯闪了闪，那辆跑车竟然是他的，怪不得人家月工资会开2万。好，10几分钟后，两人就来到了大鹏家中。你的屋子好大啊！大鹏领着他将每个房间都一个个认真观察。半小时后，两人回到了客厅。你看我这工作合适吗？我觉得可以。好，那恭喜入职。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做饭？那是当然了。好嘞。半小时后，厨房终于传出有模有样的炒菜声。大鹏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新闻，好不惬意。大鹏先生，吃饭了。来喽。大鹏起身来到餐厅，瞬间就闻到了饭菜的香气，每道菜看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大鹏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8级的厨技果然不错，大鹏感叹，终于吃到住家饭。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晚饭过后，周一男端着一盘水果，轻轻放在了茶几上。一男，你明天有事吗？要不要和我出去玩？我没事呀。既然如此，就和我一起去古玩街吧。第二天，两人来到了蓝山古玩街，大鹏找了个摊位就一顿扒拉。物品名称：高仿元青花瓷。物品稀有度2。物品诞生年份：2020年。大鹏又看向另外一处。物品名称：民国手表。物品稀有度15。物品诞生年份：1922年。大鹏先生，你来这里难不成是想买古玩吗？是啊。大鹏点了点头，跟着就又走向另一处摊位，但几十分钟后依旧没有任何发现，99%都是赝品，剩下的1%价格也不好。一男，你说现在什么地方赚钱最轻松？现在干啥都不轻松吧？可如果真要说有，那应该就是赌场、古玩或者玉石了吧？玉石，在蓝山古玩街不远的地方就有个玉石市场，咱们去玉石市场看看。大鹏和周一男来到玉石市场，就发现此地比古玩街还要热闹，其中一家店门口更是围着好几十人。他们在干啥？赌石，咱们过去看看吧。给我切这块。一名白发老头说道，身旁还跟着一名年轻人，竟然还带着跟班。大鹏见状，心中暗道此人绝对有两下子。果不其然，当那块拳头大的石头被切开后，玉石店铺老板跟着就喊了一声涨喽。那块原本外表花花绿绿的石头，内部出现了些许淡绿色条纹。白发老头看到后却撇了撇嘴，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怎么满意。大鹏看到这里自然也来了兴趣，便蹲在老头身边认真观察了起来。小伙子也想玩赌石？就是觉得挺有趣。赌石里面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如果是新人就先多看看。谢谢前辈点拨。那名白发老头再次从原料中找到了一块，大鹏抬眼看去，发现原料上显示出了是否鉴定4个字。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普通石料。物品稀有度2。物品诞生年份无法确定。咱们再去看看其他地方。大鹏带着周一男继续往里走，而那名白发老头听到刚买的料没出货后，也就站起身摇了摇头，然后出走向了市场内部。有几名发现门道的家伙则二话不说就跟在了后面。大鹏和周一男溜达没几步，就在一家玉石原料店门口停下。先生看货。我这里3000元档的原料，大多数都是从新矿运来的，你要想随便玩玩，可以开一块。老板说罢，就将其中一块原料扒拉了出来。大鹏认真看了眼，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缅甸原料。物品稀有度4。物品诞生年份无法确定。我自己看一看吧。小伙子又来这里看原料了？是啊。小伙子，我看你对赌石很有兴趣，要不让我给你讲讲里面的门道？那就请老先生劳烦了。赌石虽然有赌字，但也不能全凭运气。他说完就简单看了看原料，然后用手指向了其中一处。大鹏抬眼看去，发现了些许不同，
这块石头上有一条细微的线，从某个角度借助光仔细观察，就可看到微微的绿光若隐若现。好料啊！现在还不能确定。白老若不喜欢，那我就下手了。他一脸笑呵呵地说完，就将原料递给了店铺老板。大鹏再次看向这名白发老头，鉴定，鉴定成功，姓名白国华，年龄67，职业玉石鉴定学者。怪不得会被别人称呼白老，原来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然而那名赌石的中年男子当下却灰溜溜地走了回来。委长，白老我太倒霉，原料就表面有玉，内部什么也没有。大鹏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你笑啥？我笑你白白浪费钱了。听你说话的口气，莫非自己很懂行？你手里拿着的这块原料要低于上一块。我也只是略懂一二，我再去别家看一看。大鹏丢下这句话后，转身就离开了此地。要说新来的就是嚣张，等连续开几个石头蛋，可就有够他好受的喽。拽的258万似的，白老说话都当耳旁风。大鹏和周一楠在这里溜达了整整一圈，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一块玉石原料。大大小小的原料看了几百个，却没有一块能够算得上是好料。再看看最后一家吧。大鹏说着就走向前面的小店铺。大兄弟看原料啊，你这里原料似乎没多少。实不相瞒，这里快关门了，没有几个人上门买原料。要关门了。大鹏拿起其中一块原料仔细看了看。物品名称：缅甸翡翠原料。物品稀有度：10。物品诞生年份：无法确定。没有买卖，当然要关门了。更何况没出来好玉，也就没多人愿意来玩。原来如此。玩赌石的人自然都是抱着赌成功的念头来的，而他这里的原料如果从来没出过货，自然也是吸引不了多少人过来赌石。大鹏先生，看这块原料，黑不溜丢的，还死沉。大鹏听闻，扭头瞥了眼，周一楠手中的黑色石头蛋竟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是否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鉴定中，请稍等。我说美女，你也是真会找。这堆原料里面就他一个黑不溜秋，根本没人愿意碰。为啥呀？因为它表面没有任何出玉特征，所以切开出玉的几率小得可怜。白老，大鹏伸手将周一楠拿着的石头蛋轻轻接了过来。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翡翠帝王绿原料。物品稀有度87，物品纯度98%，物品诞生年份无法确定。翡翠帝王绿，我就要它了。啥？大鹏先生，你确定吗？非常确定，我就要它。兄弟，你就要这块？没错。小伙子，你换一个吧。为啥？我鉴别玉石10余年，经验上肯定要高于你，随便一块都要比这块好。但大鹏却表情淡然，跟着就将手中原料递给了店铺的老板。小伙子，你傻了吧？白老的话都不信。嘲笑我花3000切石头蛋，到头来自己也不是这样做了。现在年轻人就是没记性，咱们几个就看他的笑话吧。老板，这块原料多少钱？那堆原料都是统一价格，3000块一块，50002块。好的，就切这块吧，反正也不懂，随便来一块。大兄弟，你也太随便了吧，乱来可成不了大事。大鹏先生，咱们别赌了，10赌9输呀。我可不是赌。大兄弟，我可切了哈。兄弟，下手稳一些，可别一下子切坏了。你就放心吧。老板话虽这么说，但对于面前这块石头蛋，他思索片刻就随意下手。而当小魔轮触碰到原料表面后，老板忽然猛地关闭了电源。不对劲，他继而就再次开启电源，更加小心地磨下表皮，一丢丢绿跟着显现了出来。有货！狗屎地里出高绿，看来我选的这块料没准会有好结果呢。老板此时此刻是打起了12分精神，拿起小魔轮，顺着刚才开的窗继续向四周扩散，浓浓的绿也跟着越来越多。我的天，莫非是帝王绿？此话一出，其他人也就都立刻围了上来。而当下老板却累得停了下来，他也是头次见到如此怪异的原料，轻轻磨下一层皮，就出现了大片纯绿。继续磨，不要停。终于在半小时后，大涨了，一块完美的帝王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原本不屑一顾的白国华得知是帝王绿现世后，也走了过来，大家伙都围在了大鹏和周一楠身边，瞪大眼静静观察着这块绝世美玉。我可以看看吗？可以。白国华伸出双手，轻轻接过玉石。刚一上手，他便感觉到了此物的细腻。帝王绿整体表面光滑柔嫩，虽只是被简单磨下了表皮，抚摸后却并没有其他触感。而最让白国华心有不甘的是，大鹏一出手就切出了完美帝王绿，他怎么可能会如此幸运？白老，给我点评下这块帝王绿呗。无胜荣幸啊！白国华拿出手电筒，继续认真查看起来。手电筒灯光照射在帝王绿表面后，翠绿的颜色就跟着显现了出来。如此这般梦幻的绿，让所有人心动不已。它是一块非常完美帝王绿翡翠。如此纯净的一块帝王绿原料，
切出来后是不是能翻几千倍？几千倍不止啊！帝王绿是翡翠的玻璃种，诞生的几率就小得可怜，更何况如此纯净的原料，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加完美。你今天切出来的这块，按照市场的行情价，最低都能卖出1000万。当然，我说的1000万是原料价，若它加工雕刻出其他物件，价格怎么说也要在1000万的基础上再翻上它几番，简直轻而易举。话音刚落，未等大鹏开口回应，就有人上前出价。大兄弟，我可以给你出1000万，就请将这块帝王绿卖给我吧。我出1300万，1500万，1700万，2000万。小伙子，看你一直不吭气，是不是觉得价格太低了啊？低不低的放一边，关键我也没说卖。帝王绿想要继续升值，必须有专业雕刻师雕刻，不然它的价格也就只能止步于1000万。我可以让它翻1万倍，你现在只要点头答应，3000万马上就会到你账户。谢谢，不卖。给老头丢下这句话，大鹏便将帝王绿原料转身交给了周一南。大鹏先生，咱们现在去哪儿？当然是回家啊。说完，大鹏和周一南便离开此地。不能让他们走。玉石市场的停车场内，先生你好，有事？今日有缘相见，希望可以认识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烫金名片，大鹏拿起来瞥了眼，华阳集团副董事长韩浩。不好意思，韩先生，鄙人就是闲人一个，自然也就没有名片，我叫大鹏。记下了，大鹏先生。韩先生，如果没有其他事，那就先告退一步了。兰博基尼的轰鸣声在玉石市场外猛然响起，眨眼消失在夜色当中。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当驶入城区后，大鹏便降低了车速。一南，你知道华阳集团吗？我大学有1学期的校内招聘会，他们公司人士来我们学校单项招聘。他们公司主营什么呢？似乎是高仿珠宝定制，在国外还有分公司呢。明白了。韩浩作为华阳集团副董事长，跟在白国华身后，摆明是看上了对方在玉石界的名气和实力。今天出现在玉石市场，可能就是想买几块好原料，没曾想却碰到了自己开出帝王绿，后面花3000万也没买到，估计8成是心有不甘吧。回到家后，大鹏就找了个木盒，将帝王绿放在了里面。大鹏先生，晚上吃榨菜肉丝面可以吗？可以。晚饭过后，大鹏用电脑开始上网查阅关于帝王绿的资料，打算明天就出掉帝王绿。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大鹏便带着来到了宁远玉器街。在玉器街转了一圈后，大鹏便锁定了其中最大的一家店——玉善阁。就这里吧。大鹏和周一南走入店铺大厅，一眼看去便是各种各样的玉石翡翠。欢迎光临。大鹏微微点头，但并未开口，反倒是走到一处柜台前认真观看，各种各样的玉器吊坠摆放在了里面。鉴定，鉴定中，请等待。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合成玉项链。物品稀有度10。物品诞生年份：2014年。物品名称：缅甸玉吊坠。物品稀有度17。物品诞生年份：未知。看来玉器街最大的一家店铺，里面的玉器依旧是有真有假。先生是对我们的吊坠感兴趣吗？不必了，你们老板在吗？我这里有块玉，想让他看一看。在的，请先生移步2楼稍等。好的。大鹏说着，就同周一南起身上了2楼。来到会客间坐下后，大鹏就四处打量着。门外忽然响起高跟鞋的声音，随即一名身穿白色裙的女子就走了进来。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们也是刚刚坐下。那我先自我介绍下，我叫张诗雨，是这家店的老板。我叫大鹏。我是周一南。大鹏先生的玉是在这里吗？张老板可以打开看看。对方得到同意后，轻轻将木盒盖子开启。是帝王绿？没错。大鹏先生该不会就是昨天玉石市场开出帝王绿的那个人吧？是我。昨晚就听说咱们市场出了块帝王绿，想不到我今天就能亲眼看到它的真面目。张诗雨说罢，就用手电筒贴着帝王绿表面轻轻滑动，将它的每一处都认认真真看了个仔细。将近半个多小时过去，张诗雨这才深吸一口气。这块帝王绿质量很高，光线下的反应也不错。张老板可喜欢？喜欢。大鹏先生如果有意，那就将此玉出售给我，我可以给出1500万的价格。6000万？6000万明显偏高了，它现在只是帝王绿料，最高也就1700万。我自然明白其中道理。来张老板这里的目的就是想用高价卖出去。2000万？5700万。周一南在一旁看的那叫一个紧张，几千万的价格猛烈轰击着自己的三观。一块玉真的会这么值钱？2200万。张老板就给我一个满意价吧。大鹏先生既然是诚心卖，那我可以给2500万。玉石界白老你应该认识，他昨天给我出价是3000万。白老？倘若白老真的给你出价3000万，
那足以证明这块帝王绿确实珍贵。张诗雨说着，就再次细细端详了起来，眼神比之前还要专注。5分钟后，我可以出4000万。成品玉的价格向来都是无法具体定价，因为它的附加价值特别多，比如雕刻师的才能，比如买家对它的喜爱。大鹏的帝王绿当下只是原料，但从各方面而言视为精品。此物可做出2副玉镯，余料也能继续做出几枚吊坠。按照市场行情来说，怎么也能达到4000万、5600万。话既然都说到了这份上，我也就给你一个最后价格。可以，4500万。成交。大鹏的心理价位也就是4500万，于是乎便果断点头答应。我现在就给你转账。周一楠在座位上都傻眼了，虽然在这里坐了好久，但却将帝王绿从3000万成功叫价到4500万，整整多出来1500万。张诗雨此时将木盒轻轻盖好，然后就向大鹏询问了卡号，4500万眨眼间就成功转入他的账户。合作愉快。愉快愉快。大鹏先生，若以后有其他美玉，也可以联系我进行交易，保证给你一个合理的收购价格。一定。互相告别后，大鹏便带着周一楠开车离开了此地，眨眼间又收入了4500万。大鹏打开车窗，惬意地吹着风，驾驶着兰博基尼缓缓行驶回家。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之后几天在玉石市场和古玩街都没有多少大的收获。喂，大鹏先生上午好，最近在忙啥呢？小弟我就在家坐着，也去古玩街看了看，却看到你的店关了门。姐姐，我在为拍卖会做准备，也就没空照顾古玩街的店。拍卖会没开吗？就在今天晚上7点，天元酒店大厦5楼举行。我先祝福郭姐马到成功。大鹏先生，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我可以吗？当然行了。那咱们约个时间，到时候一块去。晚上6点半，天元大厦门口，我会亲自在那里等你。我肯定准时到达。下午6点整，大鹏驾驶着兰博基尼来到了天元酒店大厦楼下。此时天元酒店地上停车场里早已没了位置，酒店保安看到大鹏的车是兰博基尼后，便飞奔而来，协助大鹏将车停在了大厦门口。挺热闹。帅哥，郭姐。大鹏老弟今天真帅气，我都不敢过来认你了。郭姐今晚也是倾国倾城。今晚的拍卖会非常热闹，宁远市有钱有势的都在，到时候我给你介绍几个认识。我对那些人没啥兴趣，最好是能有一件让我心动的拍卖品。估计不会让你失望。郭雅宁和大鹏来到拍卖会宴会厅，大鹏打量了下拍卖会全场，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一名穿白色礼服的貌美女子，正独自一人坐在贵宾椅上静坐。你认识她？张诗雨，张老板，我有一块玉，曾经出给了他。哦，郭姐难不成和张老板认识？她就是张宝才的孙女，你说我能不认识吗？郭小姐今天真漂亮。冯董。郭雅宁看到对方后，马上上前握手。大鹏，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远航国际的冯董。远航国际，怪不得眼熟，原来是老东家。大鹏愣了下，跟着就也上前和对方握了握手。冯董好。冯建宇抬头打量了下大鹏，感觉到对方似乎有一些熟悉。大鹏先生好，郭伯伯现在咋样了？老爷子身体硬朗着呢，他前2天还问我，你的公司现在运营的咋样了？公司内部蛀虫越来越多，上次孙定文事件发生后，我就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彻查了公司所有中高层干部。也多亏了那名神秘人的暗中帮助。你说的没有错，要不是他告密，我到现在都发现不了。多多注意吧，冯董曾经是我爷爷的学生，他公司远航国际的名字都是我爷爷给起的名。我创业前期也多亏郭伯伯的帮助，要不然也不会有如此大的成绩。对了，大鹏先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呢？我吗？我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那大鹏先生可真不简单，想必早已财务自由了吧？自由了，自由了。我去看看其他朋友，你们俩儿先在这里聊着。冯建宇说着就起身走向了别处。郭老板今天可是意气风发啊，张小姐也不赖呀，我怎么能和咱们今天的女主角比？这场拍卖会郭小姐是准备充足了吧？必须充足，必须完美。张老板晚上好啊。大鹏先生，大鹏老弟是我邀请来的贵宾，同样也是我郭某的贵客。张伯伯看上的那枚鸡血石印章，就是大鹏老弟出给我的。张诗雨脸上顿时就浮上了一抹阴霾，要知道自己的爷爷前几天上火，就是为了那枚昌化鸡血石印章，多给钱最后都没拿到。大鹏先生也是我的贵客，上次出给我的那块玉，当真是满意的不得了。我听大鹏老弟说了，5斤多重帝王绿原料，我做出了一对玉镯和一对耳坠，确实不错。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我去看一下准备的如何。
郭雅宁说罢，就起身迈着大长腿走向了宴会厅后台。昌化鸡血石印章竟然出自大鹏先生之手，我爷爷因为他可是心心念念好几天呢。但是那块帝王绿非常好，我拿回去给他们过目后，都夸我买到了好原料呢。张小姐对玉的了解深厚，她在你手里也会更有价值。那大鹏先生今天受邀来这里，是不是对某件拍卖品上心了呢？我都不知道有啥，到时候看看再说。那咱们就期待下这场拍卖会吧。好，7点半一到，拍卖会正式开始，所有嘉宾纷纷入座。郭雅宁随即来到前台，非常荣幸能够举行这场拍卖会，也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中前来捧场。台下所有人掌声四起。今晚的拍卖品共有68件，包含历史之久、年份之长，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成功拿下属于自己的拍卖品。我们的第一件拍卖品是名蒋矮的乔松仙柜。蒋矮是明代的一名画家，关于他的消息非常少，对古代书画了解不多的人，自然也就不知道此人是谁。原来如此。大鹏缓缓点头，继而集中精力看向此画。鉴定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鉴定成功，物品名称：乔松仙柜图，物品稀有度45，物品诞生年份1657年。第一件竟然就是真品。此画是作者晚年作品的之一，可以清晰看到它比例上的雄厚。张小姐莫非对它非常喜欢？我只对玉情有独钟，此画虽然非常经典，但并不是我的菜。第一件拍卖品竞拍底价为15万，每次最低加价1万。16万、17万、20万。此画的价值最多也就25万。几分钟后，此画就以32万的价格被其中一人成功拍下。第二件拍卖品则是一个原瓷，此物一上来就让多数人为之动容，大鹏更是马上对它开启了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元青花瓷山水碟，物品稀有度55，物品诞生年份1300年。大鹏先生对它很感兴趣吗？头次看到有些好奇。咱们第二件拍卖品竞拍底价为300万，每次最低加价为10万，竞拍现在开始。350万、400万。也就短短半分钟不到，元青花就从300万涨到了400万。大鹏看到这里，也就摇摇头，决定放弃，便起身去趟洗手间。大鹏在洗手间洗了把脸后，就在自己转身走出洗手间时，刚好撞到一名中年男人。对不起，大鹏，你也来参加拍卖会啊？哟呵，你也是。大鹏不想再继续和他交流，便径直回到了宴会厅。返回到拍卖会现场后，就注意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不知何时竟然坐了一个人。张小姐今天真是漂亮，拍卖会结束能不能赏个脸？咱们去夜色酒吧继续聊天。拍卖会结束的话都10点了吧？10点才是咱们年轻人夜生活的开始，更何况张小姐这样的大美女，夜生活应该比我还要精彩吧？钱总自重。张小姐别多想，我不是那意思。朋友，你坐了我的位置。你的位置？是的。咱们俩儿换个位置行不？我和张小姐有很多话想说。不行。你小子，让让。钱小江盯着大鹏恶狠狠看了好几秒钟，最后才愤愤不平地离开。他谁呀？钱氏地产的少爷钱小江，你难道不认识这家伙吗？我认识他干啥？又不是一路人。钱小江回到自己位置，后气就不打一处来，转身瞥了眼，发现陈忠正拿着手机晃来晃去。你跟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玩手机？你现在给我去查一下，那里坐的那个人啥身份？钱总，你是说那小子吗？就是他。他就是一个喜欢装的穷小子，出现在这里估计是在兼职。你确定他来这里是做兼职？我女朋友是他前女友，对他特别的了解，父母都是山沟沟里的农民，他屁能耐没有，但就爱耍大牌。越是这样说，钱小江就越不爽，自己可是堂堂钱氏地产的少爷，被一个无名小卒撵回到座位，传出去的话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今天必须找回面子。接下来要出场的拍卖品非常大。只见服务员推着一块巨大的木质屏风漫步来到台上，下面由我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此物的全名为东晋山阴张侯木质屏风，屏风整体是由4幅山水画构成，全部展开后浑然一体，好似画卷。而此物的拥有者山阴张侯，也是东晋有名的名门望族，屏风上的4幅画也全部由他亲自完成。想不到在这里能够看到东晋的东西，郭雅宁为了这场拍卖会也是煞费苦心啊。这幅屏风是不是很贵重？贵重的话也算不上，即使它来自于东晋，但屏风属于生活用品，也就没有多少收藏价值。它毕竟是一块木质屏风，时隔多年自然也会有磨损。当屏风全部亮出来后，台下众人发出一声叹息，因为在屏风的边上有许多破损的痕迹，顿时就失去了曾经原有的雅观。
张诗雨看到后也忍不住笑着拍了拍手。我本以为这块屏风会因为持有者的身份大涨，现在看来估计最多也就是一个几十万的货。山阴张侯很出名吗？山阴张侯本人并不出名，但他却有大有名气的好朋友。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东晋，莫非是王羲之？没错。说起东晋，那自然就会联想到王羲之。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写出来的字堪称一绝，被冠以书圣的称号。而他的作品同样价值连城，甚至他的摹本在现代拍卖会上都能拍出几百万的高价。王羲之的平安帖摹本更是拍到了3个多亿。大鹏在了解到这些内容后，便再次将目光放在了屏风上。屏风上浮现出了是否鉴定4个字。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东晋屏风。物品稀有度67，物品完美率77，物品诞生年份310年。是否继续进行详细鉴定？大鹏忽然发现屏风上竟然出现了其他鉴定项目，最后一幅山水画的右上角忽然迸发出了金色的光芒，显示出金色的是否鉴定4个字。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王羲之真迹。物品稀有度88，物品完美率95，物品诞生年份310年。王羲之真迹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本品的拍卖底价为40万，每次竞拍不得少于5万整。45万，50万。大鹏此时则继续认真打量着山水画上王羲之的字。55万，55万，有人继续吗？郭雅宁没想到此物的竞拍价能达到55万，毕竟这块屏风本身破损严重，4幅山水画木边也有硬伤，最多也就值50万而已。60万。你现在给我盯着，找到下一个竞价的人。好的，钱总。65万。大鹏没曾想有人会和自己竞争这块屏风，扭头瞥了眼，发现刚刚喊价的人有点眼熟。看来大鹏遇到了对手。70万。钱总，是大鹏。什么情况？70万一次。75万。本少就是要让你继续往下装，就看你能装多久。80万。大鹏淡然一笑，随即开口，并且再次看向了钱小江。鉴定。鉴定成功。姓名：钱小江，年龄33岁，身高175，体重75千克，职业：钱氏地产副总。隐藏知识：境外走私。是否开启？开启。钱小江利用自己身份职位之便，从国外大量走私建筑品原料，他手机的备忘录中有全部的详细记录。想不到豪门少爷竟然背地里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85万。钱总，咱们没必要和大鹏那种人较劲吧？你懂什么？他不是爱装吗？我就把价格提到100万，让他多花几十万去买这块屏风。钱总，不愧是钱总，大鹏绝对想不到。和我作对，你只有死路一条。90万。你是在和钱小江作对？其实也算不上，我挺想要屏风的。屏风不值这个价格。古玩玩的不就是收藏吗？买回来自己喜欢就行，管它到底值多少钱。说的也对。95万。哼。100万。全场哗然。100万一次。100万2次。郭雅宁将目光放在了钱小江身上，钱小江此时正在和陈忠有说有笑，似乎和之前的竞拍没有了任何关系。100万3次。成交。恭喜我们大鹏先生以100万的价格成功拍下东晋山阴张侯木质屏风。好。钱小江率先嘲笑起来，陈忠也马上紧随其后，其他人见状也就跟着起哄。毕竟花了100万买了件破古玩，估计会是整场拍卖会最大的笑话了。大鹏当下却脸上带笑，起身来到台上和郭雅宁握了握手。真是感谢郭姐给我带来了如此珍贵的屏风。你觉得喜欢就好。与此同时，现场也进入到了中场休息阶段。大鹏在郭雅宁的邀请下，来到后台进行拍卖签约事项。几分钟后，便双方就成功签约和付款。大鹏老弟现在是想怎么处理它？就给我拆成4份，我只要上面的画。可以。郭雅宁说罢，就吩咐自己手底下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很快就将4幅画取了下来。大鹏拿起最后1幅画，然后抬手抚摸了下画卷上的几行小字，果真是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啊！郭雅宁听到后，则先是愣了下，继而就也将目光放在了画上的字。大鹏老弟，能否让我仔细观察几刻？当然可以。郭雅宁马上拿起山水画，认真看字。中场休息的时间已经结束，可郭雅宁却依旧在仔细观看。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不好意思，下半场拍卖会的时间要继续推迟几分。郭小姐什么情况？是不是办不下去了？我可是冲着吉祥重宝来的，前面那些破烂可应付不了我。让姓郭的赶紧出来解释。台下的呼声越来越大，我听外面似乎在吵吵，郭姐不出去解释一下吗？用不着，大鹏老弟刚才拍下屏风，目的应该也就是他吧？没错。既然如此，你是想留着他？
还是再去上一下拍卖会呢？我自然是要将它出掉。好。郭雅宁说着就拿起画卷走出后台。与此同时，天元酒店大厦门口，一辆劳斯莱斯直接停在了马路上。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钱小江见状迎了上去。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钱氏地产的总裁钱成明。爸，小江晚上好啊。你好，亲爱的，咱们上楼去吧。恶心。钱成明携着李金凤走入会场后，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钱小江也老老实实跑到了他的后面入座。你去大厅外面候着吧。好的，钱总。拍卖会进行到哪里了？刚刚是中场休息，现在马上下半场了。那咱们来的挺是时候呀。此时，郭雅宁拿着画卷，激动地快步走上前台。各位嘉宾，真是抱歉，刚才有点事耽搁了。郭雅宁就将手中的画卷交给服务员展示出来，继而将大厅里的灯光全部汇聚在画卷上。请所有人将目光移到画卷左上角，咱们这轮拍卖的藏品，那便是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真迹作品。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郭小姐，你在骗人吧？马伯伯如果不相信，自然可以上台进行检查。对方见状，二话不说，马上上台。马红海看了将近10分钟，然后看向台下众人，缓缓点头。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作为宁远古玩界最懂字画的人，他说的话自然有多数人信服。你说你刚才竞拍到95万，然后让另外一个人100万拍走了，是蠢货。亲爱的，你也别一直说他，毕竟咱们来的还算及时。也是。本次拍品的最低价为3000万，每次竞拍价格不低于20万。3040万。张小姐不参与竞拍吗？今天在场的全是大佬，我还是不争啊。3200万。3220万。3250万。3550万。3580万。大鹏先生的拍品一出场，当真是让所有人失去了理智。我觉得一般般了，毕竟现在价格还在3000万。4000万。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星河娱乐的黄老板出价4000万。4050万。4100万。经过一轮竞争，竞拍价格已达到7800万。现场继续竞价的人只剩下3个：星河娱乐的黄朝明、明宇电器的张硕和凯南食品的徐海鹏。现在最高者为张硕，出价7800万。钱成明扭头瞥了眼钱小江，微微点点头。7900万。8000万。8100万。8200万。在场嘉宾总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在竞价，反倒是几位大佬在互相竞争。8300万。钱总看来是势在必得了。黄总真是过奖了，我平生就爱字画，今日偶遇书圣真迹，自然是要争取一番。既然如此，我就先退场了。但剩下的2人却仍旧没打算放弃。老许，你要不也放弃吧？老钱，你怎么不放弃了？我一向爱好字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既然如此，那我今年也就爱上字画了。9000万。徐总出价9000万，请问还有要？我出1个亿。我出1亿020万。你以后有什么其他好东西，可以先来我这里，让我看一眼。我估计自己以后一段时间都不会淘古玩了。那是真的可惜啊。1亿100万。我说老钱，你是急了吗？1亿100万一次。爸，你没必要和他生气。姓许的一直记着3年前建厂，咱们多问他要了50万的事。2位前辈莫生气，竞拍第2参与第1，气坏身体该咋办？爸，你别和那种人置气，拍下竞品才是首要目标。啥时候能结束啊？你难道不为了你的1个亿激动？有啥可激动的？王羲之的字，谁都应该知道价格，1个亿很正常，好不好？1亿150万。1亿170万。徐海鹏看到后没再叫价。1亿170万一次。郭雅宁见台下其他人都没了动静。1亿170万2次。1亿170万3次。郭雅宁说话击锤的声音也就跟着响起。此物最终成交价格为1亿170万。大鹏跟着郭雅宁再次来到后台，发现签约者竟是钱小江。2位请签下字吧。别以为自己赚到了1个亿就狂的不行。大鹏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签完字看到1亿170万入账后，便笑嘻嘻的看向钱小江。多谢老板，老板大气。后续几轮的拍卖会显然没有了刚才的激情，毕竟台下嘉宾们都被王羲之真迹榨干了精神。当奇祥重宝和昌化鸡确实印章出现后，也没有再出现徐海鹏和钱成明这般的竞争者。晚上10点半，拍卖会结束。大鹏，我先走了，有空常联系。好的，路上小心。大鹏坐在座位上打了个哈欠，也起身准备回家。你好，钱总好。想不到大鹏先生年纪轻轻，就早已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古玩的鉴定水准实在是高。
钱总过奖了，我也是碰巧。年轻人不骄不傲是好性格，我儿子就应该和你好好学学。大鹏先生倘若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我们钱家做客。钱成明向大鹏递出一张名片。好。说完后，钱成明便和大鹏告别。大鹏随后也离开了会场。回到家后已是半夜11点多。大鹏进入客厅后，发现厨房和餐厅竟然还亮着灯。一楠难道没睡？大鹏先生，你怎么还不去睡觉？我现在不困，所以就没睡。大鹏先生，你去洗手，我马上给你盛面。好。几分钟后，周一楠将一碗面放在了餐桌上。大鹏拿起筷子就准备大快朵颐。手机却在这时不是时宜的震动了起来，大鹏微微皱眉，随即瞥了眼来电显示，来电人飞哥。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大鹏见状便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接听了对方的电话。喂，大鹏，董老板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大鹏，我今天碰到了徐斌他们，商量着后天整一个聚会，你小子能不能过来参加？告诉我什么地方，后天我保证准时到。聚会的地方多半是定在咱们高中县城。行，那咱们后天准时联系。好久不见老同学，明天去买点衣物装身，不要失礼了老同学。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坐上兰博基尼向着新华路商业街驶去。10分钟后，大鹏来到了万悦广场的男装所在楼层，发现这里大多数都是意大利西装品牌店。大鹏选定了一家吉凡克斯的店，刚一进店里，他就发现这里的装潢不太一样，对比其他西装店金碧辉煌的装饰而言，吉凡克斯的装饰就显得没有任何特色可说，店铺中也就只有几件西装成品。欢迎光临，你好。大鹏没想到服务员竟然是外国人，胸口的名牌写着店长克里斯蒂安。先生是晓得这里定制西装吗？定制西装的话，一般需要多久呢？先生，您的身材非常完美，定制一块西装不需要很久。是吗？完美的身材并不需要过多拆解。克里斯蒂安丢下这句话后，就马上拿起卵尺帮大鹏量身。人靠衣装，马靠鞍。明天的同学聚会，高低要整件西装穿。老公，你说的对。喂，外国老头，西服咋卖？大鹏，罗明志，江小乐。大鹏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里碰到高中同学，没想到真是你，你小子越来越帅了。现在在哪工作呢？我就在家待着没工作。我以为你高升了，没想到是无业游民，混得也太惨了吧。我还凑合吧。你也真是乐观，工作丢了没钱赚，竟然和我说凑合。大鹏，你准备在这里买西装？是的，这家店的西装都没有几套，你在这里继续看吧，我去隔壁阿玛尼瞅瞅。罗明志丢下这句话，便和江小乐走出店铺。大概过了1个半个小时，克里斯蒂安走到大鹏面前。大鹏先生，出版的西装我已经做好了，麻烦你现在先试穿一下看看效果。好。大鹏接过衣服进入更衣室，几分钟后他便穿着西装走了出来。完美。大鹏来到镜子前，仔细打量了自己一番，不错。4版腋下就达到了最终版效果，腋下只要再添加一些其他配件即可上身。可以。等了大概有半小时，总算大功告成。大鹏询问了下定制价格，然后刷掉135万，拎着西装袋子走出店铺。欢迎下次光临。大鹏走出店铺后，又去了一家皮鞋店。欢迎光临邦托尼。我想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我的鞋子。好的，先生。服务员说罢，就立刻将大鹏带到了店内主打的 Amarcord 系列展区。大鹏放眼望去，便看上了其中一款。先生，试一试这款。好。女服务员得到同意后，便马上拿出符合大鹏脚大小的皮鞋给他试穿。可就在大鹏准备试穿时，店铺外就又走进来2个人。欢迎光临邦托尼。给我介绍几款皮鞋。怎么又是他们俩？大鹏，你没回家啊？没呀。请问先生对鞋子具体有什么需求？本店的高端皮鞋有 Amarcord 系列和 Casanova 系列。我朋友肯定也适合 Amarcord 系列。对，就是他。服务员就将罗明志领到了 Amarcord 的系列展区。与此同时，大鹏也已经将鞋子换了回来。服务员，我就要这款了。好的，马上给你包起来。不是吧？付款了？几分钟后，大鹏便付完款，准备离开。明智，你们慢慢挑，我就先告辞一步了。大鹏说罢，便走出了店铺。我朋友刚刚那双鞋还有吗？我想试一试看看合不合脚。您说的是它吗？对。这双鞋多少钱？您先生刚刚试穿的这双鞋是今年新款，现在买的话需要388800块。多少？388800元。什么皮鞋这么贵？要将近40万。先生，您要不要再试试这款？比刚才那款鞋要再高一个档次。那个我们忽然想起来有点事没处理。对，有点事。说罢，江小乐就挽着罗明志的胳膊从店铺里逃了出去。媳妇，你刚才真是机智，要不然咱们肯定出不来。你不觉得大鹏不太对劲吗？
他和咱们说他没了工作，但是却能买得起30多万的皮鞋，那岂止是不对劲，简直就是可怕啊！毕竟大家伙都在一个镇上读书，都知道大鹏的父母是山沟沟里的农民。大鹏买完东西后便驱车回到家中。就在这时候，班长董凯飞的电话就再次打来。喂，明天千万记得回镇上参加同学聚会，下午3点在巨福楼6楼666号包厢。OK， 一次碰瓷事件竟然意外让我获得鉴定术，从此有了鉴定万物的能力，我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始。早上10点，大鹏穿上新买的西装和皮鞋，准备出门。大鹏先生今天真帅，路上小心。好的，我会的。大鹏说完便走出家门，驾驶着兰博基尼前往巨福楼。董凯飞作为班长自然是提前到了地方，和他同来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同学。你们说大鹏作为咱们班学霸，现在8成已经是公司主管了吧？他那么聪明，肯定是了，没准都是公司副总了。班长罗明志，怎么江小乐也？你们？我们结婚了。我的天，你们俩竟然！包厢越来越热闹，其他同学也陆续到来。半小时后，房间里就坐了整整一桌子的人。抱歉来晚了。大鹏。包厢里的人看到大鹏后，都先是愣了下，然后就马上爆发出了一声尖叫。董凯飞张着嘴，上下打量了大鹏一番。臭小子，你竟然依旧帅到掉渣！大鹏几年不见，今天必须陪兄弟我好好喝几杯。必须的。想不到大鹏现在越来越帅了。高中的时候我怎么就没下手呢？你能下手吗？忘记高中时期谁是他对象了？你说的不就是谢子熙？可他到现在都没有来。可谁知他话音刚落，一名身穿名牌服装的女子漫步走路。谢子熙随意瞥了眼四周，想不到几年不见，大家伙依旧是老模样。看到前女友怎么不打声招呼？我，谢总。你谁啊？我是咱们班罗明志，你难道不认识我了？早忘了。谢子熙翻了个白眼，然后又环视了下四周，忽然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高高大大的帅哥，顿时就眼前一亮。你是？好久不见，大鹏。想不到咱们班当初的学习大神大鹏，现在也混得人模狗样，穿上西服了。怎么说也是高中同学聚会，我肯定要光鲜亮丽的过来。那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呢？我辞职快半个月了，现在就在家待着呢。大鹏说完，现场所有同学脸上的表情都暗淡了下去。要不要我让我男友给你介绍个工作？说起谢老板的男朋友就厉害了，朝阳运输公司宋总就是谢老板的男友。不需要。没曾想短短3个字却让谢子熙心里怒火攻心。咱们班人到齐了没？到齐的话就上菜吧。此话一出，大家伙都马上看了看自身四周。学委没来吧？咱们体委似乎也没有到。就在这时，一名身穿白西装的男子和一名白色连衣裙少女推门而入。那名少女虽然穿的是白色连衣裙，可身材颜值却不输在场其他女生。为师好，体委。楚心妍，大家好久不见呀。楚心妍虽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但每次考试排名都是班级第2，至于第1名则始终是被大鹏霸占着。维哥，你现在是阔气了，没想到你留学回来后就能应聘上大公司企业。维哥，能不能带小弟一起飞啊？董凯飞看到所有人都到了后，激动地抹了抹眼泪然。今晚不醉不归。班长你可别乱说，咱们班女同学喝醉了，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喝醉了当然是咱们男同学开车送回家呗。体委说的对，我自告奋勇，大家敞开玩。罗明志说着，就将口袋里的车钥匙拍在了桌子上。明志，你竟然买车了！哇哦，竟然是凯迪拉克呢！韦世豪也拿出了车钥匙，轻轻地放在了餐桌上。哇，保时捷！真是保时捷吗？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看到一辆车，车的标志是一头牛。保时捷可不是那个标志。我在昨天刚提的保时捷，女同学的话只能坐1位。他说完就将视线定格在了楚心妍的身上。因为我买的是保时捷 Cayman， 所以除了我就仅剩最后一个副驾驶。不对呀，我刚才停车时明明看到那辆跑车，整体是橙色，并且外形非常酷炫。你说的是那辆兰博基尼吧？对，就是兰博基尼。估计是别人的车吧。大鹏听到后也没有说啥，反正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和同学们见见面叙叙旧。大鹏，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大鹏现在就在家待着待业呢。不是吧？我半个月前刚辞职。哎呀，说这些是干啥？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都聊一聊开心的事情吧。班长，你这话说的就不对。咱们既然身为同班同学，那就要互相照顾才是。我刚好有个工作，你要不要来应聘下？公司内保月薪5000。大鹏干的话肯定行，你看看他的个头，就是干保安的好料呀。你到底来不来？我可先提醒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现在不想工作，有打算的话再说。酒店服务员此时端着菜走了上来。别说了，大家吃饭。酒足饭饱后，韦世豪站起来看向董凯飞。我说班长，咱们晚上有没有其他节目啊？咱们大家伙可以定，吃完饭去 KTV 唱歌，
或者去其他地方都行。要不吃完饭咱们一起去市里，我有栋别墅，可以在里面开派对。多数同学都兴奋地表示赞同，大鹏他们也只是笑笑没说什么，继续喝酒聊天。当几杯酒下肚后，徐斌长叹一口气：“徐斌，你咋了？”“我没事，今天看到你们我高兴。”“他咋回事？”“说来话长。”“什么说来话长？没把我当哥们。”“徐斌父母3年前在县城出了车祸，现在只剩下了瘫痪在床的父亲。”“你怎么不和我说？”“咋的了，徐斌？”“没事。”“你小子真不够意思，人家维哥是在关心你。”徐斌只是好久没看到大鹏激动而已。徐斌，咱们下楼吧。大鹏说实话也看透了屋子里的某些人。好。徐斌在大鹏的搀扶下走出了包厢。两个穷鬼碰一块，有啥可激动的？董凯飞脸色突变，可屋子里的其他人却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身为班长，需要去楼下看看大鹏和徐斌。生活委员张爽也觉得大家伙的态度有些问题，于是也跟着走出了包厢。我身为班委，也要去看看徐斌的情况。楚新言说着也跟了出去，韦世豪见状马上也就追了出去。大鹏搀扶着徐斌下楼后，在停车场附近找了个地方就坐下。好兄弟，不瞒你说，在我父母出事后，案件都没有定下来。没定下来？没抓到人吗？因为县城那条路口恰好没有监控，所以卡车司机当场逃逸，没留下任何证据。此时董凯飞等人也都走了过来，楚新言走上前递给对方一包纸巾。谢谢。在下楼时，董凯飞也大致将徐斌的事情和其他班委讲了一遍。挺大个老爷们哭啥？等我给你找人处理吧。用不着你。竟然用不着我？难不成让你来？无业游民大鹏先生。然而大鹏都懒得搭理他，掏出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一个手机号，拨通了过去。喂，周警官吗？我是大鹏。我知道，有事吗？我高中同学父母在几年前发生车祸。10几分钟后，大鹏和周杰挂断电话了。警局这边还在继续跟进这案件，一有结果会通知你的。可谁知徐斌此时的情绪却更加激动，竟然事件解决了，我们上去继续喝酒吧。但董凯飞他们都没有移动半步。大鹏不都帮徐斌问了吗？咱们几个继续在这里有啥用？你想回去就回去，凭什么让我们跟着？心妍，瞧你说的这句话，大鹏不是能帮徐斌吗？咱们在这里捣什么乱？大鹏见徐斌的情绪依旧没降下来，便向董凯飞使了个眼色，让大鹏照顾徐斌就行，咱们几个班委先上去吧。说罢便和张爽率先上楼，韦世豪也跟在了后面。楚新言皱着眉头，也只能返回。兄弟，你有啥困难都说出来，我如果能帮，肯定会帮你的。我现在没啥困难，苦中作乐的活着。喂，徐斌，你欠我们王哥的钱啥时候还？能不能再宽限2天？家里的粮食马上就卖。现在马上把钱打过来，要不然你和你那个瘫痪爹就准备去街上过日子吧。徐斌，你是不是欠钱了？没事。徐斌，你要是把我当哥们，现在就告诉我全部的事情。徐斌深深叹了口气，我为了给我爹治瘫痪，借了镇上王广福的高利贷。多少？10万。如果只有10万的话，我给你钱马上还给他，咱们现在就去银行取钱。你自己工作现在都没有，给我拿10万自己吃啥喝啥。大鹏从口袋掏出了车钥匙，兰博基尼的车灯跟着就闪动了几下。徐斌被震惊的瞪大双眼。走吧。大鹏你，我什么我，快上车吧。大鹏和徐斌去到了最近的一家自助银行机。半小时后，大鹏和徐斌回到了聚会包厢。你俩可算是来了，我以为是想逃单呢。其他人听到后都跟着哈哈大笑。都8点多了，咱们该去我别墅继续嗨皮了。同学们听到后都欢呼着表示赞成。大鹏听闻便从口袋掏出600块现金。我和徐斌本次聚会的钱，我建议咱们男生 AA， 女生免费咋样？然而大鹏根本就没有听对方说的话，起身准备下楼。大鹏你走什么？咱们男生 AA， 一人300不够的。你们男生谁乐意就多出呗，我就吃了1人份的钱，凭啥多出呢？有的男同学经济困难，咱们要体谅。要不今天聚会的费用全部由我来出吧。不早说。大鹏听他说完，抬手就将600块拿了回来，动作快的让在场所有人都愣在原地。韦世豪本来是想赢一波同学们的好感，可没想到大鹏有如此的举动和回答，眼下也就没有办法再收回，被迫付完款后，韦世豪来到停车场。大家都找到车了没？说着将车钥匙套在手指上转了几圈，可发现大家伙的目光都被一辆橙色跑车吸引，是最新款的兰博基尼。能不能别挡光，让我给他拍几张照？都别围得太近，蹭掉漆可赔不起。你们的车呢？罗明志他们听到后纷纷向自己车所在的地方走去。董凯飞也叫停了一辆出租车。兄弟，你的车一会儿肯定会有很多妹子往上坐，我去和班长他们一起走了。徐斌和张爽一起来到了董凯飞叫的出租车前。心妍，我的车上有空位。莹莹，你要不就去坐体委的车吧。好的。心妍，你怎么办？我当然是等出租车啊。
韦世豪那叫一个心里难受，但眼下却拿不出任何的办法。大鹏，就剩你一个男的没车了，快去找出租车带上同学走呀！我有车啊！大鹏从口袋里拿出车钥匙，兰博基尼的车灯顿时就闪动了几下。没有出发的同学看到这一幕，顿时就张大了嘴巴。我这里恰好有个空位，美丽的学伟大人上车吗？可以啊。楚心言说完，便和大鹏坐上了兰博基尼。韦世豪看到这一幕，差点气炸，但也只能邀请王莹莹上车。大家跟在韦世豪车后前往他的别墅。大鹏驾驶着兰博基尼，则是排在了最后。大鹏，你高中毕业后你都干啥了？高中毕业，我考上了宁远大学。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公司实习，没上够2个月就被经理炒了鱿鱼。没了呀。楚心言似乎并没有问出来想知道的事情，撅起嘴，扭头看向窗外。过了一会，楚心言再次看向大鹏。大鹏，你大学没谈女朋友？大学谈了一个，但是已经分手，现在打光棍呢。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说起话来特别有意思。楚小姐可是变化大了，刚一见面我吓得没敢认。哪里变化大了？当然是变得更美了。本小姐一直都很美的好不好？就是某个傻瓜当初没注意而已。半个小时后，大家来到了韦世豪的别墅内。伟哥，你家客厅好大啊！今天晚上咱们尽情畅饮，喝醉了就去楼上房间睡觉。维哥帅气，维哥威武。大鹏来到吧台休息区，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家伙嗨皮。徐斌和董凯也走了过来坐下。臭小子，你藏得真够深。我藏什么了？你现在都成大款了，别再装下去了，行不？我也说大鹏不可能会过得差，他可是咱们班学习最好的一个。就是。你们几个怎么躲在这里啊？学伟，看我干啥？没事，学伟过来坐呀。谢谢。楚心言笑着点点头，然后坐在了大鹏旁边。我问你们话还没说呢，怎么不去和大家伙玩呀？我们几个不喜欢凑热闹，所以来这里坐着聊聊天。那算我一个成不？当然成了。其他同学则在客厅继续玩游戏喝酒。几轮过后，一名男同学似乎醉得不轻，靠着墙勉强往前走，无意中将面前的房门推开。这里都是啥玩意？大鹏也跟着瞥了眼前方，一道金光忽然从前面的房间里闪出。是否鉴定？鉴定。鉴定中，请等待。鉴定成功。物品名称：2020款 LV 女士皮包。物品稀有度14。物品诞生年份：2020年。物品名称：江诗丹顿传承系列男士腕表。物品稀有度15。物品诞生年份：2017年。一串串的数据传到大鹏脑中，这么多奢侈品牌产品。韦世豪二话不说就快步上前将房门关闭。乱开什么呢？说着就将那名男同学拉回到了沙发上。来，继续。大鹏坐在远处，却隐约感觉到事情不简单。维哥，我扛不住了，我要去楼上睡觉了。不继续了吗？不玩了。那我安排大家伙去楼上房间休息。韦世豪领着几位同学上了楼，但依旧有几名同学坐在沙发上聊着天。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咱们几个人有空再聚吧。那我们也就走了。既然如此，我也回家。大鹏，你的副驾驶没有别人吧？怎么可能有别人？我和班长打车回县城。那走呗。4个人说着就来到了客厅。我们回家了，你们继续玩。你们都要走吗？现在时候不早了，要不也在这里睡吧？不了，市里有房。说完，大鹏他们便离开了别墅。大鹏在参加完同学聚会后，心里就涌出了买别墅的念头。第二天一早，大鹏就拨打了苏小小的电话，但对方的手机却一直都处于关机，只好先去对方所在的售楼中心看一看。来到售楼中心后，销售人员就马上迎了上来。先生你好，是买楼吗？我想看看别墅，你们销售部的苏小小在吗？我上次来你们这里就是他给我推荐的房。苏小小昨天刚刚辞职，似乎是欠了谁的高利贷，这几天就在处理这件事情。高利贷？大鹏忽然想起来对方身上的隐藏之事。废物哥哥，别墅的话我过几天再来买，我现在有点事，先告辞一步。先生慢走。说完，大鹏便离开了销售中心。半小时后，大鹏来到了苏小小住的楼下，而当他刚准备上楼时，一名壮汉走了出来。大鹏发现对方脸上写满了阴沉。鉴定成功。姓名：陈文杰，外号黑狗，年龄37，身高176，体重80千克，职业打手，隐藏知识：钟情大嫂。开启详细说明。陈文杰曾多次和老大王鹤伟的妻子梁飞有染，他的手机上保存着许多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右手手臂内侧有梁飞名字的缩写刺青。看到如此详细的内容后，大鹏便上了楼，然后来到苏小小租的房间，发现墙壁四周都被用红油漆写满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房门上也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大鹏抬起手敲了敲门。苏小姐你在家吗？等了几秒钟却没有任何答复。大鹏继续敲门。苏小姐你在家的吧？是，大鹏先生。房门忽然打开。苏小姐。大鹏发现苏小小憔悴了不少，
脸上还挂着泪痕。进来说吧。好。大鹏点了点头，便走进了房间里。苏小小则探出脑袋看了看走廊四周，确定没有人后，马上回身将房门关闭。大鹏先生，你找我有事吗？我今天去售楼中心想找你买别墅，却听到了你突然辞职的消息。他们说你欠了高利贷。我没有欠高利贷，是我哥哥借他们的钱，但他们却非要找我要。你哥哥为什么借钱？大鹏决定将所有事情都问个明白。10分钟后，大鹏终于了解到了大概。我刚才上楼碰到一个男的，他应该就是来找你要债的吧？没错。大鹏走到窗边，向楼下看去，却发现那名壮汉面前站着一位老头。大兄弟，我求求你，不要再去找我闺女苏明欠的钱，我替她还。大爷，你给我开玩笑呢？你裤兜比你脸都干净，100块都拿不出来吧？我刚刚把家里的毛驴卖了，你能不能再宽限我们几天？我也是给老大做事，你儿子拖得太久了，再拖下去就400万了。400万？苏建国听到这句话后，整个人都愣住了。大兄弟，你说错了吧？我儿子就欠你们10万呀！哎呦，你别碰我，拿走你的脏手！陈文杰抬起腿想将苏建国踹开，刹那间，一双大手将苏建国拉到了一侧。叔叔，你冷静点。大鹏说罢，就站在了苏建国的身前。你丫的是谁啊？多管闲事是吧？我是谁并不重要，反倒是你陈黑狗干绝了丧尽天良的事。你怎么知道我？我不但知道你叫啥，你右臂内侧上的刺青，我也知道是什么内容。此话一出，陈文杰哆嗦了一下。爸。苏小小看到苏建国后，眼泪夺眶而出。你是哪儿的？有些话最好别乱说。你认为我在乱说？想知道更多就跟我走。大鹏说着就向前方走去。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你如果到现在都不明白啥意思，那我明天就去要找王鹤伟好好给他说说了。你要去说什么？当然是问问苏明到底欠了多少钱，顺便再和他提一句他的女人梁飞。大哥别，千万别，苏明欠的钱我不要了，我以后也不找他麻烦了。没了。那个我额外赔偿苏明精神损失费10万。苏明在地下钱庄输了多少你们都要吐出来，再赔偿苏家2老一人200万，做不到你就等着和梁飞做苦命鸳鸯吧。大鹏知道王鹤伟是个全路通吃的人，得罪他的下场那肯定是非常惨。大哥，你一开口让我拿400万有点多啊。拿不出你就等着王鹤伟来找你吧。别，我答应。啥时候能做到呢？最迟明天晚上我就处理好。大哥，你千万别去找我老大啊。苏小小见大鹏和那名壮汉一同走远后，就担心了起来。可半小时后，大鹏便独自一人回来了。大鹏先生，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那个人，他以后都不会来打扰你了，你哥哥也用不着躲着了。真的吗？是的。恩人啊，叔叔你别这样，举手之劳而已。苏小姐，我有其他事，咱们有空再联系吧。大鹏先生，谢谢你。说完，大鹏便离开了小区。大鹏走出苏小小的小区后，准备继续去看翡翠城的别墅。班长董凯飞的电话却忽然响了起来。喂，大鹏，你现在在哪呢？我就在市里，发生啥事了？我和徐斌现在也在市里，现在碰到了一点点的小麻烦。你们在哪儿？我马上就来。大鹏二话不说，马上就问清了他俩儿在的地方，然后驾驶着兰博基尼就前往了目的地。10分钟后，大鹏将车子停在了一家名为广达信贷公司的门前。徐斌和董凯飞看到大鹏来了后，快步向他走去。啥情况？徐斌的高利贷翻倍了。不是说就欠10万吗？怎么突然就翻倍了呢？他们让姓王的给坑了，他今天没有在镇上的公司，然后让我来市里的公司还钱，可这里的负责人却说我逾期了。什么公司？大鹏越听越觉得糊涂。董凯飞见状便站出来给他解释，原来徐斌所借的10万元高利贷来自广达信贷，王广福也只是这家公司在镇上的一个代理人而已。可如今徐斌准备还钱的时候，信贷总部却表示借款逾期1天，现在必须拿出20万才能够彻底还清。王广福人呢？那家伙不知道躲去了哪，问公司的人都说不认识这号人。兄弟，你先冷静一下，我来帮你解决这件事儿。大鹏说完，便迈着步子走进广达信贷总部大厅。来到大厅后，就一眼看到了公司前台，但当下只有一名中年女子坐在那里。虽然眼下是上班时间，可她却在低着头玩手机。你好，来吧，你借款业务吗？鉴定成功。姓名刘一乐，颜值42，年龄35，身高165，体重67千克。隐藏知识：挪用公款。开启详细说明。刘一乐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经常挪用公司公款购买各种昂贵化妆品。现在公司账户上依旧有1万元没补上，
看到如此详细的说明后，大鹏微微一笑：“你到底办不办理业务？不办理就上一边去，行不？”刘小姐，1万块。1万块？什么1万块？刘小姐平时喜欢买，是不是会有不够钱的时候？你在胡说什么？我找你就是想问一件事，刘小姐如果肯告诉我某件事，我也不会往出说。什么事？你们公司王广福现在在哪儿？我找他有点私人的事要解决。刘一乐跟着就想起来，刚才也有人找他，莫非眼前的人和那2个是一伙的？大鹏抬起手，轻轻敲了敲桌，脸上原有的笑容也跟着慢慢消失了下去。刘一乐吓得咽了口唾沫，然后回答道：“王副总他们去了野草 KTV， 剩下的事我就一概不知了。”野草 KTV 似乎是王鹤伟的场子，王鹤伟、王广福，难不成他们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思考到这里，大鹏便猛地起身走出大厅。现在去野草 KTV， 王广福就在那里。大鹏在去往野草 KTV 的路上查了有关于广达信贷的公司信息，赫然发现此公司的股东之一是王鹤伟，王广福极有可能在给王鹤伟做事。半小时后，大鹏他们来到了野草 KTV， 咱们仨假装先进去消费，然后再去找王广福在哪儿。说完，大鹏便带着他们走向 KTV。欢迎光临野草 KTV， 请问3位来野草是想体验什么项目呢？都有什么好玩的呢？大鹏见状，便从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当着对方的面晃了晃。我们这里主营的就是唱歌，但也有打牌和陪玩等高档项目。我们仨唱歌也没啥意思，要不就去打牌解解闷吧。那请随我来。美女迎宾说罢，就带着大鹏他们3个人走向了野草 KTV 的地下1层。半分钟后，大家伙终于来到了地下1层大厅。上来第一眼就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格外热闹。老板们玩得尽兴，筹码在前台兑换。美女迎宾简单介绍了下环境后，就起身上了楼。咱们现在咋办？你们找个地方休息，我到处走走。大鹏在地下1层走了走，发现一名中年男正疯狂下注。王总，你今天有点倒霉呀，到现在输了有300万了吧？300万在我眼里算个毛，几天时间我就能赚回来。王总，鉴定成功，姓名王广福，外号肥龙，年龄47，身高174，体重75千克，职业广达信贷公司副总。隐藏知识：节外生枝。王广福利用公司副总身份挪用贷款资金，购买国外产品，然后走私到国内出售。所有走私记录全部保存在一部 U 盘当中，U 盘就在王广福床下的黑色鞋盒里。获取到这些数据后，大鹏来到了王广福身后，抬起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谁呀？我是徐斌的朋友，找你来给他还钱。他欠我公司多少钱，你知道吗？10万。10万是昨天应该还的本金，现在要还清的话需要20万。逾期1天就翻倍，这不就是高利贷吗？对方哈哈大笑了起来。我说小兄弟，你给你朋友还钱，就不知道他借的就是高利贷吗？高利贷不合法吧？你莫非是想赖账？话音刚落，旁边的2个人就撸起袖子聚了上来。王哥，啥情况？他是不是想闹事？要不要兄弟给你办了他？王广福摆了摆手，表示先等一等。你有话就直说，不必拐弯抹角。王老板是不是在偷偷干走私？什么走私？你拿信贷公司的钱干走私，难不成你已经都忘了吗？听到这，王广福脑袋瓜子嗡嗡嗡的响。他怎么会知道我做的这些事？莫非王鹤伟查账查出来了？那个，咱们去屋里细说可好？当然可以，请随我来。王广福说罢，就带着大鹏向 KTV 的楼上走去。董凯飞和徐斌看到后，也就跟在了后面。几人来到3楼某办公室，请坐。大鹏则简单打量了下办公室，目光跟着定格在了文件柜上，一串串的数据随即就显现了出来。物品名称：广达信贷7月份总贷款数额。物品名称：广达信贷坏账人数信息统计。物品名称：未催收人物名单。虽然这里是王鹤伟旗下的野草 KTV， 但办公室中却有广达信贷的文件，足以说明对方和广达信贷有更深一层的关系。王鹤伟或许就是广达信贷的实际掌控人。猜测到这里，大鹏脑海中也就构思出了更多的计划。兄弟，你是来还钱的吧？对。徐斌听闻，马上将准备好的10万拿出来，放在了茶几上。哥哥先给你说声抱歉，你本来就只需要还10万，是公司内部系统出了问题，才导致工作人员认为借款逾期。王总，你一开始就这么痛快，何必让我们来这里找你呢？是哥哥做的不对，哥哥给你兄弟道歉。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走了，以后有空咱们俩人再联系吧。等一等，大兄弟，你都知道多少？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王广福害怕大鹏将事情曝光，如果被王鹤伟知道，那自己的小命没准不保。王鹤伟是你什么人？他是我侄子。大鹏听完心中一喜，你走私的是很赚钱，拿出一部分分给我，我不但可以隐藏秘密，还可以给你提供资金支持。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留我一个联系方式，赚钱的事谁不干啊？好，我的人马上会和你取得联系，到时候你如果偷偷耍手段，王鹤伟马上就会知道你的好事。我肯定会和你好好合作，咱们一起赚钱，一起保守秘密。等我的人给你打电话吧。说完，大鹏他们便转身离开。王广福当下也跟着松了口气。大鹏他们走出门口后，便让董凯飞和徐斌先回家，随后自己坐上兰博基尼掉头驶向了警局。半小时后，大鹏便来到了周杰的办公室。周警官，你好。大鹏，找我有事吗？我想向你举报一家叫广达信贷的公司。广达信贷？没错。请坐下慢慢说。周杰在电脑上输入了这4个字，各种各样的信息立刻就显示了出来。你举报他们什么内容呢？他们的公司背地里放高利贷，并且利用各种不正规手段进行催收。周杰将信息记录在电脑上后，抬眼看向大鹏。其他的还有没有？他们公司的副总王广福利用放高利贷获取的资金，在境外购买奢侈品，然后走私到国内贩卖。周杰的表情瞬间就更加严肃了几分。要知道，宁远是最近1个月都在彻查走私，自己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的目的也是为此，就是想将那群暗中走私的家伙一网打尽。关于王广福这个人，你能再详细说明一些吗？可以。大鹏将自己获取到的大多数信息说给了周杰，包括对方家床下黑色鞋盒里藏着的 U 盘。可周杰听完却再次皱了皱眉头。你是在野草 KTV 地下一层碰到的王广福，发现对方当时正在和一群人聚众赌博？对。确定吗？我确定。大鹏跟着就将手机拿出来，让周杰记下了一串手机号。我骗对方说要一块进行合作，对方就给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周杰听到这里，顿时就感觉到有些奇妙，大鹏竟然能够凭空套到对方的手机号。大鹏眼下也发现了周杰正在猜想，我其实也只是碰巧遇到了这些事。周警官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继续调查。我很感谢你能够提供如此重要的信息，但为了信息的正确性，也请你随时保持联络。我肯定会全力支持你们的行动。那大鹏先生，你可以回去等消息，毕竟这件事的情况过于复杂，抓捕行动也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那我就先走了。大鹏交代完毕后便离开了警局。大鹏从警局回到家后，便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松了口气。大鹏先生，你回来了。一楠，你给我倒杯水。周一楠见状，马上跑回厨房，给大鹏端过来一杯凉白开。大鹏接过对方手中的水杯，一饮而尽，马上就精神了不少。就在这时，手机忽然震动了下，大鹏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发现是苏小小发来的消息。大鹏想了想，财务管理。大鹏想到了一个工作，那就是帮自己管理财产。毕竟自己眼下是拥有上亿资产的人，未来也会拿出一部分钱做其他事情。第二日一早，大鹏吃早餐后便驾车再次来到了苏小小家。大鹏先生，早上好。大鹏先生，请坐，我去给你倒杯水。用不着的，苏小姐，我先问你几件事情。好吧。大鹏轻咳了2声。财务管理你能做吗？当然可以呀，我最在行的。个人财产管理呢？个人的话应该更简单，财务管理属于公司层面，要考虑的东西也会更多。我今天来给你介绍的工作就是个人财产管理。给谁做管理呢？给我。大鹏微微一笑，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合同。好好看一下上面的内容，觉得没啥问题就签个字。好。对方拿上合同单后，就立刻认真阅读了起来。可就在这时，门外却再次响起了敲门声。大鹏先生，我去看一下。苏小小放下合同，走向门口。苏小姐，你在家吗？陈文杰拎着皮箱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格外有趣。苏小小听到这声音愣住了。大鹏先生，是上次那个人来了。给他开门，没有事的。苏小小犹豫不定。苏小姐，你在不在家？我是来赔礼道歉的，你能不能开下门呢？几秒钟后，苏小小开门，陈文杰拉着皮箱走了进来。陈文杰一眼就看到了大鹏坐在沙发上。苏小姐，你终于开门了，小弟今天是来登门道歉的。你要道什么歉？就是前几天做的那些事，小弟真心请求你的原谅，也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对方说完就将皮箱放在了苏小小面前，苏小小脸色一慌，吓得后退了2步。苏小姐，你不用害怕，里面是我的一点好意。陈文杰二话不说就将皮箱打开，400万现金整整齐齐躺在了里面。钱，这是我给苏小姐一家的赔偿，也希望苏小姐能够网开一面，原谅小弟前几次做的过错行为。我不要你的钱。苏姐，你别不要啊！这钱你从哪儿拿的，拿哪儿去，只要保证以后别来骚扰我就行。姑奶奶，我求求你，这点钱你就拿上吧，要不然我也不好交代。什么不好交代？大鹏此时也站起了身，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赔偿的钱你就拿上吧。大鹏先生，他给的可是400万。赔偿你400万很多吗？把你家弄得那么惨，400万是应得的钱。可是没有什么可是，这钱你就拿上，也省得他担惊受怕。大鹏说着就将皮箱从陈文杰手中接了过来。陈文杰此时此刻也终于将悬着的心放了下去。你还有其他事吗？没有了，没有了，咱们永不相见。对方马上回了句，然后就走出了房间。大鹏呵呵一笑，然后转身再次回到沙发坐下。反观苏小小当下却愣在原地不知所动。苏小姐，合同你看完了吗？等一下，大鹏先生。他慌忙的，然后再次拿起合同认真阅读。几分钟后，可以吗？我可以。既然如此，你就签字吧，然后和我去买一套别墅。好的。苏小小在合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别墅，你也顺路存上刚才的钱。翡翠城售楼中心这段时间的生意都不怎么景气，几名销售人员只能聊起了八卦。你们说咱们前同事苏小小到底做了啥？怎么说不在这里干就不在这里干了呢？你们难道没听说吗？听说什么？因为苏小小她欠了高利贷，所以老板才让她自己辞职了。怪不得她之前还去兼职，想必也是为了偿还高利贷吧。都说什么呢？我们在讨论苏小小呢。什么苏小小苏大大的，老板花钱雇你们过来，就是整天聊八卦讨论人的，整天卖不出去一套房，说别人坏话却一套一套，谁再给我偷懒就收拾东西滚蛋。林月凤掐着腰训完话后就转身准备出门，然而此时看到一辆兰博基尼停在了门口，她顿时就激动了起来，心想着一定是那天想买别墅的帅哥来了，二话不说马上走上前来准备迎接。可她惊讶地发现，一个认识的人竟然跟着那位帅哥走了进来。苏小小，林姐，你曾经的同事，我当初的上司林姐，也是销售部门的经理，人很好，对我也很好。既然如此，就让他推荐别墅吧。好的。我的老板想买一栋别墅，林姐你现在有推荐的没？老板。林月凤听完苏小小说的话后，顿时就反应了过来。有的。林月凤马上邀请他们2位进入会客厅。啥情况？苏小小，你不是说他欠高利贷被带走了吗？怎么现在坐着兰博基尼又出现了呢？那些原本还在讨论苏小小的同事，看到苏小小坐着兰博基尼跑车和一个帅哥来买房，简直就要嫉妒死了。但要说嫉妒，首先自然是林月凤本人，心里是要多没有滋味就多没有滋味。也就没几天不到的时间，人家就成了来这里的顾客。苏小小认真地看着林月凤拿过来的翡翠城别墅宣传图。大鹏先生，你觉得这栋咋样？他拿起图纸递给大鹏。大鹏听闻瞥了眼图纸上的内容，这栋别墅的外观非常漂亮，内部装饰也都是欧式风格呢。但是面积太小了吧？那我再给你看看。苏小小得到大鹏的购房需求后，便更加认真地查看了起来。林月凤站在旁边，发现自己有点多余，毕竟苏小小当初就在这里上班，对公司大部分房源都有一定的了解。于是乎，在10分钟过去后，苏小小和大鹏看了10多套，满意的也仅仅只有2套。新河湾的6号别墅不错，剩下的就是紫园的8号别墅。林姐，咱们现在有空去看一眼现房吗？当然可以。那大鹏先生，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吧。好。半小时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星河湾一栋棕色2层别墅前。大鹏先生请。大鹏他们走进别墅，进入后的第一眼便发现客厅非常明亮，不错。然后大鹏他们把主卧、次卧、保姆室、餐厅、娱乐厅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大概20分钟后回到客厅。星河湾的别墅每一栋都标配游泳池，可以提供5到10人的游玩空间。不错。6号别墅的房间一共有7个，也完全满足了大家庭的居住。就它了。大鹏先生不去看第2处了吗？我觉得这里还行，也满足了所有需求，没必要看第2处了。既然如此，那我给大鹏先生说明一下，咱们星河湾6号别墅的总价为3800万。苏小小听到这个数字顿时惊呆。大鹏先生是我们翡翠城的老客户，你如果决定要买6号别墅的话，
可以先交1000万的首付，剩下的钱分36期定时还款。大鹏摆了摆手，分期的话太麻烦，咱们直接全款吧。全款。林月凤听到大鹏说出这2个字后，呼吸顿时就急促了不少。要知道这栋别墅总价可是3800万，能够拿出全款买下它的人，整个宁远市也挑不出几人吧？有问题吗？没问题。没啥问题，咱们现在就签字，下午没准也就能搬到这里住了。林月凤生平头一次碰到如此爽快的人，爽快的让她都有些怀疑人生。苏小小作为大鹏私人财产的管理员，自然是同林月凤返回售楼中心拿手续。大鹏则拿出手机来到了落地窗前，拨通了周一楠的电话。大鹏先生，你现在联系下搬家公司，简单收拾下家里的东西，然后来星河湾6号别墅找我。莫非大鹏先生已经买上别墅了？好的。大鹏站在落地窗前思绪万千，如果放在当初，自己别说买别墅，租个好公寓都没钱，可眼下3800万说拿就拿，别墅也是说买就买，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大鹏拿起电话一看，郭雅宁，郭姐，你找我有啥事？大鹏，你明天得空吗？有的，啥事？那明天中午劳烦你来姐姐店里一趟，我有件东西想让你过来把一把关。看东西？是的，帮我鉴定一个古物的真假。可以。那我明天中午在店里等你。好。第二天中午，大鹏来到了聚宝楼楼下，整理了一下衣服后，便走进了聚宝楼。服务员看到来人是大鹏后，立马面带微笑走上前来。大鹏先生，请随我上楼。好的。随后2人来到2楼一宝阁。郭姐，中午好。大鹏，你终于来了。大鹏随即发现屋子里还坐着其他人。大鹏，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东海市新药阁刘凯南刘先生。你好。刘凯南没有任何举动，坐在那里反倒是嘴角微扬。刘先生和我一样开了家古玩店，他本人对古玩的研究也比我强。我其实对古玩只是一知半解罢了。大鹏看向刘凯南，鉴定。鉴定成功，姓名刘凯南，外号男子，年龄33岁，身高175厘米，体重70千克，职业古玩店店长，古玩走私犯。走私犯，开启详细说明。刘凯南常年在国内和倭国流转，在2010年成功走私一件青花瓷，以3300万的价格出售给倭国某亿万富翁，同年又成功走私一件明代字画，刘凯南从中获利1700万。好家伙，竟然是个国际倒爷。郭老板，你说的鉴宝高手难道就是他？另一名中年男子坐在座位上，一副目中无人的态度，似乎没将任何人放在眼里，说话的语气更是充满了嘲讽和不屑。大鹏听闻便也看了眼对方。鉴定。鉴定成功，姓名林长明，外号老六，年龄55岁，身高172厘米，体重67千克，职业宁远市古玩协会成员。怪不得会如此嚣张，原来就是混古玩圈的老家伙。云伯伯，你可别小瞧了大鹏先生，我出手的吉祥重宝和积血石印章，那可都是他一个人在外面找到的。屋子里的那2人却仍旧面无表情，毕竟在他们眼中，大鹏就是一个新手。既然咱们人都已经到齐了，郭老板也应该把东西拿出来，让大伙看看了吧。请稍等。就在此时，一名面带凶相的男子走了进来，而在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名女子，女子双手捧着一个红木木盒。2位请坐。他们这些人是？听到对方有些蹩脚的语言，大家伙都皱起了眉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没穿内裤是本次医保的客人，另外一位是他的助理一卷册子。没想到竟然是2个倭国人，他们手上能有什么好玩意？没穿内裤扭头命令册子将木盒放在桌子上。既然是郭老板的朋友，也就顺便让他们开一开眼吧。可笑可笑，让我开眼。没穿内裤顿时停下了动作。云前辈是我们古玩协会成员，他本人自然也是鉴宝无数。原来如此。大鹏则坐在角落里，没发表任何看法。没穿内裤将木盒轻轻开启，一个巴掌大的小物件随即出现在众人面前。啥玩意？碗。他们带来的东西名叫圆玉碎花金丝碗，听说是曾经倭国的一场战役中流落下来的。玉碗吗？是用一块整玉制作的碗，制成后玉产生了裂纹，工匠随即将金丝覆盖在了裂纹中。云长明一脸的震惊。我可以看看吗？当然。当云长明将玉碗拿到手中后，就忍不住赞叹了一句：好美。我家老板也是在机缘巧合下才得到了它。对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云长明一愣。此物诞生年份应该在元朝，那时候我国发生了一场战争，此物也就跟着流落到了我国。明白明白。云长明将玉碗单手拿起，另一只手则打开手电，然后认真观察起碗的底部。
刘凯南在旁边那叫一个着急，他是真的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如此完美的玉碗。云伯伯，你觉得它价值多少？玉碗的价格本来就高，更何况它的用料极为考究，工资水平更是无法触及的顶端，我估价最少这个数。明白了。郭亚宁听闻点点头，跟着让刘凯南观看。其实5000万也是他本来想要出的价格，但梅川内裤始终却是一口价9000万，少一分都不行。刘凯南拿到玉碗后，便更加仔细地观察了起来。玉碗周身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玉碗颜色在肉眼下也看不出问题。刘凯南说实话，着实有些眼红了。刘先生觉得怎么样？此物难得，郭老板尽快下手吧。大鹏先生来了。大鹏站起身来。还有啥好看的？他能看出来个啥？云前辈何出此言？鉴定古玩讲究的就是经验，你告诉大家你有什么经验，或者说一说你在古玩界有什么造诣。我没有任何造诣，但我只追求一点，真的东西假不了，假的东西也真不了。郭老板既然将我叫来，那就是对我实力的认可。臭小子，你狂什么？云伯伯冷静。大鹏没再理会对方，转回身看向桌面。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玉碗。物品诞生年份：元朝。物品稀有度：63。物品完美率0%。0%？啥情况？开启详细说明。此物本体为玉碗，后在战乱中破碎，被梅川内库发现后复原，加入了金线和胶水，并改名元玉碎花金丝碗。原来如此。大鹏拿起玉碗，再次研究了下金线，然后从底部用手电筒打光，发现了些许的蛛丝马迹。大鹏先生，你对此物有何见解？有一说一，我觉得不咋地。郭亚宁听到后愣住了，哈哈哈，竟然会说不咋地，真东西假东西都看不出来。我说郭老板，你叫他来是为了活跃气氛吧？梅川内裤听到大鹏说的话，皱紧了眉头，一卷册子眼下则没有任何表情。大鹏淡然一笑，回到了座位坐下。你小子站出来一通乱说，真以为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大鹏，你为何会说玉碗不咋地呢？郭姐，你若听我的，就千万不要买，完全不值5000万。那你给姐一个价格吧。50万。在场所有人听到这个价格后微微一愣。臭小子，你是来捣乱的吧？一个玉碗在你眼里就值50万？郭老板，你想要干什么？怎么叫了一个年轻人过来，还说我的玉碗只值50万？大鹏听闻便看向梅川内裤。鉴定成功。姓名：梅川内裤。年龄：47岁。身高：177厘米。体重70千克。职业：国际倒爷、造假专家。开启详细说明。梅川内裤在2000年从事倒卖古玩的生意，同年7月份成功倒卖掉一件唐代铜镜，2004年8月倒卖掉一幅清代字画，2008年3月倒卖一块明代玉佩。嚯，一个屋子里竟然出现了2个国际倒爷。况且梅川内裤看起来明显要比刘凯南厉害得多。大鹏随即就又看向了一卷册子，可没想到对方此时也在盯着自己。鉴定成功。姓名：一卷册子。颜值87。年龄24岁。身高168厘米。体重45千克。职业：古玩骗子。开启详细说明。一卷册子在2017年同梅川内裤合作，两人低价收购一些古玩碎片，然后进行拼接，继而将成品倒卖给其他商人。2018年7月卖出一份破损画作，两人从中获利700万元。2019年7月卖出一份拼接而成的瓷器，两人从中获利300万元，并且得到买家的一幅价值200万的真品清代画作。看来他们是一支专业的国际团伙。要我说，梅川先生的玉碗就应该拿给更多的人看看。每一个古玩都是讲究眼缘的，有的人认为它一文不值，有的人则认为它会价值连城。两位看来是个行家。郭姐，你千万别上当，他们卖的玉碗不值钱。郭亚宁到现在都将信将疑，毕竟大鹏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来，他是如何断定出玉碗不值钱的？我的玉碗就是一口价9000万，两位倘若对他有兴趣的话，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刘凯南和云长明马上就打起了小算盘。大鹏偷偷起身，拉着郭亚宁走到了房间角落。梅川内裤卖的确实是玉碗，但玉碗整体是拼接而成，你不信的话，用灯光照射碗底，某个角度就能看到拼接的接口。郭亚宁愣了下，跟着二话不说就回到众人面前。梅川先生，我可以再看一下玉碗吗？郭老板当然可以看，但请你的朋友放尊重点。谢谢梅川先生。郭亚宁得到同意后，就再次拿起玉碗，然后拿出手电筒照射玉碗底部，将玉碗底部看了一圈后，竟真的发现了2处略微奇怪的地方，普通人用肉眼根本很难发现。看完了吗，郭老板？看完了。郭亚宁深吸一口气，然后将玉碗放回原处。郭老板看完了没有要说的？郭亚宁跟着回到了座位坐下。郭老板莫非是不想出手了？只是觉得确实不值9000万，你们定的价格过高，我承担不起。
我看你是相信了那小子的鬼话吧？我只是认为此物价值50万罢了，你也没必要一直站出来针对我吧？50万怎么可能买到极品玉碗？你能不能别用你的无知来玷污古玩？你觉得指你就出手？我可没有逼你别买。我买就我买。云先生倘若喜欢，9000万出给你便是。9000万，说实话确实有点高。如此看来，玉碗是应该归我所有了。刘先生是想要玉碗吗？没错。9000万。9000万。我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刚好有你们国家的账户，3分钟就可以把钱全部转给你。郭小姐，东西既然已经鉴定完毕，那老朽也就先告退一步了。慢走不送。你。云长明顿时就气得老脸一红。郭雅宁没有说什么，站起身准备送对方下楼。不用了。那云伯伯慢走。没穿内裤的手机响了一声。钱已入账，合作愉快。愉快愉快。时间不早了，咱们得走了。几点的飞机？1小时后。哎呀，那我们该出发了。是着急去机场吗？要不我去送你们吧。其实用不着的，我们可以打车去。打车哪有我现在送的快？更何况也不用你们掏车费。那麻烦你了。不麻烦。郭老板，有缘再见。再见。大鹏带着梅川他们驶上了一条便道，突然一掉头向警察局驶。早上7点钟，大鹏起床后看到天气不错，就打算出门走走。刚走出门口，大帅哥，早上好呀。张小姐，6号别墅原来是你家。今天如果没有碰到你，都不知道你住在星河湾呢。张小姐也在这里。我是来碰头家做客，他住在9号别墅里。原来如此，咱们2个人如此有缘分，不邀请我去你家里坐一坐吗？不胜荣幸。大鹏说罢，马上给对方领路。张诗雨跟在大鹏身后进入别墅。请坐。大鹏最近在忙些什么？没什么，就到处走走。没去古玩街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吗？主要是没有适合下手的。那有没有兴趣去其他地方看看呢？济南市3天后会举办一场古玩交流会，大鹏有没有兴趣去那里看一看呢？大鹏听闻顿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鹏想去的话，我可以送你一张内部集会门票。张诗雨说着就拿出一张金色卡片，然后放在了茶几上。感兴趣吗？当然。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起出发呗。倘若有张小姐陪着，京南之旅肯定很美好。我同样非常期待。第二天早上9点，大鹏便登记完，来到候机室坐下。3分钟过后，张诗雨也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名衣着时尚的少女。大鹏。张小姐。大鹏，给你介绍下，我的好闺蜜郑一倩。大鹏看向对方，微微点头。郑一倩却没有什么反应。倩倩，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提起的大鹏。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卖给你帝王绿的人。郑一倩终于有了点反应，大鹏也没多想，却比较好奇她的身份。鉴定成功，姓名郑一倩，颜值90，年龄24，身高176，体重45千克，兴趣爱好演戏、唱歌，收藏古玩，职业明星，是否开启详细信息？明星，开启详细信息。三围95、67、95，特殊经历0。你盯着我看什么？大鹏估计是看上你了。你不要给我开玩笑。郑一倩脸蛋一红，随即找了个座位前坐下。大鹏和张诗雨也找了个位置坐下。大鹏，你千万别在意，倩倩她的性格就是这样，总觉得男人都对她有意思。你闺蜜是大明星啊？你咋知道的？她拍的电视剧现在还在电视台播放呢。没想到大鹏关注的挺多呀。这时，机场广播告知他们现在乘坐的飞机可以前往登机口登机了。3人听闻起身拎着行李箱走出候机室，登上了飞机后。大鹏，怎么了？我想知道你和聚宝楼的郭雅宁是什么关系？当然是顾客和老板的关系了。是真的吗？当然是了，不然还能有啥？那大鹏以后也考虑下我的店呗，保证会比郭雅宁给的价格高出5%。谁给的价高，我自然就卖给谁。后面我出东西会和你提前说一句。成。就在此时，其他乘客也就都慢慢走了上来。郑一倩身旁坐了一位年轻妹子，那名年轻妹子一直盯着她看。郑一倩起身拍了拍张诗雨的肩头。怎么了？张诗雨下一秒就也注意到了什么，便和对方换了座位。当明星看来很辛苦啊，坐飞机都要提防着人。没有办法，我也不想。而大鹏跟着就看到对方脖颈处有一块玉石吊坠，整体看上去挺大个，可颜色却有些许奇怪。你怎么又盯着我看？我就是对你戴的玉有点好奇。我的玉？郑一倩将玉石吊坠摘了下来。这块帝王玉是我从原料产地买的，算上雕刻师傅的雕刻费，一共花了40万。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吗？帝王玉价格单一小块那都是几十万，倘若郑一倩所戴的吊坠真是帝王玉，那40万的价格有点少。可以。
郑一倩将吊坠放在了大鹏的手上，与此同时，张诗雨也好奇的支棱起了耳朵。大鹏拿到吊坠后，仔细看了起来。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次品帝王绿翡翠吊坠，物品稀有度13，物品诞生年份未知，物品完美率60%，是否开启详细信息？开启详细信息。本品原料完好，而雕刻师进行雕刻时手滑，导致帝王绿一处表面发生碎裂，最后利用连接处的红绳遮挡住了裂痕。原来是在这里，怪不得看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我可以解开绳子看看吗？解绳子要干啥？不好重新复原的。谁和你说的？雕刻师傅啊。问题就出在了雕刻师身上，他弄坏了你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什么？咋了？大鹏说我买的帝王绿翡翠有问题。哪里有问题？这里。大鹏此时已经将帝王绿吊坠上的红绳全部拿了下来。张诗雨第一眼就看到了几处裂痕，郑一倩看到后当场就气炸了。那个雕刻师竟然骗我，我现在就要去举报他。本次航班即将起飞，请所有乘客关闭飞机，检查自己的座椅和安全带。这时机舱里的广播响了起来，郑一倩听到后也就只能忍着心中怒火。飞机到达上空后逐渐平稳了下来，同时跟着平稳下来的还有郑一倩。大鹏先生，你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教教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咱们到了京南古玩交流会，你能不能帮我挑个好东西呢？郑一倩看着大鹏叭叭叭的说个没完，大鹏只是轻轻的点点头，并告诉对方一般帝王绿吊坠的价格都在100万之上，40万的帝王绿吊坠十有8九存在问题。哥们，看来你对玉石很懂啊。我也只是略知一二。我说哥们，你也太谦虚了。在下张玉坤，能不能认识一下？我叫大鹏。大鹏先生去京南准备干啥呢？我吗？我是准备参加京南市古玩交流会，听说今年的交流会规模非常庞大，各个地区的古玩收藏者都会汇聚于此呢。我也是。缘分啊，大鹏先生，一会去喝一杯？不了，我有朋友。张玉坤随即看了眼郑一倩和张诗雨，脸上露出一副你懂得的表情。那咱们就有缘再见，希望在交流会能碰到你。30分钟后，飞机平稳落地，到达京南。大鹏一行人拉着行李走出机场，随后打了车前往了酒店。到达酒店后，就已经是下午2点多。张诗雨和郑一倩放下行李后，来到了大鹏的房间。大鹏要和我们出去逛街吗？我想休息会。那我们现在就出去玩了，晚上叫你出来吃饭，别拒绝。好的。晚上7点，大鹏接到了张诗雨打来的电话，几个人约定在京南市夜市街街口见面。大鹏打车到达目的地后，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路上堵车，不好意思。我们俩儿其实也刚到这里没多久。咱们去吃啥？我看到这里有很多小吃店，咱们去看一看吧。3个人在夜市街边走边吃，几乎吃遍了所有小吃。你们快来看！大鹏听闻定睛一看，发现是一个卖古玩的摊位，地摊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古玩。明天才是古玩交流会，东西要比这里多得多，更何况在这里摆摊的古玩100%都是现代工艺的残次品。然而郑一倩却并没有想走的意思，于是她便蹲下拿起一件古玩把玩了起来。走一走看一看，古代的好玩意，买回家收藏了。明的、清的、唐的、宋的，五代十国的全都有啊。5代10国的都有。诗雨，你看这上面的图案，是不是像一条腾空的青龙？怎么可能是青龙？小姑娘，你的眼神是真不错，它可是唐代官人佩戴的玉佩，去年拍卖会上拍出这么一块，竞拍价格直接突破了300万呢。300万呢？假的。小姑娘，你不要吗？我可以低价卖给你，180万怎么样？我不要。而大鹏蹲在另一侧看着地毯上的东西。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塑料小球，物品稀有度0，物品诞生年份2017年，物品名称：纺织水晶杯，物品稀有度2，物品诞生年份2004年。看了一会，大鹏也没有发现能够下手的玩意。大兄弟，你买不买？不买我可就要走人了。才几点你就要收摊？没人买我摆着干啥？大兄弟，明天再来看吧。地摊老板跟着开始收着地上摆的东西，然而就在对方将一排高仿瓷器拿走后，大鹏就发现在那堆破烂下面冒出一道金光。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明代和田玉玉牌，物品稀有度68，物品诞生年份1477年。玉牌。大鹏二话不说就向前伸出手撬了起来，不到一会终于找到了那块明代和田玉玉牌。玉牌整体看上去早已没有了模样，完完全全就是一块破铜烂铁而已。张诗雨看到大鹏拿了一件东西后，也非常好奇的凑上来看了一眼。大鹏，你拿它干啥？大兄弟喜欢的话就出个价拿走呗。我出价吗？我今天一件东西都没卖出去，你开个价，我卖给你就当开张了。老板，你咋说也辛苦摆了一天，我手里的东西算上他就给你出30吧。
大鹏说着就随手从地摊上拿了枚古币，地摊老板脸当场就绿了。大兄弟，你多拿了一件，得加钱，怎么说也得200块钱吧？我那个古币可是光绪的。35不能再多了。35就35吧。地摊老板也懒得废话，毕竟他左右也是赚钱，无非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大鹏跟着就站起身给对方扫码付款，然后将玉牌和那枚古币全部放到了口袋中。三人随即就继续向前方走去。大鹏，你刚才买的东西我可以看一眼吗？当然可以。大鹏听闻就将口袋里的玉牌拿出来递给了对方，对方拿到手中后简单看了眼，发现此物就是块破铜烂铁，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他买的是啥东西呀？可看到张诗雨一手铁锈，当场就愣了一下。大鹏，你30块钱不如买点吃的，买一块生锈的铁是想证明自己很锈吗？大鹏听到后笑了笑，跟着就将玉牌拿到自己手中，缓缓解释道：“我买的可是明代玉牌啊。”明代玉牌？你们不相信？怎么可能相信啊？它明显就是一块铁皮。不相信你明天可以看，它确实是一件明代的玉牌。大鹏说罢，就将东西放回了口袋。三人在夜市街逛到了11点多，便从路边叫停一辆出租车，返回到了酒店。回到酒店后，就已经将近半夜。明天上午8点，咱们在门口集合吧。可以。大鹏回到房间后，坐在床上，轻轻拿起玉牌，用小毛刷擦拭了起来。大概10分钟后，终于露出了一些它原有的模样。不错不错，玉牌整体较为镂空，镂空处卡了铁屑，自然就增加了重量，也就导致大多数人看到了它，或者将它拿起来，都不会认为是块玉牌。当大鹏将铁屑清理完毕后，一个完美的明代玉牌就出现在了眼前，真是完美。第二天早上8点，大鹏起床后将玉牌包好放回口袋，然后起身出门走下了楼。当来到门口后，就发现张诗雨已经在这里站着了。郑一倩呢？她在屋子里化妆呢，晚上回去不睡觉，非要看什么电视剧。来啦！郑一倩像一股风似的冲了出来。出发！三人在门口打了辆车。你们去哪儿？我们去京南市古玩一条街。你们也是去那里的？司机大哥为什么这么问？今天很多人去那吗？对啊，拉的都是外地乘客。看来今年的交流会比往年要热闹许多。大鹏，你说的玉牌今天带了没？在这里。大鹏将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递给张诗雨，而当他拿在手中后，就顿时瞪大了双眼。诗雨，你怎么了？郑一倩看向张诗雨手中的玉牌，天啊！张诗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他对玉的钻研已经到了极致，在宁远市玉石界那都能排得上号的人。可昨天晚上他竟然没有看出来大鹏买下来的是一块明代玉牌。大鹏，你也太厉害了吧，竟然真的是一块明代玉牌，保守估计应该都在100万以上了吧？100万都少。此玉牌取自和田玉，质地细腻，品相完美，镂空设计也独树一帜，如此美观的玉牌我是头一次见。大鹏，你是赚大了呀！大鹏只是微微一笑，没有作声，毕竟只是一块明代玉牌而已，保守估计也就300万不到。张诗雨把玩着玉牌，有些爱不释手。大鹏的玉牌不准备出手吗？张小姐喜欢吗？我自己收藏了好几个在家，但是这枚玉牌雕刻工艺和雕刻内容挺好，所以也想收藏一下。既然如此，那你估个价。张诗雨拿着玉牌看了看正反面，跟着又看了看四周边框，270万。和田玉的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大鹏的明代玉牌在分量上价格怎么说也要定在100万左右，剩下的那就是时间和雕刻工艺上的加价。镂空雕刻的手艺在清代渐渐成熟，可自己的玉牌却是明代的产物，怎么说也是当时极为奢侈的物品。更何况在最近几年的拍卖行上，玉牌的价格也是在200万到400万之间。大鹏没有说话。玉牌的存世量比较多，价格自然也就比较低，我只能出到270万。我出300万。你要买？我觉得大鹏这块玉牌特别漂亮。诗雨，你家里玉牌那么多，这一块就让给我好不好呢？可是玉牌是我先看到的啊。价高者的，你经常说。大鹏眼下依旧没说话，但倘若真的出价300万的话，自己绝对会马上点头答应出手。你真喜欢？那我让给你了。300万的话，大鹏应该会出。谢谢诗雨宝贝。郑一倩说罢，就将明代玉牌拿到手中。大鹏，我花300万买你的玉牌可以不？好。回酒店我给你转账，玉牌我就先拿上了。大鹏一行人到达目的地下车后，就发现交流会异常火热，放眼望去，各种各样的摊位应接不暇。大鹏他们来到了第一家摊位，发现这是家专门卖瓷器的摊，摊里摆放了10几款瓷器。这个瓷器看起来不错，应该是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师傅眼光真不错。大鹏见状，也就仔细瞥了眼他们观察的东西。鉴定成功。物品名称：高仿元青花瓷。物品稀有度2。物品诞生年份：2017年。
看到数据后，大鹏就马上将目光放在了其他瓷器身上。郑一倩此时则镶上了一款瓷器，它好漂亮呀，做工也精致。诗雨，你说它来自什么年代呢？张诗雨一脸无语，并未回应。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清代瓷罐。物品稀有度1。物品诞生年份：2008年。大鹏，你快看这款瓷器，老板说它是宋代官窑。大鹏没有拒绝，但表情略微尴尬。是假的，假的，一看就是假的，形状奇怪不说，颜色也特别假。大鹏大致看了眼其他瓷器，发现就没有一件适合自己下手的。三个人继续向前方走去，走了没2步，就看到了一个地摊，围着好多人。老板，这是什么的？战国的。老板，我拿的这个呢？唐的。郑一倩看到热闹的地方，就马上凑了上去，蹲在地上，随手拿起一个就看了起来。张诗雨见状，也就蹲在了他的身边。大鹏则走到另一侧，拿起一枚硬币看了看。你觉得我看的这个咋样？张诗雨皱起眉头看了看，然后摇了摇头。对方拿着的就是块铜片，上面雕刻的痕迹已经不明显，根本就无法确定它的来历和时间。看来我需要找大鹏问问去。他说罢就抬起头寻找大鹏。大鹏眼下正拿着硬币仔细研究，他发现硬币正面磨损严重，背面上的文字却无法阅读，似乎是一枚来自国外的古代硬币。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海盗金币。物品稀有度12。物品诞生年份：1455年。海盗金币吗？大鹏拿在手里简单把玩了下，决定买下来。而就在这时，郑一倩走了过来。大鹏，你给我看看它怎么样？它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普通废铁。物品稀有度0。物品诞生年份：2001年。就是一块铁。郑一倩本来对古玩交流会特别期待，可在2次碰壁后就没有了任何心情。大鹏，你手里拿着的是啥？一枚金币。金币？这个多少钱？你买的可是一枚金币，500块你可以拿走它。大鹏没想到地摊老板有2把刷子，竟然能够一眼看出来是一枚金币。老板，你的金币正面都磨花了，而且我看它的含金量也没多少，我给你100块钱，意思意思怎么样呢？100块可不行，我很辛苦弄来的，最少得给我450。咱们各退一步，我给你200块钱，你卖的话我就给钱。成。大鹏拿出手机，立刻扫码付款。3人随后继续向前走，突然发现前方的一个摊位上异常热闹。我先看到的东西，你凭什么要买走？价高者的，你难道不懂吗？我管你什么价高者的，我和老板商量好的，说了400块，那就是400块。大鹏循声望去，发现其中一个人看起来似乎很熟悉。张玉坤。哦，原来是他。我先看到的就是我的，我和老板也说了价格，你突然站出来加价也没用。我加价怎么没用了？我给老板出4000块。你有钱就了不起，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大鹏走过来后，就仔细看了眼那本书。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明代医学古籍。物品稀有度77。物品诞生年份：1433年。详细说明是否开启？医学古籍。此时，一个老者出现在了众人面前。都静一静吧。冯老。大鹏仔细打量了下对方。鉴定，鉴定成功。姓名：冯九和。年龄：68。身高：174厘米。体重：66千克。职业：津南市古玩协会高级会员，新宝轩连锁古玩店幕后老板。隐藏知识：以权谋私，毁真留假。是否开启详细说明？开启。冯九和在2014年当上古玩协会高级会员后，便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家里人谋事业，并且常常收下私包给其他人进行假鉴定。冯九和在2018年8月8日出任一部鉴宝节目嘉宾，故意将一个真品原青花打碎，并告知现场观众赝品青花瓷为真。随后在2018年8月18日将赝品青花瓷拿出拍卖，成功拍下880万的高价。好家伙，老头挺狠啊！我作为咱们古玩协会高级会员，就给你们提个折中的建议吧。东西是地摊老板卖的，就应该由地摊老板来定。就是，兄弟不好意思，我也是小本买卖，照顾下我的生意吧。所以你要4000块卖给他？都是小本买卖，当然价高者得。你出4000，那我就出5000。你出5000，我出5500。6000，我出6300。你谁啊？你管我是谁？我也要买它，价高者的呗。大鹏闻声看向那名冒出来的年轻男子，鉴定。鉴定成功。姓名：郭晓宁。年龄：22。身高：178厘米。体重：60千克。职业：烈阳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隐藏知识：偷税漏税，不正当竞争。开启详细说明。郭晓宁在2020年3月7日联合几名会计做假账，到2022年已偷税漏税几十万元。所有偷税漏税细节全部由自己的女助理沈玲保存在个人电脑当中。2019年，为了能够达到商业目的，同腾达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合作，
双方合伙采取不正当竞争的手段，破坏了金南市一处地皮的开发。郭晓宁作为整个事件的引导者，保存了自己和腾达商贸上层密谋的录音，并将录音笔偷偷藏在了自己家客厅花罐当中。一连串的数据出现后，让大鹏有些吃惊，一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竟然就有如此阴狠的手段。没想到郭经理也来古玩街了。冯前辈，依我看，他们之所以会出高价，是觉得古籍的年代比较强。是吗？老夫鉴宝多年，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本书不值钱的。真的假的？古籍做旧的方法特别简单，那本书我看年代最多也就是民国。那名原本竞价的中年男子看到冯九和郭晓宁站在了一起后，便无奈选择退出。张玉坤依旧不打算放手。你出6300的话，我就出价6500。6500吗？郭晓宁眼下也没有了多大兴趣。我出7000。大鹏。郭晓宁发现大鹏和张玉坤认识后，便露出负与我何干的表情，跟着起身走人。冯九和自然是跟在了他的身后。大鹏，你也看上了这本古籍？我对古籍有收藏兴趣，我家里有几千本古籍，明代和清代的应有尽有。既然说到了这里，这本古籍还是给你较好。张玉坤跟着呵呵一笑，便将古籍交给了大鹏。多谢张大哥成全。大鹏拿上古籍后，跟着就转身来到地摊老板面前，拿出手机扫码付款。大鹏，要不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好是好，只是……大鹏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眼张诗雨和郑一倩，张玉坤顿时会意，哈哈哈，没事，要不然等回宁远，大鹏老弟请我吃顿饭吧。成。说罢，张玉坤便走向了前。1小时后，京南古玩交流会的氛围越来越高，前来游玩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鹏一行人见状，也就没了继续逛下去的兴致，随便找了家可以休息的茶馆就走了进去。当3人入座后，郑一倩马上开口：“大鹏，你7000块买的古书拿出来让我看看呗。”给。大鹏也没有说其他废话，当场就把古籍放在了他们2人面前。郑一倩马上拿起来翻开了第1页，张诗雨则是在旁边用眼角偷瞄。都是什么跟什么啊？大鹏也没有看书的内容，当发现郑一倩的表情奇怪后，也就将目光放在了古书上，似乎是某种针灸疗法。大鹏愣了下，然后也拿起古书认真阅读。只见古书的第1页就是一幅晦涩难懂的画，并且是自己看不懂的特殊文字。外国字吗？我觉得应该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某个小国的文字。古代小国。郑一倩和张诗雨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大鹏点头，继而盯着第1页上的内容。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古今真法。物品稀有度80。物品诞生年份：1427年。竟然是一本500年之久的古籍。是否开启详细说明？开启。此书为古代针灸大师古今所著，其中包含了许多针灸治疗方案，并且均为他本人研究的首创手法。看到如此令人震惊的数据，大鹏也不由得心中生出感叹，此书的价值显然要比7000块高出几百几万倍。倘若交给那些医学研究专家，将此书上的针灸手法解读出来，那岂不是给本国医术又增加了一个强项？咱们接下来继续逛吗？郑一倩喝了杯凉茶后又来了精神，可眼下已是中午，太阳当空，烈日炎炎，太热了。大鹏说的对，咱们继续待会吧。大鹏将杯中的凉茶一饮而尽后，便将这里的服务员叫了过来。先生，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你们店里有没有特色小吃，或者给我们弄一些凉菜上来？有的，请你稍等。对方点点头，然后便马上转身去准备。这时，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看到郑一倩后，眼光就马上锁定了郑一倩。哟呵，美女。大鹏坐在一旁也发现了对方的目光，很显然是在盯着郑一倩看。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给我随便来点菜，再来2份白米饭。您稍等。陈鹏慢慢一步到了大鹏一行人的前面一桌坐下，他有点奇怪，咱们要不换个地方吃？换什么地方？这里不好吗？这时服务员也就端着菜走了过来，请慢用。郑一倩见状也就只能低下头不再吭声。陈鹏在隔壁桌一直观察着大鹏一行人，他的目的只是想认识郑一倩，毕竟他越看越觉得郑一倩像一个大明星。然而没等他开口，就又上来一人。张大哥。大鹏，哈哈哈，缘分啊。张玉坤也二话不说就跟大鹏他们坐在了一起。本想找机会出现的陈鹏当场就傻愣在了座位上。大鹏眼下也刚好能够花时间多观察下隔壁桌的人。鉴定成功。姓名陈鹏，外号陈老六，年龄35岁，身高162厘米，体重55千克，职业倒爷、小偷。是否开启详细说明？开启。陈鹏在4岁的时候被丢弃在京南古玩街，随后吃百家饭长大，成为了古玩街的老人。因为在古玩街时间长，所以有属于自己的门路。在20岁的时候开始从事倒爷的工作
2014年，京南古玩街流入了一件青花瓷。陈鹏看到后，计划下手将东西偷走。在2014年6月5日晚，单独行动，成功盗走元青花，跟着倒卖，赚了400万。有钱后的陈鹏更加得寸进尺。2016年4月7日，盗走1枚玉佩，随后倒卖到海外，赚取了150万。2020年5月15日上午，陈鹏在盗窃时被老板发现，为了免除牢狱之灾，选择私了对方300万。竟然就是个小偷。大鹏看到这里也就没了多大兴趣，可陈鹏放下却越来越着急。他鬼鬼祟祟地看着郑一倩，然后拿出手机想要偷拍对方，可正准备行动的时候，大鹏突然咳嗽了下，吓得他手机当场就掉在了地上，清脆的声响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陈鹏自觉没趣，冲着大伙尴尬笑笑，然后低下头。大鹏看到他老实了下来，也就没再注意这个家伙，看向张玉坤继续聊起了天。大鹏，你在宁远做什么买卖？我现在就是玩，没什么工作做。大鹏的生活也太幸福了吧？其实每天也挺无聊，醒来就要去想干什么。大鹏回答完后，皱起眉头看向身后，外面突然很吵，他随即站起来看了眼楼下，只见在外面的道路上有2个人正在大打出手。你一个老年人不讲道理，卖的东西是假的还不承认？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卖的是假的了？你看看你卖的星月菩提，明显就是一串破烂塑料球。来这里昧良心摆摊卖每串800，大家伙都过来看看，他卖的星月菩提都是假货。什么假的？就在这时，一名中年大叔走了出来，他看起来面相亲和，显然是个和事佬的身份。大鹏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他卖的星月菩提是假的，所有的珠子全部是塑料球，别说800块8块钱都不值。你欺负老人了！卖星月菩提的老头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跟着就拿出一串星月菩提递给了那名中年人。你过来给我评评理，看看我卖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行。中年男子点点头，然后拿起星月菩提认真打量了起来。时至晌午，围观的人虽然没有多少，但依旧有50、60人围着看热闹。与此同时，那名帮忙鉴定的中年人观察许久后，便轻轻点了点头，跟着将手中的东西还给地摊老头。大爷，你卖的是真品？你们2个是一伙的，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怎么会有800的星月菩提？谁都清楚，一串星月菩提最低都在1000左右。小伙子，你有点过分了。小伙子，你是故意坑人家老大爷的吧？不知是谁在人群中突然喊了一句，众人的目光全部聚在了那名大学生身上，明显就是欺负老人。老人家便宜卖星月菩提，你竟然说卖的是塑料球，年轻人真是恬不知耻。说得对，赶紧给大爷钱。大家伙的声讨越来越激烈，对方下意识后退了脚步。别走，给钱！我给钱，我给钱！大学生吓得浑身哆嗦，马上低头认错，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800现金，丢到卖星月菩提的摊位上后，便想都没想就拔腿逃离了现场。一场闹剧终于结束。大鹏站在楼上，表情淡漠，目光一直死死盯着那名大学生。只见对方跑到一个拐角后就停了下来。鉴定成功，姓名张策，年龄20岁，身高180厘米，体重68千克，职业骗子。详细说明是否开启？开启。张策经常假装大学生和同伙进行行骗，忽悠不了解的人购买某些假冒伪劣产品，而后进行分赃，把骗的钱大肆挥霍。果不其然是骗子。大鹏从一开始就觉得下面发生的事不太对劲，老头800块便宜卖星月菩提，确实是会有一定造假的可能性。张策站出来说东西是假也没有啥问题，可问题就出现了，那名和事佬，对方站出来后没多久就帮老头鉴定星月菩提，跟着便向众人表示东西是真的。张策被一顿声讨，丢下钱跑路走人。很显然，一种节奏已经被他们几个人带了起来。张世玉发现大鹏一直盯着楼下看，便也起身来到了大鹏身旁。郑一倩也马上站了起来。大鹏，你看啥呢？你们看楼下。众人听闻纷纷将目光投到了楼下。只见一个卖星月菩提的摊位异常火爆，至少有几十人蹲在那里拿着东西，有说有笑。老板，你的星月菩提都卖800吗？你那里的都是1000块的，我这里的都是800块的，右边放的是2000到5000块的。年轻人听到价格后一下子犯了难，他将目光放在了800块的星月菩提上，可谁知下一秒，另一名年轻人就将他放下的星月菩提拿了起来。品相看起来真是不错，1000买不是活脱脱捡漏吗？那名年轻人在他身旁跟着小声嘀咕了句捡漏，听到这个词他心里就跟着痒痒了起来，估计是要挨骗了。全国古玩街惯用的老套路，几个拖在那里假装买东西，实际上就是为了忽悠那几个小白买家。怎么要被骗了？他们卖的星月菩提都是假的，不管多少钱都是塑料制品，戴上1个月就会掉色变质，然后开裂。我的天！郑一倩听闻便更加瞪大眼睛，想要看看后续结果。果不其然，那名年轻人被说上了道。他再次拿起一串售价1000块的星月菩提，
跟着一步到刚才那名年轻人身旁。兄弟，再给我看看呗。看什么？就是这串星月菩提值不值1000块？我看看。对方听闻便将那串星月菩提拿了起来，跟着眯起眼认真打量了几番。几分钟后，对方终于长叹了一口气：“兄弟，你看上的这串不错，1000块买回去把玩段时间，绝对可以翻它个2、3倍不止吧？”谢谢兄弟。年轻人说罢，就拿起那串星月菩提来到老头面前。1000块。老头看了眼，然后拿出收款码。好嘞。年轻人想都没想，便给对方扫码付款，然后拿着星月菩提美滋滋的走了人。反观其他人也都看到了心仪的星月菩提，老头短短半小时不到就收入了2万多。骗子现在的水准都这么高了。大鹏眼下则在星月菩提的地摊上看到了金色光芒。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玉化星月菩提，物品稀有度43，物品诞生年份1773年。骗子的地摊上竟然有串老东西。大鹏微微皱起了眉头，他发现那串玉化星月菩提就静静躺在一堆盗版星月菩提之中，可能是因为数量太多的缘故，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人发现它的存在。我下去看看。大鹏等等。张诗雨见状也赶紧跟着动身，郑一茜自然是跟在了他们身后。买那种玩意干啥？东西还不是真的。大鹏他们来到了楼下，星月菩提的摊前蹲着几个人，仍旧在互相讨论挑选问题。我觉得买800的比较合适，1000的品相就好一点点而已。你只是现在觉得没差，可当东西成功盘出来，那价格都是几倍几倍的暴涨。你的意思是买贵了？有便宜不占是傻帽，我去看看2000一条的串。其中一人说罢就走向了更贵的区域，殊不知他也是其中一位托，目的就是把人往更贵的地方领。果不其然，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有几名顾客就也跟着走了过去，眼眸中透露着迫切，毕竟谁都喜欢钱，谁都喜欢去占便宜。反观大鹏一行人来到此地后，却没有任何一个拖走到大家伙面前行骗，莫非是看出我们是行家？大鹏脑海蹦出这个念头后，又摇了摇头，毕竟自己来这里是买那串玉化星月菩提的。大鹏，你要买它？张诗雨见大鹏目光一直放下地摊上，忍不住问了句，可大鹏并没有吭声，毕竟捡漏这种事讲出来就没意思了。几位也是来买星月菩提的吗？不。郑一茜马上摇头，张诗雨则是没有回话，只是继续低头看着东西。卖货老头自讨没趣，只好继续看向了其他人。大鹏眼下也刚好有更多的时间，一步到那堆800元的星月菩提前。兄弟，你要买800的？怎么？你没发现卖货的老大爷傻吗？他卖的800星月菩提在其他的，那最少都得花1600才能拿到。大鹏听到他说的话后笑了笑，你看我手上买的这条星月菩提，1000块买的倒手就能卖3000块呢。大鹏瞥了眼，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星月菩提，物品稀有度7，物品诞生年份2004年。竟然是一个真货。大鹏眯了眯眼，跟着就从地摊上拿起一串星月菩提。那我手上的价值多少？你800买了出去就能1600卖。你怎么不买？张策在演完戏后就也来到了酒楼，上到2层后便和陈鹏碰头。陈哥，陈鹏听闻只是点了点头，跟着便起身走到窗边，从楼上向下张望。星月菩提的摊位人数再次多了起来，可能是因为天气慢慢转凉，古玩街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大家伙又再次聚集在了这个地方。大鹏见状也就决定马上下手，他将那串玉化的星月菩提拿起，二话不说就对他再次进行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玉化星月菩提，物品稀有度43，物品诞生年份1773年，特有功效静气凝神。拿着这串玉化星月菩提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它给自己带来了一种淡淡的波澜不惊。拿起来仔细看了又看，大鹏发现此物通明透亮，和其他的星月菩提比起来，确实有一定可分辨的特殊性。于是乎，为了安全起见，大鹏随手又拿了2条。老板结账。好嘞。对方见状马上就把付款码亮了出来，脸上笑容也变得和菊花一样。大鹏拿出手机付款，跟着就头也不回的走人。张诗雨和郑一茜看到这一幕，都纷纷露出不解的表情。郑一茜走到前方的拐角后，终于忍不住看向大鹏，开口问道：大鹏，你傻了吗？我怎么了？你花2400买3条假串，人家那群人都赚大了。大鹏却呵呵一笑，没有做任何解释，随手就将其中2串星月菩提丢到了垃圾桶，唯一的玉化星月菩提则戴在了手上。大鹏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张诗雨却忽然感觉到大鹏的气质在无形之中提升了一层，站在对方身后总有一种微微的压迫感。咱们现在去哪？晚上8点在珍宝堂会举行古玩展览，咱们可以用手上的邀请函参加展会。晚上8点。郑一茜拿出手机看了眼，现在才下午2点不到，早着呢。难不成继续逛街？你们2个先逛，我有点事要解决。你有啥事？
我有啥事，郑小姐也没必要了解吧？咱们是一起来的京南，咱们是一个小集体，你得说清楚你的事。可好在张诗雨此时走过来，挽住了郑一倩的胳膊。咱们去前面看看，大鹏过会就会回来。你让他去啊？我过会儿就回来，你们两个先去前面，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吧。好。张诗雨答应下来后，便拉着郑一倩走向前。郑一倩和张诗雨走出没多远后，郑一倩停下了脚步，看向张诗雨说道：那我看到想要的古玩咋办呀？大鹏可是鉴定大师，我帮你看。可是你的水平太低，我帮你看，你竟然说我水平低？你玉牌都没看出来，大鹏不但一眼看来了，人家还亲手清理了铁锈。郑一倩一脸正经的将玉牌拿出来晃了晃。张诗雨现在是气得半死。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大鹏？我可没有一口一个大鹏的叫，不知道是谁邀请大鹏来的交流会呢？我怎么了？你拍戏多，会演戏，我不和你计较了。话说大鹏在等到他们两个人离开后，便将目光移到了身后的某条小巷当中。出来吧。话音落下，张策和一名光头男子冷笑着走了出来。竟然发现我了！你们俩儿有事？没事，我们也不会出现。大鹏目光则停留在了那名光头男子身上。鉴定成功，姓名郭宏伟，外号郭三，身高177厘米，体重70千克，年龄33岁，职业打收，详细信息是否开启？打收吗？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开启。郭宏伟常年跟在张策身后充当打手，但背地里却也在调戏张策的女朋友，但并未被张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情事。我去，真是没谁了。有事说事。你刚刚买了3串星月菩提，看起来应该是个挺有钱的人吧？怎么打劫？张策哈哈大笑。我们对钱没多大兴趣，倒是你拿着的那本书，能不能送给小爷当个见面礼呢？古书？什么古书？兄弟，你是在给我装傻吗？你身上装的一本古书，7000块买的那本古书。你是说他？大鹏将古今针法拿出来晃了晃。对，张策之所以会带着郭宏伟追上大鹏，是因为陈鹏在半小时前给自己下的命令他跟上大鹏，然后想办法拿到古今针法。张策当然舍不得花自己钱买，便决定叫上郭宏伟和自己把书抢走。反正大鹏也不是本地人，7000万我可以给你看一天。策哥，我看他是故意的，咱们直接下手抢书吧。然而大鹏目光却一直锁定着郭宏伟。你看我干啥？我就是看你长得有些衣冠禽兽，想必是喜欢去骚扰别人老婆吧。郭宏伟心里止不住的打鼓，不知道对方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是啥意思。骚扰别人老婆，兄弟，你相信他说的话吗？不相信。你不会真的做过吧？没有。和哥说说是谁媳妇，也给你跟我介绍介绍。有可能也是女朋友。有你说话的份吗？莫非他知道自己和张策女朋友的事情？女朋友岂不是更爽吗？张策的笑声越来越大，郭宏伟很害怕大鹏继续往出说，硬着头皮冲大鹏挤眉弄眼，希望大鹏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别再说废话了，你去抢书，我把风。策哥，咱们抢劫的话有监控，到时候查起来咱们俩躲不掉。你怕监控了？我的意思是，策哥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吧。也对。张策起身走向了别处，在张策走后，大鹏看着郭宏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你笑什么？我笑你比较聪明，知道让张策离开。大哥有话好说。什么话？就是小弟的事，大哥只要不往出说，让我去做什么都可以。哦，大哥咱们有话好好说，小弟保证都听你的安排。那你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会跟踪我？是陈鹏让我们来的。他莫非是在9楼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带着古书？他有没有说什么理由？他说他想要你身上的古书。张策听到马上答应了他，毕竟陈鹏在古玩街有背景，我们这种人都得叫他一声陈哥。陈哥，他没有说别的吗？他似乎说你的古书很有价值，让我们最好能找你买回来。可张策舍不得花钱，就想要抢。那你现在应该明白自己要怎么做吧？我肯定明白，大哥你不用管，我会处理得当。那你现在就走，以后别跟着我了。若再让我看到你和张策女友的事，懂？我懂。去吧。好的。说罢，郭宏伟转身跑向了别处，躲到小巷，停下脚步，举起拳头看了看，跟着就一狠心一跺脚，对着自己脸上就给了一拳。确定不会发生任何问题，郭宏伟拨通了张策的电话。与此同时，张策躲在另一条街上等着郭宏伟的好消息。电话响起，他马上就摁下了接听键。喂，策哥，是我。事情做成了吗？策哥，我没想到对方是练家子，我东西非但没抢到手，现在也受了伤，需要去医院一趟。你给我仔细说说。我在街口和你见面，我得赶紧去医院看一下眼。郭宏伟说罢就将电话挂断，
然后起身向着街口拼命跑去。大鹏处理完事情后，便再次和张诗雨他们碰个头。对方两人此时在一处地摊前看着东西。大鹏，张诗雨发现大鹏后立刻起身，反观郑一倩却仍旧蹲在那里看东西，似乎对地摊上的古玩有特别大的兴趣。卖货的老板见状也马上凑了上来。小姑娘，你要不要买个唐三彩？唐三彩。郑一倩看向对方放下的东西，从形状上看似乎像是一匹奔跑的野马，整体上色泽鲜艳，并且面貌饱和有料。事情解决了？解决完了。那咱们接下来去珍宝堂看看。张诗雨说罢就转身指向了前方的建筑。珍宝堂顾名思义，里面会全都是宝贝，并且进入珍宝堂的古玩要有一个先行条件，那便是得到京南市古玩协会的鉴定书，也就是说那里的古玩都是真品。可以啊。大鹏眼下正愁自己找不到好的古玩呢。珍宝堂既然真的和他人所说的一致，那怎么说也要去好好的看一看逛一逛。两人一拍即合，转身则发现地摊老板依旧在给郑一倩推荐着东西。唐三彩可是唐代的代表古玩，你现在买上的话放在家里，它的价值每天都会蹭往上涨。我就是觉得它挺漂亮的。那你就买一个呗，况且价格也不贵。多少钱？50万。大鹏听到对方出价后，看向面前的唐三彩，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高仿唐三彩。物品稀有度2。物品诞生年份：2011年。果然是个假的。张诗雨此时也来到郑一倩身旁，拍了拍她的肩膀。咱们该去其他地方了。我没看完呢。你要看啥？唐三彩你没看到吗？你看它的颜色多漂亮。漂亮？难道不是吗？郑一倩挠挠头，然后再次看向地摊老板，让对方给自己好好说一下唐三彩的历史。对方听闻，马上清了清嗓子，继而缓缓开口道：说起唐三彩，咱们首先要说，我们不买。没等地摊老板说完第一句话，张诗雨就把郑一倩拉了起来。不买。地摊老板本来认为自己在忽悠，郑一倩说不定就会花50万买一个，可张诗雨的出现却打破了自己的套路，自然是心生不爽。你的唐三彩去卖给别人吧。怎么？50万的价格要得太高，你找找其他有钱没处花的人。淡淡的给对方丢下这句话，大鹏便领着张诗雨和郑一倩便向着前方的珍宝堂走去。三个人走了几步后便放慢速度。你是不是傻啊？50万买假货？假的。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你没发现它的颜色鲜艳过分了吗？我一个小白，什么也不知道呀。如果是真的唐三彩，卖几千万都不算高，你觉得你花50万能买到真的唐三彩吗？几千万。郑一倩马上就明白了大鹏说的意思，跟着就看向张诗雨，撅了撅嘴。你和我说专业的话，我听不懂，能不能和大鹏一样讲得简单一些？张诗雨眼下是气不打一处来，可让他更加万万没想到的是，郑一倩下一秒就跑到了大鹏身边。大鹏一会儿到了珍宝堂，你帮我一下，我想买件漂亮的瓷器摆在家里欣赏。好，谢喽。郑一倩嘿嘿一笑，然后回到张诗雨身旁。张诗雨却冷着脸没有吭声，显然就是在吃大鹏的醋。诗雨，你是突然怎么了？怎么一脸不开心的模样？我没事。你是不是生气了？觉得我和大鹏走得近？我在乎这些事干嘛？你对大鹏有意思呗？我就是觉得大鹏有实力，而且讲的话通俗易懂一些。那我说的你理解不了，咱们可是15年的闺蜜。大鹏在后面连续打了2个喷嚏，跟着下意识看向前方两人，忍不住在心里嘀咕了起来：谁在骂我？大鹏，好久不见啊！熟悉的声音在大鹏身后响起。大鹏听闻，立刻停下脚步，转身：郭姐，我可不是你的姐，咱们俩没必要攀亲戚吧？他说罢，就将目光移到了张诗雨的身上。两个人早在几年前就是针尖对麦芒。郭老板也来参加古玩交流会啊？你能来，我就不能来。郭雅宁眼眸里却散发出了敌意，因为他先前也想邀请大鹏同自己来京南市参加古玩交流会，但又觉得有些不妥，所以到最后只能作罢。没曾想自己没下手，张诗雨却还抢先了。我们3个人就是没想到，毕竟郭老板是个大忙人，每天业务都忙得做不完啊。张诗雨说到这里，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虽然好听，但却蕴含了其他深层次的含义。然而郭雅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来京南市之前就听说了一些传闻，张诗雨准备进入古玩界，并且有10多名古玩圈的大佬帮忙，古玩店也在背地中紧锣密鼓地布置着。京南市第3届的古玩交流会，我怎么可能会错过如此好的机会？况且我也有2件好宝贝放在了珍宝堂。张诗雨听闻，眼前一亮，一是好奇郭雅宁带了什么，二是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在京南市也有贵人，毕竟想把自己的东西放在珍宝堂，需要京南市古玩协会的肯定，一般人根本就联系不到他们，更别说外地人。我有事就先走了。
郭雅宁淡然一笑，然后迈开长腿上前。当经过大鹏身边的时候，利用眼角余光瞥了眼大鹏，心里再次涌出些许不爽。是去珍宝堂吗？咱们几个一起呗。一起。张诗雨也张了张嘴，然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可以啊。唯独郑一倩看热闹不嫌事大，马上用力点头，然后答应了下来。大鹏微微一笑，然后就跟在了郭雅宁身后。一男三女一起去珍宝堂看宝。大鹏跟着郭雅宁率先来到了珍宝堂的大门口。您好，请出示邀请卡。郭雅宁听闻，便从包包里拿出卡片。大鹏见状，也从口袋里掏出了邀请卡。对方接过卡片看了眼，然后轻轻点头。欢迎2位来到珍宝堂。随后2人进入到了珍宝堂。当他们2个人来到珍宝堂大厅后，便发现大厅里的人都聚集在了一个角落，并且说得好，云先生厉害，佩服佩服。大鹏听到后，将目光投向了前方。郭雅宁则忍不住冷哼了一声，继而就走向了珍宝堂的2层。张诗雨和郑一倩紧随其后来到了珍宝堂，他俩同样也注意到了1层大厅里奇怪景象，并且一脸好奇的快步来到了人群当中。只见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头手中拿着1枚古币，简简单单看了眼后便摇了摇头。你给我看的确实是古币，但是它的存世量比较多，大概价格只能卖到8万左右。8万。古币拥有者听闻，脸上写满了焦虑，毕竟这枚古币是自己花了10万在古玩街买的，可眼下却在眨眼之间就掉了2万。云先生，你给我看看，我刚刚买了1块玉，听说是来自宋代官人之家。另一个人说着，就将1块翠绿色的玉拿了出来，可对方却并没有伸手将玉接下。假的。什么？你的玉一看就不是真品，从透明度上就能看出来，估计80%是由特殊塑料制作而成。大鹏见对方回答的如此干脆，心里也就产生了些许兴趣，目光随即移动到了那块玉上。鉴定成功。物品名称：高仿玉石。物品稀有度3。物品诞生年份：2020年。竟然真的是假的，莫非此人是个大佬？大鹏想到这里，也就起身来到了人群当中，在看到他的脸后，就不由得愣了下。对方长得和云长明一模一样，大鹏的剑眉也跟着微微皱起。鉴定成功。姓名：云长青，外号老四，年龄61岁，身高177厘米，体重77千克，职业冀北市古玩协会会长，每日鉴宝节目组大组长。他怎么和咱们是古玩协会会员云长明长得很像？他们是亲兄弟啊，大鹏先生不知道吗？亲兄弟？云家在古玩界赫赫有名，他们一家兄弟姐妹6个，云长青的成绩最好，是冀北市古玩协会的会长。原来如此，怎么可能是假的？云先生，你再看看吧。云长青眼下却没有再理会此人一句，并且看向了前方。只见珍宝堂的楼梯处走下来2个人，一男一女，2人年龄大概都在60岁左右。男的留着较为潮流的发型，身材看起来也要高大许多，而那名女士看起来优雅万分，黑色简装礼服搭配着白色名牌挎包，脖颈上戴着1块超大祖母绿宝石项链。大鹏发现那串项链在闪烁光芒。鉴定成功。物品名称：森林之光。物品稀有度50。物品诞生年份未知。森林之光，数据上的说明发生了变化，莫非是有其他附加价值吗？开启详细说明。森林之光产自国外哥伦比亚，是1900年到2022年开采原料中纯度和质量最为顶级的1块祖母绿。在雕刻大师查尔斯花了3个月的精雕细琢下，它成为了一件举世闻名的名贵珠宝，并且被查尔斯命名为森林之光。2013年在巴黎的国际拍卖会上，森林之光被神秘人以8000万的高价拍下，最后再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消息流出。神秘人拍下，估计就是眼前这位老阿姨了吧。大厅里的所有人在看到那2名老者下来后，脸上马上露出了一副恭恭敬敬的表情。云长青则快步上前，然后伸出了手。哈哈哈，老刘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那个的老头叫刘海平，他就是京南市古玩协会的会长。那个老阿姨呢？是刘海平的妻子柳明烟，也是京南柳氏地产的实际掌控人。咱们所在的珍宝堂就是他名下的财产。云长青和刘海平握手完毕后，也马上和柳明烟打了声招呼。我们协会里的人都在等你，晚上的拍卖会需要你上前主持，可一定要给我刘海平一个面子。一定一定。随后3个人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珍宝堂大厅马上也就再次喧嚣了起来。张世宇领着郑一倩移步到了一旁角落，然后表情略微谨慎地打量着大厅里的所有人。想不到今年珍宝堂邀请的客人更多了，那群里人光咱们市的企业老板就有10来个。是吗？大鹏听闻也看了眼前方，确实发现了几个比较面熟的面孔，他的目光随即锁定了一名中年男子。至于大鹏之所以会看向他，
是因为他是大鹏入职公司时的面试官孙洪博。他怎么会在这里？莫非冯建宇也在？果不其然，当大鹏刚陷入沉思之后，珍宝堂大门就再一次缓缓地向外开启。一位西装男士漫步走路，他就是远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冯建宇。看来本届古玩交流会是众星云集啊。是啊，大鹏先生。冯建宇看到大鹏后，就马上快步向他走。郑一倩看上一款元代青花瓷，想不到此物拥有者竟然是陈鹏。冯总，想不到大鹏先生也来到了珍宝堂，能在此地碰到老乡也算是缘分。确实，大鹏先生来珍宝堂，莫非是想寻个宝贝？冯建宇在上次的拍卖会上可是亲眼见证到了大鹏的实力，说实话他是从心里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先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我听说本届古玩交流会众星云集，所展示的宝贝也闻所未闻前所未见。若我一会儿要是看到中意的东西，劳烦大鹏先生帮忙长长眼，给个主意。如果帮得上忙，一定帮。那我就先上楼，咱们后面再见。祝大鹏先生找到中意的古玩。好的。你人缘看起来挺好啊。前面房间里展示的都是瓷器，你不是说要买一个放在家吗？瓷器，走走走。他二话不说拉上大鹏就快步往面前的房间走去。同一时刻的珍宝堂2楼，郭雅宁上来后就走向了他所带藏品的展区。为了能够给聚宝楼做宣传，他从家里拿了2件异常珍贵的藏品，其中之一那是一个小型的翠玉白菜，另一个则是一把无名的小匕首。2件藏品眼下已经放在了展示柜中，四周也围着一些人。翠玉白菜的摆件不常见，唯独的缺点那就是体积太小。体积小不小的无所谓，此等摆件被做成白菜，难免是有暴殄天物的想法。一颗白菜摆在那里，显然不比一个聚宝盆放在那里强。郭雅宁见状，便走上前，决定给大家伙讲解一番。可下一秒，云长青却从楼上走了下来。云长青虽然作为特邀嘉宾，但心里却一直想着搞钱。刚才上楼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好东西，所以当和刘海平等人简单碰面后，就迫不及待地带着人来到了2层展示区，随后停在了翠玉白菜的面前。郭雅宁看到对方，脸色突然有些不太好看。云长青简单打量了下翠玉白菜，我要买它，赶紧找人。云前辈不必找人了，我就是此物的拥有者。郭老板。云长青看清来人后，脸上的喜悦表情降低了不少。要知道上次自己的弟弟帮郭雅宁鉴定玉碗，到头来却让郭雅宁邀请的一个年轻人给对得够呛，把他弟弟云长明气得差点住医院。云前辈是想要我的翠玉白菜吗？东西我确实是喜欢，可你上次做的那些事，咱们也要说道吧。云前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你上次邀请的那个年轻人是谁？他胆敢针对我弟弟，莫非是真有2下子吗？上次的事我做的确实不妥，但玉碗到最后是由拼接而成，总的来说我最后并没有上当。你的意思是想说我弟弟会让你上当喽？他确实是说玉碗为真，并且到了鉴定的后面，想自己用钱买走玉碗。你胡说八道，玉碗怎么可能是拼接的？你放屁，云先生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我看你就是想省下云先生的鉴定费。我说的千真万确，句句属实。你确定你说的话都是真话？云前辈倘若不相信，可以去联系地方警局。好，此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的。话说到这，云长青也就放弃了购买翠玉白菜的念头，转身就领着众人前往了珍宝堂大厅。大鹏此时跟着郑一倩来到瓷器展示区，放眼望去，各式各样的瓷器都摆放在了展示柜里。你们在这里等我。郑一倩点点头，就走向了前方。上来看的第一件便是一款明代的陶瓷。大鹏则走到房间另一个角落，独自观察。他发现每样瓷器的展示柜下都清楚地写着瓷器的来历，并且也表明了可以购买的价格。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大鹏仍旧锁定其中一个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宋代官窑。物品稀有度44。物品诞生年份：1004年。果然是真品。与此同时，郑一倩依旧在认真进行着挑选，最后她停在了一款元青花瓷器面前。好漂亮！郑一倩看上了此款名为四季如歌的青花瓷。张诗雨发现她一直盯着一款青花瓷看个不停，也就起身走到对方身边。诗雨，你看漂不漂亮？看起来不错，我也觉得特别棒，要不就买这个吧。买它。大鹏此刻也来到了这边。大鹏，给我看看适不适合买这个青花瓷吗？大鹏听闻皱了皱眉头，然后一脸认真看向此物。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元代青花瓷。物品稀有度46。物品诞生年份：1344年。
此物确实是真品，可470万的价格有点虚高。但当大鹏刚准备说出口时，看到青花瓷的另一面迸发出金色的光芒。开启详细说明。四季如歌青花瓷世界仅此一个，并且是一款作为皇室中的摆件，其中瓶身上所描绘的画面是由元代画家倪瓒所制作。想不到此物身上包含了2种价值，可以下手。大鹏说完后就起身一步到了另一处地方，打算自己也在这里买件合适的瓷器。就在郑一倩想购买时，一名身材矮小的家伙走了过来，此人正是陈鹏。美女，你是看中我的四季如歌元青花了吗？陈鹏放肆地打量郑一倩，眼珠子瞪得都快掉在了地上。没错，要买。咱们可以认识一下，价格上我会便宜一些。我觉得不用了。470万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毛毛雨，而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陈鹏的眼神一直色眯眯盯着自己，很显然是没怀好意。没必要了，我们不差钱。既然如此，我也就无话可说。我的东西可以直接刷卡交易。成。陈鹏失落地走去叫工作人员，而此时大鹏也从另一侧走了过来。买上了吗？那咱们去楼上看看吧。2楼是玉器展区，我早就想上去了。陈鹏眼下叫来了工作人员，准备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将青花瓷出售给郑一倩。怎么是他？陈鹏看到大鹏后脸上露出了慌乱。请问是您要购买陈先生的四季如歌元青花吗？对的。那请当着我的面进行交易，我会是你购买此物的见证者。好。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短短3分钟不到交易完成。工作人员随后将元青花上的底座贴上了已购买3个大字。咱们去2层吧。陈鹏在交易完毕后心有不甘，五金针法可是一本奇书。陈鹏曾经在古玩街流浪的时候听说过他的传说，但当他发现此书就在大鹏身上后，就决定不择手段也要把这本书得到。于是乎，在沉思了小片刻后，他也就马上走向了2楼。小陈，钱哥，好久不见，最近咋样？钱小江其实也是在机缘巧合下和陈鹏认识的。那时候的钱小江刚刚担任钱氏集团副董事，来到京南市分公司锻炼，喜好收藏的他也就在空闲时间来古玩街闲逛，一来二去便认识了陈鹏。钱哥，你也来参加古玩交流会吗？我其实是来这里随便看看，然后买2个好东西回去，当做我父亲生日宴会上的礼物。那我给你推荐呗。陈鹏早就想和钱小江攀上关系，毕竟钱氏集团的产业非常之大，和他交个朋友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成呀。钱哥，你父亲平时喜欢什么？我父亲的话喜欢字画，或者是一些小众项的玩意。那咱们就去看看字画。2层右侧全部都是字画，左侧则是从古至今的玉石玉器。说罢，陈鹏跟钱小江就向着2层字画区走去。来到字画区后，钱小江一眼就看到了熟人大鹏。大鹏眼下正在认真看着字画。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山茶白羽图。物品稀有度58。物品诞生年份：1450年。明代画吗？850万。大鹏看到价格后轻轻摇了摇头，然后将目光放在了另一幅画作之上。钱小江和陈鹏此刻也漫步走来。大鹏，钱董，想不到大鹏先生记得我，咱们2个看起来挺有缘分。大鹏可对他没有多大的好感，于是乎只是跟着笑了笑点头，便转回身继续观看面前的画作。钱小江的笑容马上凝固。钱哥，你认识他？钱小江自然不会将自己上次在拍卖会的事说出来，但陈鹏也看得出钱小江对大鹏的意见很大。钱哥，咱们也看看这里的画作，肯定能挑到你父亲喜欢的。好。钱小江其实挺好奇大鹏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因为在上次的拍卖会结束后，自己就找人调查了大鹏的背景，但调查的结果出乎意料，大鹏就是一个普通毕业大学生。大鹏没有将他们2人放在眼里，当下就对面前的画作好奇。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写景图。物品稀有度77。物品诞生年份未知。没了。大鹏揉了揉眼，继续观看面前的画作，隐约觉得面前的景象越来越奇怪，似乎在那山水之中有人冲自己挥手。不对劲。大鹏马上摇了摇头，然后让自己恢复意识，紧跟着就发现山水画上散发出了一股黑色雾气。鉴定。鉴定成功。是否开启此物详细说明？开启。开启成功。写景图为不祥之物，画在家中会引来灾祸。引来灾祸，怪不得自己总有一种想要瞬间失神的念头。原来此画身上有如此可怕的能力，不能再看了。大鹏说罢，就马上迈开步子走向了另一处。殊不知，在他离开后，钱小江就马上走了过去。此画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陈鹏见状，也来到了旁边，认真看了一眼。大鹏来到另一幅字画前，停下脚步，眼角余光发现有人去了那幅画前，扭头一看，发现竟然是钱小江和陈鹏2个人。钱小江也注意到了大鹏在看自己，看来他对此画很是在意。
但下一秒大鹏就起身走向了更远的地方。陈鹏看了一眼后，总觉得后背发凉。钱哥，你想买这幅画吗？我先看看。陈鹏听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帮对方鉴定，没曾想却越看越觉得浑身不舒服。钱哥，我觉得咱们看看其他的吧。怎么了？我觉得此画有一点点邪性，左看右看都像是要陷进去。你说啥呢？怎么邪了？钱小江跟着也认真看了眼此画，但没看几秒，也感觉到了异样，仿佛要被吸进了画。郑伊健和张诗雨逛的是玉石展区，在来到2楼后便和大鹏分道扬镳。逛了很久，张诗雨都没能找到一件中意的玉品，最终来到了翠玉白菜展柜前，不由眼前一亮，好漂亮啊！说罢便取出放大镜，一脸认真地研究了起来。大鹏也从书画展区来到了玉石展区。大鹏听闻便来到俩人面前，你们在干啥？看玉。翠玉白菜。大鹏先生觉得它怎么样？看起来很漂亮，很有艺术。张小姐不会是想买下它吧？我要再考虑考虑，价格方面有点小贵。岂止是小贵，简直是贵到家。此物会有贵的道理，毕竟它的形状巧夺天工。喜欢的话就拿下吧，不然一会儿人多了就被其他人给下手了。张诗雨微微点头，然后再一次陷入了思考。8600万说多不多，但如果现在就买下它，后面的东西也就没了机会。大鹏，你难道没有在字画区看到心仪的东西吗？中意的是没有看到，有意思的看到了一幅。有意思的？对。那你带我去看一看呗，我是不想和诗雨继续看下去了。我就是想和大鹏去看看画，你在这里等我们过来咋样？哎呀，我说你也别纠结了，翠玉白菜不可遇不可求，去通知工作人员找下拥有者商量交易吧。郑伊健给对方丢下这句话后，就拉着大鹏没了命似的往外跑，来到书画区后才停了下来。此时此刻，钱小江仍旧站在了那幅画前。钱哥，咱们去看看其他的吧。陈鹏当下是说啥也不再抬头看画，他毕竟也是头次碰到如此邪门的事。钱小江也察觉到不太对劲，行，两个人慢慢的走向了别处，但下一秒大鹏就领着郑伊健来到了写景图前。就是他。他有什么有意思的？你认真看看呗。哦。郑伊健说罢就又向前一步，然后瞪大眼睛看向前方，认真看着此画中的各处风景，恍惚间便感觉到了四周的雾气升起，紧跟着便是身体上的反应，渐渐的流出了冷汗，心跳加速。大鹏见状抬起手拍了下他的肩膀，喂啊，别看了。大鹏说罢就想要带着他去找张诗雨，可郑伊健现在双腿发麻，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半步。我走不动了。大鹏眉头一皱，然后向下看去，而在另一侧的钱小江此时却忽然停下脚步，下意识的看了眼身后，跟着就发现大鹏再次出现在了那幅画前。果然那幅画一定有它珍贵之处，大鹏先前发现了没有下手，是害怕突然下手引起大伙注意，现在时机成熟，是要回来买下它。钱小江二话不说就原路返回，陈鹏见状也就立刻跟了上来。还没有缓过来吗？快了，大鹏先生又见面了。你不会又想说挺有缘吧？确实是挺有缘，你忽然回到这里，莫非是想买画？大鹏看了眼钱小江，又瞥了眼写景图，没有。可钱小江却不相信大鹏说的话。既然没有，那就最好，因为你看的这幅画，我现在要买下它了。大鹏听闻愣住了，郑伊健也同样长大了嘴巴。反观钱小江发现大鹏愣住后，就更加坚定了自己买画的念头。陈鹏其实也愣了，小陈，我要买画，给我叫人。好的。陈鹏起身走向前方，没半分钟就带着工作人员就走了过来。钱小江看了眼工作人员，发出疑问：此画的卖家呢？此画卖家在来的路上出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里进行着抢救，只需要把钱打到账户里就行。原来如此。钱小江没有多想，随手将80万转了过去。工作人员确定没有了问题后，便看向钱小江，面带微笑开口问道：请问是否将此画给您装起来？当然要给我装起来，我要拿着它去庆生呢。好的。工作人员听闻，马上就将写景图拿下来，装好交给钱小江。大鹏见状，着实是有些哭笑不得，因为钱小江眼下就是一副买到就是赚到的表情，殊不知此画有着何等邪性，拿到手后绝对会发生意外。咱们去其他地方吧。好。两人随即就去找张诗云。反观钱小江看到大鹏扭头就走后，整个人顿时一下子就乐得合不拢嘴，拿着写景图打算继续跟上他们。陈鹏看到钱小江的模样，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太对劲，总觉得对方自身四周散发着阵阵黑气。钱哥，咱们跟着他们干啥？那小子看货特别准，咱们跟着他可以捡漏。钱小江二话不说就加快了脚步，可没走几步，后脚却忽然原地打滑，跟着身体重心一晃，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钱哥，别碰我，别碰我，我鼻子似乎磕断了。
陈鹏听闻身体一僵，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在珍宝堂的工作人员也听到了动静，迅速的赶到现场。当看到是钱小江趴在地上后，马上拿出电话打了急。大鹏和郑一倩回到玉石区后，发现翠玉白菜依旧摆在那里，可张诗雨却不见了。人呢？郑一倩看了眼四周，并没有发现张诗雨，反倒是看到了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人郭雅宁。大鹏此时也发现了对方，并且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笑容，看起来似乎是经历了什么高兴的事。大鹏先生，郭雅宁看到大鹏后，脸上的笑意就越来越浓了。大鹏顿时就联想到了什么，上前一步看向对方，然后开口问道：郭姐，你展览的东西不会就在这里吧？你猜对了，就是这个，关注度特别高。郑一倩得知翠玉白菜是郭雅宁的藏品后，惊讶的张大了嘴巴。看来张诗雨消失的原因找到了，绝对是因为郭雅宁。你们俩是来找张诗雨吧？对，他估计是上了3层，毕竟在2层他买不到心仪的东西。谢谢。郑一倩害怕张诗雨出事，和对方道了声谢谢后，就立刻转身走出了玉石展示区。你不跟上，他们2个成年人能出什么事？更何况我来这里的目的也不是陪他们。是吗？他说自己要去3层看一把神奇的匕首，你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有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件事？神奇的匕首？大鹏马上摇了摇头。那请问大鹏先生现在有没有空陪我去看一件展览的藏品咋样？什么东西？跟我来。对方说罢就领着大鹏来到了玉石展示区的某个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藏品就静静放在了那里，是一个模样精致的玉葫芦。大鹏来到展品面前，大概看了眼，玉葫芦也就有巴掌大小，可上面雕刻的纹路栩栩如生，并且从材质上看是一块帝王绿，不错。我其实来到2层后，就一直在观察着它，发现它格外的与众不同。此话怎讲？你没有发现它上面是可以打开的吗？大鹏要不是听他说，还真没有发现玉葫芦的细节。由此看来，玉葫芦的细节更为巧妙，但售价也同样高的离谱，一口价1400万。你要买吗？感觉它可以放在手里把玩，平常也可以随手带在身上。郭姐，你喜欢就买呗，玉葫芦也是难得一见。既然如此，那我就……郭雅宁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名少女出现，然后就挡在了他们2人面前。大鹏和郭雅宁纷纷一愣。叔叔，你赶紧快过来，我看到了一个玉葫芦。来了。一名中年男子快步走了上来，当他看到大鹏和郭雅宁后，脸上跟着就浮现出歉意的微笑。朋友，对不起，可以让一下吗？好的。大鹏毕竟对玉葫芦没多大兴趣，所以向后退了2步，给对方让开了可以观看的地方。反观郭雅宁却是一脸的不满意，毕竟他也看上了玉葫芦。叔叔，你看玉葫芦多漂亮，你买回来送给星星好不好？郝明看了一眼价格后，脸上原有的笑容就有些僵硬了。星星，要不要再去看看其他的？咱们才刚刚逛到珍宝堂2层呢。好吧。少女在离开前却仍旧看向玉葫芦恋恋不舍，可反观郭雅宁眼下却更加坚定了要买下玉葫芦的决心。我要下手了。他看向大鹏，开口说了句，下一秒就起身走向右侧，让工作人员进行交易见证。大鹏则再次看向了玉葫芦，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帝王绿玉葫芦。物品稀有度45。物品诞生年份：雕刻于1455年。鉴定完毕后，并没有其他的数据，大鹏也就没再多想。大鹏来到3层后，也没有碰到张诗雨和郑一倩，给他们打电话后才得知，2个人现在在珍宝堂5层，准备参加今天晚上的拍卖会。大鹏，你不上来吗？给你占了个位置呢。一会儿上来。大鹏剩下几层都没看完，当然是不可能去顶层和他们碰头。挂断电话后，便走向了3层的小众区。而当他前脚刚来到此地，后脚就发现了一些特殊情况。某个藏品面前围着10多个人议论纷纷，有2个人更是吵得脸红脖子粗，似乎都是在为了证明自己说的对。你丫的懂历史吗？你看过古籍没有？我怎么没有读过？可简介绝对是错的。大明律怎么会是这样？大明律。大鹏马上上前一步，只见在众人包围的展柜中，静静地躺着一本厚重古籍，粗略看应该是有几百页。我用人格担保它就是大明律原本。你们不相信，是因为你们无知，不知道当初大明律的诞生经历了什么。我说大爷，你就吹吧。大明律原本多么珍贵，咋就会出在你的身上呢？我看它就是一本明代的古书，他非要扯里面的内容是大明律，要不然就拿出来让我们几个人看看。老大爷却表示大明律不可以随便被观摩，毕竟一本古书在几百人的翻阅下后，肯定会产生不了复原的损耗。不让看你就别吹，一本破书卖300万，你以为大家伙傻吗？说的没有错，要不就让看，要不就别吹。大鹏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讨论声后微微皱眉。过了一会，围观的人渐渐变少，大鹏才漫步来到了展示柜前停下，
更加近距离查看了此书的模样。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大明绿原本。物品稀有度78。物品诞生年份：明洪武时间制成。竟然是真的。大鹏看到数据后，便更加认真看起展柜里的书籍。大鹏认真看着展柜里的书籍，从封面上的痕迹来说，100%绝对是明代的产物。可能是因为老头不让阅读内容，所以也就没多少人相信他说的话。大鹏思索片刻，来到了那名老头面前。藏品是你的吗？是的。那大鹏刚想开口说要买下大明绿，却忽然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看。转身后发现是那名在2层玉葫芦前的中年男子。大鹏发现他盯着的位置似乎是自己手上戴着的星月菩提。小兄弟，你是想要买大明绿？朋友，我可以看看你的星月菩提吗？我的星月菩提。大鹏愣了神，但跟着将东西取下拿在手中。好漂亮。小兄弟，你的星月菩提卖不卖？我可以给你出30万。郝明听到老头给出的价格，顿时脸色一黑。30万吗？30万不行吗，小兄弟？要不然我给你32万咋样？郝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不卖。大鹏说罢，就将星月菩提再次戴在了手上。老头见状，也就没再开口。郝明资金有限，更是没再吭声。突然，那名叫做星星的丫头头就撞在了大鹏怀中。哎呀，好疼！星星，你怎么回事？不要在这里乱跑，行吗？郝明见状，马上伸出手将对方拉到自己身旁。你没事吧？怎么可能没事啊？脑袋撞得疼死了，都怪你手上的东西。朋友，真的不好意思。没事。大鹏说罢，转向老头。大叔，你的大明绿能不能给我看看？可以的话，我就出300万买下它了。看是不能看的，你要买就出钱，买回去想咋看就咋看。成。那我现在去叫公证人。对方说罢，起身走向前方。郝明见状，也就上前一步看了眼展示柜里的东西。大明绿。大鹏发现他的表情有点奇怪，于是乎也就走上前，随口附和了一句：“没错。”不应该吧？叔叔，这本书咱们家不是也有一本吗？他家也有一本。咱们家那本大明绿是手抄版，真正的大明绿原本应该是……他忽然停了下来，然后看了眼大鹏，在哪儿呢？等我以后和你说，反正这里的大明绿也同样是原本真品。郝明丢下这句话后，便拉着对方走向别处。大鹏听到他们2个人的谈话后，却陷入了沉思。而就在他们离开没有半分钟，那名老头就领着公证人员走了过来。请问您是要购买黄先生的大明绿原本吗？是的。那我现在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公证人员一愣，黄老头同样也是看向大鹏，面露些许疑惑。我想问一下，黄先生的大明绿原本是不是只是此律法里的其中一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黄天晓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下。黄先生，请给大鹏先生说明一下此物的情况吧。我的藏品就是大明绿原本，古玩协会全体会员可以作证。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件事，你的大明绿是不是全本呢？黄先生，我的大明绿原本确实只有上册，农民的手中只有上册，他那时候为了娶老婆，就把大明绿上册卖给了我。没了。你的大明绿只有上册，300万的价格有点高。小兄弟，价格真的不高，这可是大明绿的原本啊。收藏任何藏品都要讲究完整，你的律法现在只有上半部分，谁买到手里都需要再去找下半部分。那东西我不卖了。大鹏听闻后看向了公证人员，我想和你请问一件事，他的东西只有上册，为什么不在简介里说明呢？哪个？我建议你们马上进行改正，要不然也会有损珍宝堂的名声吧。还请大鹏先生稍等片刻，我们会马上进行改正。感谢您对我们珍宝堂的监督。大鹏轻轻点头，然后准备起身走向别处。小兄弟，你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一点。你又想卖了？你刚才都说出那种话了，我再不想办法卖出去，估计就砸在手里啊。既然如此，我可以给你100万。怎么说也得200万，它可是真正的原本，即便只有上一册，那也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大鹏见他的表情有些不对劲，于是乎更加认真的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鉴定成功。姓名：黄天晓，外号黄老邪，年龄50岁，身高177厘米，体重60千克，职业无业游民，赌场赌徒。隐藏知识：千王之王。开启隐藏知识详细说明。黄天晓曾经在地下赌场叱咤风云，靠的就是一手变幻莫测的签术。但在2021年7月3日傍晚，他在和唐毅的面前出签被发现，而后留下1根手指和800万欠款，距还款最后的日期只剩下最后3天。怪不得他着急想要把大明绿原本卖出去，原来是一个欠钱的赌徒。我最多给你150万，或者你给我找到下册，我会直接给你1000万。我去哪儿给你找下册啊？小兄弟，你就可怜我一下，200万买走我的大明绿吧。
我就给你出150万，再高的话你就问问别人吧。黄天晓陷入了纠结，150万对于他现在而言无异于一笔巨款。150万就150万。黄天晓跟着就再次将公证人员叫来，大鹏当场将150万转到了对方账户，继而让工作人员将大明绿原本装好。黄天晓收到钱后就马上离开了珍宝堂。大鹏拿到大明绿后看了下时间，就前往珍宝堂5层参加拍卖会现场。张诗雨和郑一倩坐在座位上已经等候多时。大鹏怎么还不上来？估计快了吧。对不起，来晚了。大鹏大人，你来的真够晚的，我们给你占座站到了现在。刚刚碰到了个熟人，所以就聊了一会儿。大鹏目光随后移动到东南角，发现冯建宇和郭亚宁已经碰头，而在他们2个人的身后坐着的则是张策和陈鹏。至于拍卖会现场的最前排坐着的是刘海平和云长青等人，郭晓宁在他们2个人的后一排。人真多啊！听说本次拍卖会上会有很多名贵藏品出现，当然大多数的藏品都是拿出来作为展示。张诗雨将自己手中的小册子递给了他，大鹏拿到册子后简单翻阅了一下，发现上面记录的就是本次拍卖会的藏品，上到瓷器珠宝，下到字画古币，每一件藏品都有不凡的背景。大明绿。大鹏翻了几页后，忽然眼前一亮，他发现拍卖会现场竟然也有一本大明绿原本，并且此物似乎就是大明绿的下半册。张诗雨发现大鹏一直盯着册子上的大明绿看，也就好奇的看向他，开口问道：大鹏先生，莫非是对大明绿有想法？我刚刚在下面收到了上半册，再拍下下半册岂不就完美了吗？上半册？张诗雨顿时瞪大了眼睛。而且看拍卖的价格也不高，起拍价格也就才80万。那我就提前祝大鹏先生能够拿下它了。你没有看上的藏品吗？小册子上是没有看到中意的，看看后面会不会出现喜欢的吧。张诗雨说到这里就有些心有不甘，毕竟看上的翠玉白菜因为卖家是郭亚宁就没有买到。大鹏，你先别管他，我看上了一件藏品，你给我看看值不值得拍呢？他说着就拿出小册子，指了指上面的图片。大鹏定睛一看，发现对方看上的是一串名为天鹅之梦的紫水晶项链，起拍价50万。我觉得可以拍，你拍下想自己戴吗？我想拍下来送给我奶奶，她老人家照顾了我好多年，也是时候报答她一下了。那你就多多留意一下吧，紫水晶项链关注度应该不高。好嘞。而就在这时，郝明领着郝灵星也来到了拍卖会的现场，然后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去。是刚才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谁？郝灵星指向了大鹏。星星，你从刚才就一直在说那个人。我觉得他很奇怪，尤其是那双眼睛，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你就别去乱猜了，老老实实看拍卖会吧。好吧。郝灵星听闻，轻轻点了点头，可目光依旧在大鹏身上打转。钱小江不是也来参加古玩交流会吗？怎么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人影呢？不清楚。大鹏在从字画展览区离开后，也就没有发现钱小江，但联想到他购买了写景图，就可以推测出到底发生了啥。你们讨论那个家伙干啥？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呢。郑一倩话音刚落，现场顿时安静如初。只见拍卖会前台走上来一名中年男子，正是京南市古玩协会会长刘海平，而在他后面上来的人则是云长青和冯九和2人。欢迎大伙能够在百忙之中参加京南市第3届古玩交流会，我谨代表京南市古玩协会所有成员，对你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台下他们间掌声四起。下面有请冀北市古玩协会会长云长青云先生和大家伙说几句。眼下几乎都是一些官方的客套话，大鹏听了几句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他们啥时候说完啊？啥时候开始拍卖会啊？我想上一下洗手间，你们帮我看下东西。去吧。我也要去。2个人随后挽着手一起走出了拍卖会现场。5分钟后，郑一倩回到座位上，无奈地看着大鹏说道：诗雨碰到了他的大学同学，对方缠着他，非要请他吃饭，然后你就丢下他回来了。那个男的特别讨厌，诗雨也挺无奈的，就让我先回来找你。找我干啥？当然是找你过去帮忙了，要不然那个人会一直缠着诗雨呀。跟我有啥关系？哎呀，你就去简单说句话。再说了，你来交流会也是诗雨推荐的，总得要报答对方吧。大鹏愣了下，只好同意。走走走。郑一倩说着就拉上大鹏冲出了拍卖会现场。当2个人来到走廊后，便看到一个男子正同张诗雨说着话。就是他。对对对。我就帮一次。先别着急，让我给你说下情况。有啥好说的？不就是捣乱吗？不可以弄僵他们2个人的关系，人家在国内外有好几个公司，得罪了他，咱们3个人可就不好过了。那我不去了。大鹏说完起身准备回到拍卖会现场。别！郑一倩拉住了大鹏的胳膊，下一秒张诗雨和那名男子走到了他们身旁。你是郑一倩的朋友？
对，那咱们认识一下吧。我是郑一茜的大学同学，光辉传媒的副总李传军。郑一茜，你不介绍下自己吗？我帮你介绍一下吧，他是我们的朋友，宁远市的大鹏。大鹏，李传军认真打量了下大鹏，脸上露出了一份敌意。咱们先回拍卖会上吧，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茜茜你想要的紫水晶就在拍卖流程中的第2位呢。那咱们快点回去吧。茜茜，你等着吧，我会帮你拿下紫水晶项链的。众人回到拍卖会现场入座后，第一件拍品就已经登上了前台。咱们的第一件拍品为唐伯虎名作《山路松生图》。作为拍卖会的主持人，在台上拿着话筒，那叫一个意气风发。唐寅的作品吗？世人都明白唐寅的作品在明代有何等的影响力，而《山路松生图》更是他创作当中的一个力作。此图用笔清润，缜密中蕴含韵味，放眼望去，优秀异常。此屋的起拍价格为300万，每次加价不可以低于20万。有想法的嘉宾们现在可以竞价了。340万。大鹏瞥了眼出价人，发现竟然是冯九和，但也只是短短2秒，另一个人便轻轻举牌360万。郭先生出价360万，请问还有其他人想要出价吗？台下嘉宾们见状纷纷停下了想要继续加价的念头，毕竟郭晓宁在京南市手眼通天，他看上的东西一般都会想办法得到。云长青之所以会在台上说那种话，就是害怕其他人继续跟着竞价。要知道在京南市得罪了郭晓宁可没什么好处。360万一次，360万2次，360万，380万。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李传军，郭晓宁则嘴角微微向上扬起，跟着举起手中的号码牌，再次开口430万。郭先生继续出价，现在是430万。李传军从一开始竞价，为的就是博郑一茜的关注。当听到郭晓宁再次出价后，他也就跟着继续出了新的价格，500万吧。现场大多数人都忍不住瞪大眼，暗暗啧舌。郭晓宁此时脸上的表情也逐渐难看了起来，520万。当所有人都在等待郭晓宁是否会继续加价时，拍卖会另一个角落里却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虽说唐寅的画作非常优秀，但500多万的价格属实过高。大鹏听闻则没有任何想法，一幅画倘若价格拍得太高，那他以后也就只能用来收藏，再想出手的话机会不大。540万。郭晓宁没有丝毫犹豫，再次举牌，然后成功加价。我们的郭先生继续加价，价格已达到了540万。540万一次，540万2次，540万3次。云长青说罢，猛地敲了下木锤，然后就是低下头，用力吐出一口气。郭晓宁怎么说也是有备而来，不可能轻易对喜欢的东西放手。但李传军和另外那名角落里的陌生男子，郭晓宁已经将他俩儿列入了关注对象。冯前辈能帮个忙吗？啥事？查一下刚才和我竞价的2个人。没问题。冯九和作为京南市古玩协会副会长，怎么说在本次上交流会也有些许权利，想查一下到来的嘉宾身份易如反掌。于是乎在答应了郭晓宁的要求后，他便慢慢起身，然后走向了拍卖会后台，现场也跟着进入到了休息时间。李传军看向郑一茜，故作潇洒的甩了下头，然后冲着郑一茜眨了下眼睛。一会儿我会帮你拍下那条紫水晶项链，就当是咱们2个人大学毕业后的相遇见证。不用不用。李传军却没听进去，并且直勾勾的瞥了眼大鹏，露出不屑的笑容。大鹏自然感觉到了身后深深的敌意，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那就尽可能减少麻烦，毕竟自己现在想要的只有大明律下半册。大鹏先生过来聊聊呗。郭姐，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下，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好。大鹏也没有多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就跟着他走向走廊。张诗雨和郑一茜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撇起了嘴巴。有啥事？你还记不记得在珍宝堂2层，我和你说了一个匕首的事？你说的神奇匕首对吗？没错。郭雅宁说着就将手中的照片递给了大鹏。大鹏接过后简单看了眼，发现就是一把普通匕首的照片。你说的神奇匕首就是它？这把匕首在拍卖会开始前10分钟被偷了，我给你看的匕首其实也是我的藏品。你和我说的意思是，你拿到这里的藏品被某个人给偷走了吗？我来这里一共带了2件藏品，其中一件名为翠玉白菜，另一件就是你看的这把匕首。它很值钱吗？大鹏眼下最不解的就是这个，因为从照片上来看，匕首没有任何年代感，完全就是个普通匕首而已。你有没有听说过百匹匕首龙鳞？百匹匕首龙鳞。大鹏自从接触到了古玩圈，也就花时间认真研究了一番，自然也就了解到了关于百匹匕首龙鳞的故事。此物传闻是用欧冶子所持神铁打造，
形状如龙鳞，便起名为百屁匕首龙鳞。可此等物品向来只存在于传说，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实物，更不要说百屁匕首龙鳞到底是啥模样。你带了百屁匕首龙鳞来参加交流会？其实我也不想带来这里，毕竟他的身份过于神秘，但是我爷爷却不答应。那你去调监控了，不能一直愣着吧？监控啥的我看了，可围观的人过多，就没法确定嫌疑人。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偷匕首的人。古玩协会那里已经答应封锁出口，等到拍卖会结束后不会放所有人出去。所以你答应了他们给的建议？眼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我之所以叫你出来，是因为我怀疑张诗雨偷走了匕首。张诗雨不可能吧？大鹏和对方相处了几天，大概了解对方的性格和脾气，绝对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反倒是拍卖会现场里的张策和陈鹏他们两个人几率更大。大鹏老弟，我也不为难你，就帮我简单的调查一下，若不是张诗雨偷的，我也不会让你难堪。郭亚宁说罢便转身走向拍卖会现场，大鹏则跟在了他的身后。大鹏回到座位上后，环顾了一下全场，发觉现场嘉宾众多，想找到匕首龙鳞如同大海捞针。你和那个女人出去说了啥？啥也没说。大鹏没有和对方说发生了什么，并且瞥了眼张诗雨，只见张诗雨此时就静静看着前台。大鹏将目光移动到了张诗雨的包包上，鉴定成功。物品名称 LV 2021款夏季挎包，物品稀有度17，物品诞生年份2021年。大鹏看到数据后，马上就将张诗雨排除了怀疑对象。下面有请京南市古玩协会副会长冯九和为观众们介绍下一件拍卖品。第二件拍品为一串紫水晶项链，是从桑比亚矿场开采出来的一块宝石。此话一出，现场大多数女生打起了精神，郑一倩更是从座位上起来，想目睹一下紫水晶的真容。此时大鹏将目光慢慢移动到了陈鹏和张策的身上，发现他们坐在那里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很是可疑。但他们手上没有拿着其他可装东西的物品，倘若是他们偷走的匕首龙鳞，怎么说也要想办法装起来。冯九和见紫水晶项链上来后开口说道：紫水晶项链的起拍价为70万，每次最低加价不可以低于3万。现在竞拍开始。话音刚落，郑一倩率先举起手牌，73万，76万。没曾想下一秒角落里的另一个女士就马上跟着竞拍，79万，82万。紫水晶所蕴含的价值和雕刻师的手艺有关，并且有固定的最高价，所以当价格达到82万后，继续竞拍的人就瞬间少了许多。85万，85万第一次，85万第二次，88万。郑一倩本来以为85万就可以拿下紫水晶，但是现在看来是想多了。我出95万，98万，101万。倩倩，你不用再竞价了，紫水晶我肯定能拿下来。我不需要你帮忙。104万，104万第一次，104万第二次。冯九和将手中的木锤轻轻拿起，104万第三次，成交。木锤落下，拍卖结束。郑一倩成功拿下拍品后，就前往拍卖场后台进行交易。大鹏其实在刚才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那就是郭亚宁带来的匕首龙鳞，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敢把它偷走？毕竟珍宝堂人数众多，想偷走一件展品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然而就在下一秒，郭亚宁就走了过来。大鹏先生，咱们再出去聊聊。可以。大鹏站起身，忽然发现郭亚宁身后云长青脸色铁青的走了上来。臭小子，就是你吧？你有事吗？你在聚宝楼针对我弟弟，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我说云前辈，你可不能乱说。聚宝楼的事你可以问其他当事人。你和郭亚宁就是一伙的。云前辈，你不能含血喷人。我都说了，你可以去调查，为什么非要揪住大鹏先生不放呢？正当情况越来越焦灼，刘海平和柳明烟两个人走了过来。啥情况？他针对我弟弟云长明，说我的弟弟不配鉴宝。别太激动，有啥事说清楚就行了。小兄弟，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叫大鹏。那大鹏兄弟，咱们可否去客房谈一下？你和云先生有啥事，我们可以进行疏通。好。众人来到客房坐下后，大鹏将目光移到刘海平身上，鉴定成功。姓名刘海平，年龄63岁，身高176厘米，体重70千克，职业京南市古玩协会会长，柳氏地产董事会副会长，隐藏知识贪污受贿。开启详细说明。刘海平本身并没有多大能力，入赘柳家后拿到柳氏地产股份，并利用副会长的身份收取其他合作商贿赂，
2014年7月4日得到陵园地产400万贿赂，2014年11月2日得到远翔商贸300万贿赂，2017年11月11日下午强行低价收购明代山水画。好家伙，这货也不是个好人。大鹏先生，我来说吧。都行。郭亚宁将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出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云前辈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提供那天的监控。那你现在就给我发来，我就不信他会做那种事。好。郭亚宁跟着拿出手机联系自己店里的员工。大鹏此时将注意力移动到了柳如烟身上。倘若我猜的没错，刘海平有现在的成就，都是靠了他媳妇的身份。鉴定成功，姓名柳明烟，年龄62岁，身高168厘米，体重54千克，职业柳氏地产实际掌控人，河图古玩交易平台总裁，孟千祥国际珠宝董事长。嚯，明显要比刘海平强多了。各位前辈，请稍等一会儿，半小时后就可把监控视频发过来。我出去打个电话。云长青听闻起身走出客房，大鹏见状嘴角微微上扬。云长青出去后就马上黑着脸拨通了云长明的电话。客房里众人等了10来分钟，却还没有见云长青回来。这时一名工作人员走了进来。刘先生，云先生家里突然出了事，已经提前离开了珍宝堂了。众人当场愣住。云先生走的时候没说其他事吗？什么也没有说，直接就走人了。行吧，知道了。那郭小姐，大鹏兄弟，既然云先生离开了，那此事就先暂告一段落吧。事情结束后，大鹏他们便返回拍卖会现场。拍卖会现场此时更加热闹了几分。冯九和作为主持人，同样激动不已。本轮拍品为元朝极品青花瓷，名为水上人家踏青歌，初始起拍价为650万，每次竞拍价不能低于30万。水上人家踏青歌。大鹏听到冯九和的介绍后，便将目光放在了拍品身上。此物高度看起来有60多公分，整体看上去精致异常，非常完美，每一个角落都透露着青花瓷最顶级的工艺水准。680万，710万，750万，780万。竞拍价在一瞬间就蹭的往上涨。大鹏漫步移动回座位前。大鹏，你没事？没事。大鹏微微一笑，坐回座位。可就在下一秒，他恍惚中发现台上的青花瓷散发出了金色光芒。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元代青花瓷，水上人家踏青歌，物品稀有度63，物品诞生年份1304年。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百辟龙鳞，物品稀有度73，物品诞生年份公元200年。百辟匕首龙鳞竟然藏在了青花瓷里，真的没有想到。虽然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既然已经发现了匕首龙鳞，我应该告诉郭亚宁此事。等下，若偷走匕首的那个人是故意把匕首藏在元青花里的呢？大鹏想到这里就没有继续往下多想，而是当场举起了手牌。850万。大鹏，你不是要拍大明绿吗？怎么现在又想拍元青花？我觉得它挺适合收藏的，况且看起来非常完美。880万。郭先生出价880万。950万。950万。950万第一次。冯九和见没有人继续竞价，便清了清嗓子，开始准备落锤。950万第二次。950万第三。1000万。当冯九和的锤子马上落下时，那个一直躲藏的人终于出现了，竟然是刘海平。我们的刘会长出价1000万，请问现场有人想要继续加价吗？大鹏淡然一笑，跟着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往郭亚宁的座位走去。郭姐，我找到匕首藏在哪了？你找到了？匕首在哪儿？匕首就在青花瓷里面。郭亚宁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场嘉宾们更是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大鹏在干什么。但冯九和见状却下意识地走向青花瓷，然后踮起脚尖偷偷瞥了眼青花瓷内部，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就静静地藏在了里面。百辟匕首龙鳞。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冯九和从青花瓷的瓶身里缓缓拿出了一把寒芒四射的小刀。冯前辈拿的是啥？看起来似乎就像是一把匕首。谁那么缺德，把小刀丢在了青花瓷里呀？嘉宾们坐在座位上对此事众说纷纭，而郭亚宁此时已快速来到台前，看向冯九和，缓缓开口说道：“冯前辈，能把我的匕首还给我吗？”冯九和此时拿着匕首，龙鳞一脸惊愕，根本就没有听清楚郭亚宁对自己说了什么。毕竟百辟匕首龙鳞一直都是以传说出现，没有人亲眼看到实物。况且如此珍贵的藏品，自己也没有资格鉴定，都是由协会会长刘海平一个人亲自鉴定出来的珍品。冯前辈，哦，百辟匕首龙鳞能还给我吗？它可是我带来珍宝堂的东西。是百辟匕首龙鳞。大家伙怎么说也都是混迹古玩圈的人，
自然不会对摆屁匕首感到陌生。于是乎，在一瞬间，所有人都激动起来。郭小姐非常抱歉，一下子看得太入神，就没有注意你说的话。没事儿。郭雅宁找到了匕首龙鳞后，心里的石头终于算是放了下来。刘海平则坐在座位上低头不语，但其他的嘉宾们却激动万分，毕竟能够看到摆屁匕首龙鳞真身。京南市第3届古玩交流会是真的没有白来，因为拍卖会现场突然发生了情况，所以青花瓷的拍卖也就暂停了下来。郭雅宁站在前台观察了下匕首龙鳞的情况，确认没有了任何问题后，便拿出手帕轻轻包裹，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起身回到了原来的座位。刘海平见状也跟着站了起来，然后来到前台准备说明情况。会长，大鹏此时此刻也回到了座位，张诗雨和郑一倩2个人马上就一脸好奇的凑了上来，和我说说是啥情况呀？青花瓷里怎么会有匕首呢？那把匕首莫非是龙鳞？青花瓷里的匕首确实是摆屁匕首龙鳞。你怎么发现呢？刚才碰巧在后台看到的。张诗雨显然不相信大鹏的解释，但当下让他更加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摆屁匕首龙鳞竟然也是郭雅宁的藏品。在场的嘉宾朋友们请安静，刚刚发生的事情我给大家伙简单解释下，那就是郭雅宁的匕首龙鳞在珍宝堂被偷，然后大鹏先生发现匕首就藏在了青花瓷里。很明显，刘海平是在转移矛盾，想让现场嘉宾认为是大鹏偷的匕首龙鳞，并且放在了青花瓷里。感谢大鹏先生能够找到郭小姐的匕首，那咱们的青花瓷拍卖会就继续进行吧。他说罢就再次让冯九和上台，而第3件拍品元代青花瓷最后也以1000万的价格被刘海平成功拍了下。拍卖会现场跟着就再次进入到了休息时刻。我去一下洗手间。大鹏前脚刚走出拍卖会现场，陈鹏见状也偷偷跟了上去。大鹏从洗手间出来后，用水洗了把脸，而在自己抬头的时候，刚好就从镜子里发现了陈鹏躲在了一旁。他在跟踪我。大鹏皱了皱眉，但没有多想，直接返回了拍卖会现场。陈鹏见大鹏返回拍卖会现场后，便抬起手捂着胸口，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跟着就转身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然后身体异常灵活的闪到了一间客房当中。客房中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刘海平。刘先生，今天发生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拍卖会结束后就马上回自己家，最好不要让那个大鹏的小子看到你。我明白，下回拿东西的时候给我注意点，如果要是再让别人发现了什么，你以后也就别在古玩街里生活了。刘海平说罢起身准备回到拍卖会现场。刘先生，你等下。怎么？那个大鹏的身上有大明律上半册，他一会儿肯定要拍大明律下半册。刘海平听闻沉思片刻，然后轻轻点头，跟着表情冰冷地走向了拍卖会。拍卖会现场，大鹏已回到了座位上。下一场拍卖的可就是大明律了，大鹏先生，你有没有十足的把握呢？当然，毕竟拍卖的只有大明律下半册，多数人虽然会觉得珍贵，但同样也会思考寻找上下册的难度，没几个人会去竞拍。然而当拍卖会再次开始前，大鹏就感觉到了些许的不对劲。刘海平和冯九和一直在偷偷的说着些什么，最后冯九和用力点了点头，并拍了拍胸脯。会长，你就放下心，我肯定会做好的。冯九和做完保证后，起身走上前台。当工作人员将第4件拍卖品拿到台上后，冯九和便语气激昂地说道：“咱们的第4件拍卖品可不一般，它便是大明律原本的下半册真品。”大鹏听闻便看向了大明律，鉴定。鉴定成功。物品名称：大明律仿品。物品稀有度4。物品诞生年份：2020年。仿品。大鹏终于明白刘海平等人刚才在说什么了。很显然，他们是发现了自己身上有大明律的上半册。众所周知，大明律代表的是什么？而它的原本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存在。冯九和装模作样的在台上讲解着，目光却时不时的向大鹏这里瞟去，似乎是在有意无意灌输大明律的收藏价值极高。本次拍卖的大明律原本下半册竞拍底价为130万元，每次竞拍最少要加价15万元。竞拍现在开始。130万，每次最低加价15万，估计200-300万就可以拿下它呢。可能吧。但大鹏并不认为眼下能够花200-300万就能买下大明律下半册，毕竟刘海平他们已经将大明律原本换成了假的，分明就是在等着自己入套啊。145万，160万，郭先生出价160万。冯九和没想到郭晓宁竟然也会加入到了竞价行列当中。大鹏先生，你不竞价？不着急。180万，200万。郭晓宁乘胜追击，显然是在向大伙表明自己对大明律很感兴趣，可他的行动却让刘海平等人有点着急。215万，230万
咱们的大明绿已经拍到了230万，有没有人也想要加入到竞拍当中呢？冯九和说着，就再次看向了大鹏。大鹏仍旧没有想要开口的想法。大鹏先生，你不想买了吗？让他们先竞价吧。张诗雨和郑一倩见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眼巴巴看着现场其他嘉宾继续加价。245万，260万，275万，290万。郭晓宁的价格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最后终于来到了300万的阶段。其他人到这里也就想退缩了，毕竟大明绿只有下半册，花300万买到手里的话，也就只剩下了唯一的收藏价值290万一次。冯九和见没有其他人继续出价，只好高声提醒了现场嘉宾一句，但现场没有人继续抬价。290万2次。冯九和的声音更加高昂了力度。大鹏先生，你真的不买了？大鹏自然是没有给对方解释。冯九轻轻落锤，并宣布竞拍品大明绿下半册被郭晓宁拍下。第4轮拍卖会宣布结束。拍卖会后台，刘海平马上命令工作人员将真的大明绿下半册换上。当郭晓宁出现后，他的脸上瞬间浮现出了微笑。郭经理今天可破费了呀，在珍宝堂里买下了不少的东西吧？一些小玩意罢了。郭晓宁也再次端详了一眼大明绿，却隐约感觉到和拍卖会现场上的不太一样。郭经理有什么问题吗？没事。郭晓宁摇了摇头，他对珍宝堂拍出的东西是100%放心的，况且刘海平也不可能对他耍花招。那大明绿我就给郭经理收起来了。刘海平说罢，就命令工作人员将东西装好。郭晓宁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便拿着大明绿起身就离开了后台。拍卖会现场，第5轮拍卖开始。大鹏买不到大明绿后，完全没了心情，在位置上刷着手机，剩下的拍品已经不想再看了。这时，工作人员拿着第5件拍卖品缓缓走上台。冯九和看了一眼，然后说道：“第5件拍卖品是一个铜盆，具体年代无法考究，但铜盆做工精细，十分具有收藏价值。”冯九和说完这句话，连自己都心里没底。什么？一个铜盆还不知道年代？这哪知道它是不是古董啊？说不定就是隔壁厂做出来的。对呀，没有具体信息，怎么判断它的价值呢？大鹏听闻皱了皱眉，眼角扫了一眼台上的铜盆，却发现此物散发着从未有过的五彩金光，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鉴定成功。物品名称：聚宝盆。物品稀有度100。物品诞生年份未知。详细说明：能聚世间万物而再生，一生十，十生百，生生不息。聚宝盆，真的假的？传说明代初期，不可敌国的沈万三就是有了这聚宝盆而富甲天下。难道传说是真的？传说这聚宝盆可是仙家之物，这太不可思议了。本次拍卖的铜盆竞拍底价为30万元，每次竞拍最少要加价5万元。竞拍现在开始。这个啥啊？一个铜盆，有人会要这东西吗？对啊，铜盆太多了，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过了很久，仍没有人出价，现场一片静悄悄，看来没什么人对这铜盆有兴趣。大鹏虽然心里激动，但又不敢太过于表现出来，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冯九和见久久没有人竞拍，尴尬的清了清嗓子。铜盆竞拍底价为30万，请问有没有人感兴趣出价呢？30万。大鹏终于忍不住举起了牌，众人都好奇的看向了大鹏，心里都在想，到底是谁会对这个如此普通的铜盆有兴趣？这位先生出价30万，还有没有人出价？冯九和看到终于有人出价，心里一阵狂喜。大鹏先生，你对这铜盆有兴趣？铜盆看起来挺精致的，正好我家缺个洗脚盆。张志宇和郑一倩听到这回答，一脸无语。35万。突然，刘海平也跟着出价竞拍，众人更是惊呆了，竟然还有人去抢这个破铜盆。大鹏看了一眼，发现是刘海平，嘴角微微上扬。我们刘会长出价35万。冯九和看到刘海平出价也是愣住了，他不明白刘海平为什么会去抢这不值钱的东西，但随后他又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现在拍卖价格来到了35万，请问还有没有人要出价？此物品可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哦，绝对物超所值。冯九和说后便偷偷看了眼大鹏，似乎这句话就是对着大鹏说的。大鹏微微一笑，轻轻的举起了手中的牌子。40万。45万。你想要买是吧？我就要你用最高的价格买下，不坑你一把难消我心头之气。刘会长继续出价45万。50万。大鹏毫不犹豫继续出价。55万。60万。65万。这样一来一回，价格来到了95万的关口。众人看到这两人的你来我往，竟然把一个30万的铜盆抬到了将近100万的价格，都惊呆了。95万第一次，95万第二次。
冯九和看了看大鹏，请问这位先生是否还要出价？否则这铜盆就是我们刘会长的喽。冯九和明显是在激大鹏，100万。在场的嘉宾都惊掉了下巴，张诗雨和郑一倩更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大鹏。刘海平听到大鹏再次出价，脸上露出了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100万第一次，100万第二次，100万第三次，成交。冯九和快速落锤，并宣布竞拍成功，生怕大鹏反悔似的。第5轮拍卖结束，全场再次进入休息时间。大鹏来到后台进行交易手续。刘海平看到大鹏来后，假惺惺地笑着对大鹏说道：“恭喜大鹏先生拍得此宝物，那要多谢会长的手下留情。”客气了，请大鹏先生签字付款，这铜盆便是你的了。没问题。大鹏二话不说，赶紧签完字付款。谢谢大鹏先生，是否要帮你把盆送到府上？不用了，给我自己拿回去就行了。说罢，大鹏从工作人员手上拿过聚宝盆，飞一般的走了。大鹏没有回拍卖会场，而是直接打车回到了酒店。回到酒店客房后，大鹏心情激动地将聚宝盆放在了床上，仔细端详起来。这个真的是仙家之物聚宝盆，要怎么样操作呢？如何能变东西出来？大鹏想了想，想起电视里的方法，莫非是放一件物品进去，它就能变出另一件一模一样的物品出来？大鹏越想越兴奋，于是把手中的玉化星月菩提拿了下来，慢慢的放进了聚宝盆中。突然一道金光闪烁，刺眼的金光让大鹏都睁不开眼。金光过后，大鹏看向盆中，竟然真的，聚宝盆真的变出了另一条一模一样的玉化星月菩提。大鹏惊讶的看着2条玉化星月菩提，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玉化星月菩提。物品稀有度43。物品诞生年份：1773年。特有功效：静气凝神。鉴定成功。物品名称：玉化星月菩提。物品稀有度43。物品诞生年份：1773年。特有功效：静气凝神。2条竟然都是真的，这真是个聚宝盆，我真的是发财了。从此，大鹏靠着聚宝盆走上了人生巅。